前世他得不到家人的宠爱，意外穿成了一只可爱的蜥蜴幼崽，本想安安稳稳找个养老院，却被黑龙家族的疯批公爵领养，成了全员恶棍团宠的小公主，一睁眼就穿进了自己最爱的小说中。在这之前，女孩一直都是爹不疼娘不爱，从小被当成透明人对待，无论她如何努力讨好家人，永远都不能让他们多看一眼，甚至嫌弃她用奖学金买来的东西太廉价。两个弟弟也对她这个姐姐冷嘲热讽，一家人就连探望奶奶也不愿带上女孩，扬言这些事与她无关，还让她提着自己的东西赶紧滚回自己宿舍。冰冷无情的话语深深刺痛了女孩的内心，得不到关爱的女孩看小说成了她唯一的乐趣。书中的女主被所有人爱着，这是女孩一直渴望的。女孩经常陷入自我怀疑中，为什么大家都不喜欢我？是不是我做的不够好？如果我也能被家人疼爱该多好。女孩看着小说不知不觉睡了过去，怎料一睁眼就变成了小团子。看着满屋的黑龙装饰，直觉告诉她穿进了小说中的埃达姆家族，而这个家族也叫龙之家族。先代家主和黑龙签订了契约，喝下龙血就能获得强大的力量，随之也产生了狂暴化的副作用，每次魔力暴走便会想乱砍人。按照小说的老套路，只有女主的进化才能安抚狂暴之人，想到自己也就把小说翻了几百遍，混个女主当不过分吧。抱着这样的想法，女孩走到玻璃前宣誓，请立刻马上开启我粉毛的高光。不对，粉毛是穿过来顺手给我染的吗？明明记得女主是黑毛才对。看着镜中粉粉的小团子，好半天才想起来，粉团子叫艾琳，是一个旁系的私生女。在5岁那年的新年宴会上，她意外变身成了一只蜥蜴，被质疑血统不纯而被赶出家门，委屈的情绪顿时涌上心头，咕嘟咕嘟就往嘴里炫着90度的盐汽水。不远处的侍女担心艾琳被烫到，急忙跑过来，只见艾琳双眼放光，直夸这盐汽水真好喝。侍女宠溺地为她擦拭嘴角上的泡沫。这个女仆叫做马伊拉，是艾琳的专属侍女，也是唯一一个将女孩当家人爱护的人。她咕嘟咕嘟又炫了2口。明天要举办什么宴会吗？听就是新年宴会。女孩一口盐汽水直接喷了出来。我怎么那么倒霉，刚穿过来就要被扫地出门了？艾琳吩咐马伊拉把剩下的盐汽水拿回房间，自己则是迈着2.8米的大长腿跑到了书房，想在被赶走之前为自己选个管饭的地方。推开书房的门，看到一个男人正在书柜前看书，他的头发美丽的像融入星辰的暗夜，金黄色的瞳孔也像盛满密室的闪闪发光。男人正是埃达姆家族的继承人埃尔诺。耀眼美貌扎的艾琳睁不开眼，对方还嫌不够，转头朝他歪嘴笑。你知道有关神性魔法的书籍在哪吗？艾琳大脑瞬间宕机，回过神后奶声奶气地告诉他，在第1个书柜第2个格子里。埃尔诺看着他没说话，艾琳以为埃尔诺不喜欢他的娃娃音，于是自顾自地离开。艾琳美滋滋地翻着自己将要去的地方，却没注意到埃尔诺的靠近。你在看什么？突然的出声把艾琳吓了一跳。书房这么大，可你好像很了解这里，所以你在看什么呢？作为20多年的小说迷，直觉告诉艾琳这是道送命题，她明天就要被赶出去了，绝不能在这里被抓住小辫子。艾琳笑得人畜无害，我在认字。埃尔诺闻言露出意味深长的表情，随即略感无趣地离开了。太过紧张让艾琳身体产生异样，砰的一声，艾琳直接消失在原地，只是衣服底下露出了一个小鼓包。随后一只可爱的粉色蜥蜴幼崽钻了出来。按照原著的剧情，明天他才会在新年宴会上变成蜥蜴，差点就要被提前赶出去了。不过他要怎么变回去呢？艾琳奋力地叼着衣裙，在变回人之前得赶紧藏起来。就在此时，意外看到地上掉落的戒指，亮闪闪的，看起来很值钱，就是看着有点眼熟。随即想起这不就是埃尔诺刚刚手上戴的戒指。下一秒，埃尔诺出现在门口，只见一坨衣物在地上动不停，还时不时会被他的声音吓一跳。埃尔诺突然蹲下身，掀开了裙子的一角，一只软萌可爱的团子尴尬地朝他打了声招呼。埃尔诺扑哧笑出声，你在玩什么游戏呢？我在捡戒指。是你捡到了我的戒指吗？艾琳双手捧着戒指递到他眼前，他掉到书架下面，我捡起来擦干净。看着擦得跟钻石一样闪亮的戒指，这枚戒指对我来说很重要，所以我才急忙跑回来寻找。可你为了捡戒指，裙子都整个翻过来了，真的很谢谢你。艾琳知道对方不喜欢肢体接触，所以小心翼翼将戒指丢在他手里，绝对不能触碰到他的手。戒指上沾染的气息让艾尔眸光微闪，此时艾琳只想还了戒指，赶紧离开这里。看着他逃离的背影，男人一改温柔，笑得有些威胁。艾琳来到新年宴会厅上，家族中大大小小的成员都聚集在这里，想到他会在新年宴会上当众社死，艾琳顿时有些生无可恋。好在他昨晚已经记下了孤儿院的位置，还在闲逛时搜刮值钱的东西当储备金，就算他真的变成蜥蜴，也能凭借这些在孤儿院当富婆。伴随着侍卫的呐喊，瞬间安静了下来。埃达姆家族的直系成员带着满满压迫感闪亮登场，为首的老爷子是埃塔姆第12代家主，身边是他的儿子埃尔诺，剩下2小只则是儿子的儿子卡兰和西利安。艾琳不由得握紧了拳头，他们就是埃塔姆家族中传承了最纯正的龙之血的人。明明是最严肃的时刻，埃尔诺竟微笑地朝他打招呼，众人们议论纷纷。为了避免被更多人注意，艾琳尴尬地挥手作为回应。可爱模样萌的埃尔诺心脏砰砰跳，随即在家主的示意下，新年宴会正式召开。管家宣读名单上的名字，都需要发表自己个人的年度计划。被点名的胖子正腿抖地向家主汇报，公子便不耐烦地打断他，每天都把钱花费在喝酒玩女人身上，听说还以家族的名义去借钱。男人直呼冤枉，我只是想给店里的女人普及生理知识，那你倒是说说看我哪一点冤枉你？你抹黑了埃达姆家族的名声，来人，给我拖出去直接砍了。
每年的新年会议就是公爵整治家族的场合。看到这一幕的艾琳内心紧张不已，难不成像自己这样的5岁小孩也要汇报吗？正当他庆幸家族成员太多不会叫他时，公爵喊到：“那个小毛球，你的新年愿望是什么？”艾琳在心中疯狂呐喊：“去孤儿院，但不能说，干脆现在变成蜥蜴吧。”艾琳磕磕巴巴说要离开家族，整个家族满脸懵逼。公爵一脸不解。艾琳不受控制地说出知道了自己的身世的秘密。在老爷子的追问下，艾琳刚想实话实说，却被进来的侍卫打断。浮游式矿山崩塌，几名工人和管理者被埋在里面。公爵一脸头痛，训斥安全管理都做了些什么。随后瞥了一眼艾琳，便宣布推迟新年会议。临走时伸手指了几个人，把脖子擦干净，老实跟我走。还想说什么？直接抽开随身大宝剑，怎么要我亲自给你们擦吗？艾琳孤身站在大厅，忍不住瑟瑟发抖，解释自己没有手帕，又害怕老爷子讨厌哭唧唧的小孩，只能擦干眼泪，到处借手帕，表示用过的也行。萌的老阿姨纷纷表示女儿用我的，却被一个臭男人抢先递出手帕。艾琳正准备接过时，就被一只大手抢了过去。老爷子尴尬咳嗽：“什么时候要你擦脖子了？你这么小的毛球还不够当牛饲料？下次会议你第一个发言。”艾琳忍不住询问祖父：“你们要去哪？”公爵突然停下来，转头问道：“你刚才叫我什么？”艾琳被吓得冷汗直流。微笑的女孩最好命。艾琳甜甜的又喊道：“祖父！”如被雷击的公爵心里乐开花，但却高傲的转身：“你这个毛球，下次会议我会好好检查你。下次这是杀人预告吗？”艾琳的新年愿望只想离家出走，却被身为黑龙的疯批公爵领养，被迫玩一场父慈女孝的游戏。正在计划着逃跑路线的艾琳，脑袋被飞来的纸团砸中，正抬头寻找是谁的恶作剧时，又飞来一个暴击。闪躲得快，否则非砸出个脑袋开花。爱哭鬼，你怎么自己一个人？你没有家也没有朋友吗？原来是一群熊孩子，还换狗似的让他把球捡过去。艾琳虽有些生气，但想着还是先忍忍吧。她都没有接受过家庭教育，她没爸爸妈妈，我妈让我不要跟没父母的孩子一起玩。听到这，艾琳再也忍不住，瞥了一眼身后的石块，只见他将石块高高举起，那双黄金瞳孔也满是怒意。男孩被吓倒，瘫坐在地上，随着声吓的男孩哭着喊妈妈，还让艾琳赔钱。艾琳满脸愤怒，撸起袖子说道：“你去啊！”嘲笑男孩有父母教，还养成这样，不如死了算了。朋友劝导男孩还是先走吧，那孩子贱命一条，不知道会做出什么事来。本来被放下的石块，被艾琳再次举了起来。你们这些碳基手，想死老娘成全你！吓得众人惊慌逃窜。艾琳难过的低下头，觉得自己就像一只丑小鸭，不管他怎样优秀，父亲的无视，母亲的冷眼旁观，弟弟也可以随意的欺负。明明同样都是家人，2只鸡腿永远都是弟弟的，只要吵架就一定是我的错。还有，喵呜一声猫叫，却让他回归理智。看着旁边可爱的小猫咪，难过的心仿佛也被治愈。你要和我做朋友吗？艾琳蹲下身，开心的询问道。虽然刚才耍了威风，但如果他们要求赔偿怎么办？突然猫猫跑开，带来了他的孩子们。看着大家开心的玩闹，艾琳又开始难过，但看到猫咪亲昵的跟他贴贴，他又开心的笑着。眼前的这幕被埃尔诺看在眼中，真是个有趣的孩子。被欺负时他以为他会哭，没想到他会举石头打人。他来图书馆看孤儿院名单时，他就觉得很奇怪，毕竟很多人都会想办法沾上埃达姆的光，一个旁系的孩子竟要离家出走，所以当时他故意扔掉戒指，本来没抱什么期待，想到对方捧着戒指的可爱模样，以及戒指上沾染的气息，所以他决定给他一些奖励，给没有教育好孩子的家伙一些惩罚。在第2次会议上，艾琳第一个上前讲话，悲催发现吃瓜群众好像增多了，但他已做好离家的万全准备，于是听老爷子询问离家原因。艾琳正要说出身世之谜，埃尔诺向众人宣布那孩子是他的女儿。作为黑龙家族的继承人，埃尔诺是个极度的快乐主义者，如果感受不到快乐，他就会创造快乐。艾琳知道，如果想要日子过得去，就要大声地喊一句：“爸爸，我爱你。”艾琳告诉自己不应该抱有期待，本想等疯爹对他没兴趣后，拿着他的钱，拿着他的岛就离家出走，但那些短暂又温馨的拥抱让自己沉沦。如果他对我失去了兴趣，等待我的又会是怎样的黑暗呢？从没得到过爱的女儿和随时暴走杀人把他当玩具的疯爹，他们能走上双向救赎的幸福未来吗？女孩穿越到龙的家族，一激动就会变成蜥蜴。在第2次新年会议上，埃尔诺向众人宣布那孩子是他的女儿。作为黑龙家族的继承人，他喜欢将人当作棋子，经常用完了就扔。想要狗命的艾琳只想离这个男人远一点，可面对男人暖阳般的笑颜，心里直呼受不了。公爵大人看出儿子的恶作剧，让他立马滚出去。面对老父亲的愤怒，埃尔诺厚脸皮的笑着：“我是来看我女儿的。”艾琳不由瞥了男人一眼，不明白他为什么要开这种玩笑。可眼前2神仙打架，他一个也惹不起，吓得艾琳差点就地大变蜥蜴。如果你不相信，可以亲自问问我的女儿。随后又小声地告诉艾琳，上了年纪的老人家疑心重，所以你可以亲自告诉他我是谁吗？面对男人变相的威胁，艾琳无奈说道：“这是我的父亲。”公爵大人被气到心梗，不孝儿每年宴会都不老实，去年带回来一个男性爱人，今年又把别人的女儿拐来，而且还是一个小毛球。众人议论纷纷，那孩子好可怜，断言不到半年就会被赶走，还说游戏结束会给对方能买下整座小岛的钱。嗑瓜子的艾琳心中暗爽，还有这等好事，只要迎合他半个月，以后就能在岛上躺平了。这是什么神仙兼职？艾琳握着拳头坚定地看着男人，这根粗大腿我抱定了。埃尔诺看向艾琳，随即将她高高抱起。我今年的计划就是当个好父亲。公爵气到喷出了82年的拉菲，当场宣布新年会议结束。艾琳看着气鼓鼓的公爵，祈求祖父不要生气。
软萌的模样直戳老爷子的心吧，面红耳赤的嚷嚷着我没有生气，便逃似的飞走了。埃尔诺温柔的望着小团子，我们也回去吧。本该在新年离开的艾琳，如今却成了疯男人的假女儿。可他要抱她去哪呢？他不是最讨厌肢体接触吗？本以为一出宴会就会把她扔掉，可为了不晃到她而走的小心翼翼，就像怀中抱着一块稀世珍宝。艾琳心里清楚，男人只是把她当作玩具，只要乖乖配合等待游戏结束，就像前世一样不再期待，她就不会受伤。就算那样，可是这温暖的怀抱让人不舍，紧紧的拥抱让埃尔诺一顿，随即露出意味深长的笑容。想安稳找个地方苟命，却遇到疯批公爵想玩父女情深。早晨，艾琳被一声声女儿唤醒，每天顶着乱糟糟的头发，享受着男人的抚摸。只见一个笑得比太阳还刺眼的男人坐在床前。新年会已经过去1周，艾琳每天从200平的大床醒来，吃着一顿998的豪华早餐，享受着便宜老爹带来的宠溺。但他为什么非要亲自喂呢？艾琳含着泪将勺子里的食物吃光，嘴里还嘟囔着饭菜真香。女儿，你今天有什么想要的吗？正在与面包做斗争的艾琳疑惑对方是不是喜欢送礼物。艾琳放下面包，支支吾吾说想要一个银行账户。艾琳了解到这里运营银行的是魔塔，他们用魔法结界来保护账户，只允许本人能接近的安全金库。虽然便宜老爹表现的可以给他摘星星摘月亮，但艾琳早已厌烦了这种虚假的爱。既然他想扮演顾家温柔的女儿奴，那他就配合他装成听话的乖女儿，安静等着被赶出去的那天。艾琳需要一个账户，不想被赶出去的时候被人当作行走的 ATM。埃尔诺摸着下巴装思考，瞥了一眼旁边假装讨好的女儿，露出一脸玩味的笑容。看来我的女儿一心想要摆脱我。埃尔诺随即站起了身，微笑着朝艾琳伸出了手。那我们现在就去吧。喧闹的大街上，埃尔诺看着女儿开心地穿梭在人群中，内心第一次觉得很满足。随手指了指旁边的玩具店，询问艾琳要进去看看吗？艾琳摆摆手表示不用，毕竟那是受宠的孩子才能拥有的东西。埃尔诺心疼地看着女儿，随即将她高高举起，哒哒哒的就往玩具店走去。哐当一声，埃尔诺抱着一脸尴尬的女儿走了进来，自顾自地教育女儿喜欢什么就跟她说，随手丢给老板1个亿，豪气的让老板把店里的玩具都包起来。艾琳惊得亚麻呆住了，表示自己不需要玩具。看着女儿依旧拒绝，埃尔诺转身跟店长谈起买店的事，吓得艾琳连走带跑的去挑玩具，心里默默吐槽这败家爷们。下一秒便举着一个玩偶表示自己选好了，还兴奋地说玩偶跟父亲很像，是自己最喜欢的玩具。埃尔诺蹲下身看着眼前的老虎，又看了看艾琳，问老板这种玩具还有多少？得知玩偶全在这，您是第一位客人。不等老板说完，埃尔诺直接一个响指，剩下的小老虎就燃起了熊熊大火。埃尔诺抱起惊慌的女儿，反应过来的老板急忙叫人灭火，却被突然飞来的1个亿砸个正着。玩偶烧完了火就会灭了，还让老板看在一点诚意上，以后不要再卖这种玩偶了。就这样，埃尔诺在漫天火光中被老板恭送出了门。以后和我相似的玩偶只属于我的女儿，开心吧？艾琳就着一股浓烟和一脸冷汗，你高兴就好。随时暴走喜欢掐人脖子的疯爹，竟是个超级女儿奴。家大业大的埃达姆家族每周都会开2次例会，老爷子非常重视家族会议，却被不孝子气的直拍桌子。作为一个有实力的富二代，却丝毫不慌，依旧温柔的喂女儿吃着布丁。看着要暴走的祖父，艾琳顿时慌了，小声的喊着祖父，我不吃布丁了。艾琳会当个好孩子，所以祖父您别骂父亲了好吗？老爷子看着眼前软萌的小毛球，算了算了，你吃吧，不够再叫仆人去拿。虽然还是很想将不孝子赶出去，得到准许的艾琳继续吃着便宜老爹喂的布丁，好吃的模样萌翻了众人。随即在老爷子的示意下，会议继续，便有人提出材料不够导致工厂停产。艾琳察觉到疯爹的恐怖气息，听家族讨论浮游石产量不够，她想起那是一种浮在空中的矿石，会被即将到来的女主发现，而地点就在公爵府的后山。别问为什么在那，问就是主角光环。熟知剧情的艾琳对女主默默地说了声抱歉，为了自己不被那么快赶出去，更为讨好便宜大爹，轻声询问浮游石是什么。埃尔诺贴心用魔力幻化出矿石的模样，就是飘在空中没用的石头。艾琳听后一阵无语，大佬你欺负我没读过书吗？随即说自己见过这种石头。话音刚落，伴随着哐当一声，100米厚的会议桌被锤成2半。惊恐的艾琳被埃尔诺一手护在怀里，反应过来的众人激动地围着他询问，却被埃尔诺一记眼光扫过，纷纷吓得暴退数十米。老爷子推开众人，询问艾琳在哪里看到了浮游石。艾琳指了指窗外，在公爵府的后山。众人也不敢确定，但还是让人去做勘察。埃尔诺宠溺地摸了摸艾琳的小脑袋，我的女儿怎么知道这么多事呢？瞬间惊得女孩一颤，嘈杂间有侍从赶来汇报，老爷子这才知道那孩子的女儿居然在那种地方，立马宣布会议结束，赶去处理。艾琳看着匆匆离去的老爷子，难道女主要来了？那她很快就会被赶出去吧？毫无人性的大别野，温柔帅气的侍女和管家，还有花不完的零花钱。艾琳看着伸出的双手变成了蜥蜴腿，还被便宜老爹骂肮脏的爬虫，这是什么人间惨剧？还是尽快拿钱跑路吧。艾琳尴尬地笑了笑，埃尔诺不明所以，抱着一脸不安的小团子回了房间。听女儿说今天的布丁好吃，想吃随时说，不管几个我都喂你。可他知道这场父女情深的戏就要落幕了，女主的到来会把这一切幻想打回原形，配角始终是配角。艾琳心中却暗下决心，我绝对不会缠着他。听着男人温柔的哄睡，竟还是不争气地喊了声爸爸晚安。
艾琳晚上做起了噩梦，梦里的疯爹恶狠狠地掐着她的脖子，骂她是肮脏的爬虫，还要将她做成蜥蜴罐头。强打着精神的艾琳穿着漂亮的衣裙走了出来，询问侍女父亲会喜欢吗？当然了，小姐是最棒最可爱的。艾琳在侍女的夸赞中红了脸，可就在这时，房门却突然被敲响。艾琳下意识地想要去给疯爹开门，顺手抱起了小老虎，开心地去迎接。怎料门口站的竟是2位哥哥，多血质的红毛是大哥卡兰，以后会成为数一数二的大魔法师；黑毛西利安则是弟弟艾尔诺的翻版，以后会是个剑道天才。在哥哥们的催促下，艾琳回过了神，连走带跑的想要追上哥哥们，可看着他们越走越远的背影，艾琳陷入了前世不好的回忆。你这么纯可怎么办？生下你的爸爸妈妈也太可怜了吧！巨大的恐慌让艾琳喘不过气，是我太慢了，哥哥们先走吧。面对折返回来的哥哥和突然伸过来的大手，自觉做错事的艾琳闭上了眼。我不想要挨打，怎料哥哥只是摸了摸他的头，随即捡起了躺地上的小老虎，还让弟弟西利安过来背女孩。从未感受过温暖的艾琳顿时不知所措，在2人连声催促下爬了上去。傲娇的红毛开口提醒艾琳别对父亲产生太多感情，无论他说什么做什么，把他当空气。艾琳打量着眼前善良而又温暖的少年，从西利安背上一跃而下，哒哒哒地往前跑了几步，随后转过头说道：我也是有秘密的，谢谢你我亲爱的哥哥。艾琳俏皮的模样让2人小脸微红，吱呀一声推开了眼前的大门，只见一个衣着华丽俊美无双的男人拖着下巴等在餐桌前。埃尔诺温柔地张开双臂迎接向自己奔来的女儿，艾琳亲昵地在疯爹身上贴贴，父亲我好想你。看得梁小智尴尬地用脚趾抠出一室一厅，男人敏锐地察觉3人之间发生了点什么，却也没多问，只是捏了捏艾琳软萌的小脸。你很喜欢这个玩偶吗？艾琳不自觉地摸了摸小老虎，这可是我2辈子收到的第一个礼物，谢谢您送我这么可爱的玩偶。埃尔诺一脸复杂地望着眼前的小团子，忍不住想要摸摸女儿的头，却被戒指发出的红光刺激到失控，随着咔嚓一声，小老虎和艾琳被掀翻在地。埃尔诺痛苦地捂着头，让2个儿子抱着艾琳赶紧离开。艾琳惊恐地望着眼前的父亲，他似乎快要忘了埃达姆家族的秘密，一旦魔力失控就会产生嗜杀的欲望，人们把这称之为狂暴化。为了救父亲，艾琳拼命地往他嘴里塞东西，口中呜咽着您快吃，多吃一点就不会生气了。在原著中，戒指也抑制不住埃尔诺的狂暴化，突然的暴走直接嘎了10几个佣人，为此被老爷子禁足，囚禁在地下最深处，成了名副其实的家族怪物。看着还在压制嗜杀欲望的父亲，熟知剧情的艾琳此刻却什么也想不起来。听到哥哥想保护他离开，艾琳拼命地回忆想要找到解决办法。突然艾琳发疯似的向外跑去，尽管很疯狂，但我舍不得父亲，我要救他，我可以不要钱不要岛，只求父亲温暖的手掌能在我脑袋上多停留片刻。艾琳跑到庭院最温暖的地方，找到了书中提到过的红色果实，那是男人妻子送他的礼物。一次偶然被2兄弟发现，成功从果实中提取了能缓解狂暴化的药剂。艾琳从口袋里面掏出自己的小金库，里面都是自己到处搜刮的储备金，此刻却被艾琳毫不犹豫地扔在地上。尽管果实爬满了树枝，艾琳也只能跳起来采摘，手指也被树枝划伤。看着扎伤的手指，艾琳没有退缩，满地的果实与财宝是他对父亲内心深处的眷恋。正想拿摘好的果实救父亲，就听到餐厅传来惨叫声，男人浑身魔气，正掐着侍从脖梗将他高高提起，想要阻止惨剧发生的艾琳朝着男人大喊了一声父亲。丧失理智的男人随手扔掉仆人，果断地朝着烦人的声音步步逼近。被吓得连连后退的艾琳紧了紧手中的袋子，心里清楚这里最痛苦的是埃尔诺，只因他也曾在最痛苦时被人排挤。艾琳鼓足勇气，哒哒哒地跑向父亲，我一定会救你。等哥哥赶来，就见艾琳被男人提在了半空，抓准时机的艾琳狠狠地咬在对方手上，趁他吃痛松开手时，艾琳一把揪起他的衣领，顺手将果实塞进男人嘴里。男人龇牙咧嘴，却刚好咬中了果实，随即扑通一声翻倒在地。艾琳顺势骑在对方胸口，抓起地上的果实，拼命地往男人嘴里塞。随着魔气渐渐消散，埃尔诺气息趋于平静，艾琳害怕的还嫌不够，拼命地捡起散落在地上的果实，试图让父亲吃下更多，眼泪却像断了线的珠子。生气的人很可怕，他再也不想见到。猛然一只大手将他阻止，温柔地唤了一声艾琳。看着狼狈的父亲，艾琳再也忍不住哭出了声，猛地扑进父亲的怀里。艾琳会很乖，您别发脾气。埃尔诺温声地安慰着伤痕累累的女儿，没事了，爸爸怎么会对艾琳发脾气呢？看着不远处破损的玩偶，体力透支的艾琳眼前一片黑暗，昏睡前还惦记着小老虎，那是父亲送给我的礼物，可不能坏了呀。这个世界上会有很多你不得不爱的人，但我希望我的陪伴会让你不再孤单。埃尔诺看着昏睡的艾琳，忍不住伸手探了探她的气息，发现女儿没受重伤，才放下心来。哥哥卡兰十分不解，既然那种果实可以抑制狂暴化，可这孩子是怎么知道的？不清楚我的女儿有很多秘密。埃尔诺起身准备把艾琳抱回房间时，注意到了不远处开了线的小老虎，想到这是女儿最喜欢的玩具，懊恼自己不该把那些玩具都烧掉了。就在这时，哥哥发现躲在门后观望的西利安，告诉他没事了，还让他赶紧过来，顺手将装有红色果实的袋子扔了过去，拜托弟弟送去实验
实验室研究，自己却紧跟在埃尔诺身后欲言又止。父亲这次的玩笑到此为止吧，这次他还帮了您。拥有梁静茹给的勇气的卡兰在身后大声说道，却被父亲冷漠回绝，并让儿子别让他重复第二遍。卡兰不可置信地看着父亲，无奈地躬身行礼，并让父亲慢走。躺在床上的艾琳在仆人照顾下，没有了之前的狼狈，却更让埃尔诺心情复杂。这原本只是一个无聊的消遣，可看着他受伤，心里会很难过。想起妻子曾经说过，就算他再可怕，孩子们依然会爱他。他不信，还吐槽妻子是个理想主义者。妻子气得抡起拳头就想揍男人。原本想生个女儿治治丈夫，可他却连带那个孩子一起离了世。睡了749天的艾琳，终于在第50天睁开了眼，随即大喊我的宝石，一把从床上跳了起来。在侍女马伊拉的絮絮叨叨中了解到，自己昏睡了很久，期间还领回来了一个孩子。是的，你没猜错，那个孩子就是书中的女主沙尔奈埃达姆。如果有人愿意给你1个亿，让你穿书当不受宠的女配，你会怎么做？侍女马伊拉搅拌着浓汤，一口一口地喂着艾琳。得知她昏睡期间父亲只来过一次，还即将领养女主做女儿，小脸止不住的失落。马伊拉暖心地安慰着艾琳，还希望能有一个像她一样乖巧的女儿，要是以后也能一直乖乖听话就更好了。艾琳换上准备好的礼裙，和侍女一起来到书房，打开这扇门，就要见到父亲和女主其乐融融的画面。艾琳告诉自己没关系，只要不期待就不会受伤。她故作开心地和父亲爷爷打招呼，意识到躲在爷爷身后的就是女主，见到她的瞬间便害羞地藏了起来，而父亲只是瞥了她一眼便冷漠转头。好家伙，表面功夫都不愿意做了吗？艾琳心里哭唧唧，好在老爷子深明大义，对艾琳发现浮游石和抑制狂暴化的事情，奖励她想要什么都可以。被馅饼砸晕的艾琳，什么混账老爹，通通给我闪到一边去！快步走到老爷子跟前，伸出自己希望的小手，请不客气地往我账户打100万软妹币吧。怎料老爷子却叹了一口气。艾琳心凉了半截，以为自己多要了，却被1个亿的到账提醒震得亚麻呆住。以后你就是我的亲爷爷。正对着账户数零的小富婆，却被旁边的男人一把抱进怀里，还将刚到账的软妹币收了回去。艾琳急得泪水在眼眶里打转，正想给男人挠一爪子的同时，听到了10亿的到账提醒，顿时艾琳被吓得五官乱飞。爹，你是我亲爹！不，从现在开始你是我的神啊！正当两人还沉浸在父女情深时，老爷子忍不住催促埃尔诺，让他快去办理沙尔奈的领养文件。家主大人，我已经有女儿了，这孩子拥有安抚狂暴化的能力，领养他对你只有好处。见两人争执不休，艾琳很懂事的准备离开。配角就是配角，要懂得适可而止。已经得到自己想要的，就该在落幕时安安静静的退场。尽管有些难过，至少曾经拥有过了，不是吗？艾琳快步走出书房，还喃喃着想去睡午觉。佯装快乐的艾琳表示自己一个人就可以了，便一口气溜回房间。马伊拉见女孩比预定时间回来的早，但依旧打算正常执行任务。你见过会喷火的剑吗？321当，你看，不孝子信不信我将你捅个对穿？傍晚，艾琳偷偷摸摸地跑到蝶院，想要拿回自己收集的储备金。隔天就离家出走，意外撞见自己的侍女鬼鬼祟祟，正疑惑她手里拿的什么，身后却又传来侍卫的声音。她只能放下疑惑，先逃离。清晨被阳光晃到眼的艾琳，猛地想起自己与父亲的最后一顿晚餐，却被侍女告知老爷子发了很大的火，将埃尔诺禁足了。看来不是讨厌他才没来的。艾琳懊恼地敲了敲自己的脑袋，那个男人不是自己可以肖想的。穿戴好的艾琳还是忍不住去找父亲。推开门的瞬间，看到女主给父亲的治疗被打断，慌得连声道歉。埃尔诺微笑挥手示意女儿过来。艾琳犹豫片刻，还是哒哒哒地扑进父亲怀中，抓着父亲的袖子询问祖父是不是骂你的。不料男人反问艾琳见过会喷火的剑吗？还让他默数5个数。哐当的一声，只见老爷子带着一把喷火的剑冲了进来。埃尔诺，你个不孝子，谁让你把家族的矿山转到自己名下的？不是家主亲口说要把矿山给我的吗？2年前您亲口说的，吵死了，当时你拒绝了，现在又想要，少在那疯狗乱吠。埃尔诺却丝毫不理会，甚至还笑着学了2声狗叫，气得老爷子和喷火剑当场歇菜了。不等老爷子继续说，随手一个响指，直接将老爷子传送出去与阿黄一家团聚。他真是倒了8辈子血霉才有这个儿子。突然埃尔诺想起了什么，又是一个响指，一个修好的玩偶出现在眼前。艾琳捧着更加柔软的小老虎，心想这爹没白疼，灭霸来了都没你会玩啊。看着笑得一脸灿烂的艾琳，女主终于没忍住提出想要捏捏她的脸蛋。在得到艾琳的肯定回答，女主一双大手在艾琳脸上捏出各种形状，直呼软的就像刚出炉的面包。姐姐等一下！女主顿时手僵在半空。艾琳正以为自己说错话而准备道歉，女主却满足的小脸红扑扑，一把抱住眼前这可爱的小团子。你5岁我8岁，你就叫我姐姐吧，谁能拒绝这么可爱的妹妹呢？埃尔诺一脸不爽地看着自己的白菜被别的生物拱来拱去，却不知不久将会彻底失去女儿。女主的到来让艾琳患得患失，只因这个世界的女主太过耀眼，可她为什么总喜欢追着我喂饭呢？来，艾琳张张嘴，这女主8成是有什么大病吧？两人在打闹中吃完了早饭，突然沙尔奈一把抱住艾琳，感谢因为有她的陪伴才能在这陌生的地方感到安心。艾琳轻声安慰道，姐姐你马上就是父亲的女儿了，他会对你很好的。怎料女主并不想成为他的女儿。艾琳不解地看着他，原作中女主没这么抗拒啊，也许是因为剧情才刚开始，以后会好起来的。艾琳想起最近就有一件宝物被盗事件，据说埃达姆家族有3件能主动认主的宝物，一是老爷子手里会喷火的剑，二是埃尔诺的均衡碎片，最后一个则是龙珠。而这次会被盗的宝物是均衡碎片，它能平衡埃尔诺不稳定的精神状态。也正是因为碎片的认主，以至于老爷子就算被气到心梗，也不能轻易赶走埃尔诺。由于女主找回了均衡碎片，逐渐与埃尔诺变得亲近起来，艾琳的脑子关键时刻又卡壳了。
怎么都想不起来是谁偷的。女主看着艾琳一脸郁闷，随即一把握住她的手，告诉她有什么困难我一定会帮你的。虽然我们刚认识不久，但我感觉你就像我亲妹妹一样，我希望你能一直幸福。川书前曾幻想过要成为女主一样的人，此时却被女主感动的想要以死明志。姐姐，我会让你更幸福的。打鸡血的艾琳在心里暗暗发誓，要让女主和埃尔诺的关系变得更加亲近，更要让女主比原著过得更幸福。于是她将打包好的行李又悄悄放了回去。隔天就听说埃尔诺的生日是今天，侍女玛伊拉怂恿他第一个送礼物，还不经意告诉艾琳，还有另外一块均衡碎片的存在，集齐碎片您父亲就不会再发疯了。我知道另一块碎片在哪里哦，如果您送了这份礼物，您的父亲一定会选您而不是沙尔代。艾琳小姐你怎么看？就在此时，艾琳的记忆清晰起来，犹如柯南附体，真相只有一个，那偷走宝物的贼人就是他。大聪明，你知道他是谁了吗？只因变身成了一只蜥蜴，便被众人为之厌恶，纷纷叫嚣着要踩死他。而主导这一切的竟是自己最信任的人。艾琳知道偷走宝物的人是谁，却没有立即表现出来，只是如顽劣的孩童一般。她不愿破坏剧情，只说偷东西是不好的行为。你刚才的话我就当没听见，那我把您是兽人的事说出来也没关系吧？毕竟陪伴了您这么久，还有上次的热可可是不是也很美味？本该在新年宴会变兽人，却让您躲过一劫，但这次您可就没那么好运了，被自己最亲近的人背叛。艾琳受伤的缩在被窝中，按照剧情，女主很快就会找到窃贼，走上既定的团宠之路。可她好不容易有一个可以留下来的目标，却在此刻化为泡影。为什么我的人生总是这样？清晨出门的艾琳听到了众人的议论，出神片刻被突然出现的管家打断。您需要和我去个地方。艾琳意识到兽人的身份暴露了，随后跟着管家来到议事厅，孤零零地站在中间等待着审判。从现在开始老实回答我的问题。听说你和穿黑衣服的人勾结偷走了这家伙的耳钉。艾琳闻言一怔，瞬间意识到玛伊拉想让我背锅。她还说你是兽人，究竟是怎么回事？如实回答我，是还是不是？艾琳想澄清自己是兽人，但没有偷耳钉。怎料一股熟悉的异样袭来，眼前的视线变得扭曲，恍惚间看到侍女丑陋的嘴脸，见她突然消失，众人惊疑不定，猛然一阵尖叫响起，那下面有一只蜥蜴，而小蜥蜴已经吓得汗毛倒竖，一溜烟在众人脚下疯狂逃窜，所过之处人人为之厌恶，纷纷叫嚣着踩死他。猛地一只大脚踩上了小蜥蜴的尾巴，痛得小蜥蜴眼泪直流，来不及刹车的他生生被扯断了尾巴。他忍着剧痛窜上粗大光滑的石柱，身体的疼痛让他委屈落泪，不懂自己为什么要遭受这种待遇。急促的脚步声从台上走下来，不理周围的嘈杂，男人温柔的伸手想要接住他，艾琳下来吧。可小蜥蜴知道对方很讨厌爬虫类，他应该很失望的。泪眼朦胧中看到扔在地上的破布娃娃，那是父亲送我的玩偶。激动下手掌一滑，直接从高高的柱子上掉了下去。要死了吗？可我还不想死啊！无论哪里都好，拜托请让我离开这里吧。在落地的瞬间亮起一道金光，他竟真的原地消失。躺在玩偶上的艾琳缓缓睁开了眼，突然一只小手将她捞起，看到没有尾巴的她，便猜测她也是被人抛弃的对象。你和我的处境应该差不多，我很喜欢你，从现在开始你就当我的宠物吧。侍女还在为计划成功暗自窃喜，丝毫没有注意到后面有人靠近。众人只听到一声惨叫，便看见侍女捂着手臂瘫倒在地。我的女儿哭了。埃尔诺没有理会她的惊恐求饶，咔嚓一声结束了她的生命。可这还没完，随即看向踩断女儿尾巴的胖子，你刚才不是很会说吗？那你就滚去地狱慢慢说吧。老爷子见他还想砍翻全场，急忙上前阻止。男人漫不经心擦拭着剑上的血迹，如果不是你也就不会发生这种事。老爷子对他的质问很生气，那孩子是个爬虫类兽人，他有可能不是埃达姆家族的血脉，而这也彻底惹怒了埃尔诺，直接将剑指向自己的父亲，被老爷子用手里的钢笔挡住。不管怎样，他都是我的孩子。说完便要离家出走。狂暴化已导致男人身体达到极限，即便如此，希望在狂暴化发作前，您能尽快把女儿带到我面前。一旁的管家也觉得老爷子太过，您早知道那侍女是敌人的眼线，就算您想听艾琳小姐的回答，可对于什么都不知道的孩子，那就是胁迫。老爷子无言以对，随即在管家的安排下开始寻找艾琳，而意外被紫发少年捡到的小蜥，竟来到了最初计划的孤儿院，此刻正被眼前的紫毛小蜥小蜥的叫着。艾琳沉默地闭着眼，怕自己待会忍不住跳起来咬他。紫发少年名为里哈尔特，未来的魔塔主，最爱做人类要经过多少生死关头才会主动求死的实验，被众人称为疯子。小希，我救了你，你就是我的，以后你也要一直待在我身边。来到这里后，他一直尝试变回原形，但身体却没有一点反应。正苦恼的艾琳还时常被紫毛插到，你尾巴为什么断了？是不是被父母抛弃了，还是被同类排挤？果然什么生物都一样，都会排斥异类。艾琳这才想起，眼前的紫毛从小生活在无数的偏见中，只因他样貌出众，魔法天赋异禀，却没有父母。随后他朝我伸出了手，承诺以后我们就是彼此的亲人，你也可以证明你不比他们差，以后谁欺负你你就打回去。聊得正起劲的紫毛被突然打开的房门吓了一跳，起身连忙将小蜥蜴藏在身后。来人正是孤儿院的院长，你今天怎么没去训练？紫毛紧张之下手不自觉收紧，勒得艾琳发出了一声怪叫。什么声音？我说过这里禁止养宠物。紫毛晃动着手掌表示你听错了，刚刚只是我打的一个嗝。紫毛还想继续狡辩，却被院长严厉的口吻打断，并让他让开。紫毛激动的拒绝，就算你是院长，抢了我的东西，我也不会原谅你。
眼看大战就要一触即发，艾琳躲在身后瑟瑟发抖。听到里哈尔特叫他院长，看来他就是那个圣魔大战的英雄了。男人本有个幸福的家庭，在爆发战争后不久，受到神的指引来到战场杀敌。虽然战争最终赢得了胜利，可男人的妻儿销声匿迹也在战争中死亡。自此，他销声匿迹成立了孤儿院。见两人依旧争执不休，艾琳悄悄地从桌上一跃而下，伸出自己的蜥蜴腿，对着院长一顿猛地磕头。你是在请求我让你在孤儿院生活吗？艾琳激动地连连点头，她好像听得懂人话。院长看着眼前成了精的蜥蜴，我暂时允许你带着他。临走之前还嘱咐里哈尔特好好教他，明天的训练也不能迟到。反应过来的里哈尔特激动地跪在小蜥蜴面前，小蜥，你真的能听懂我们说的话吗？看来你我缘分是命中注定的。他摸着小蜥蜴柔软的肚皮，从现在起你一刻都不能离开我。如果逃跑的话，我会一直追你到地狱，再把你关起来。说完便在小蜥脸上来了一个么么哒。艾琳吐槽这不是疯子是病娇啊，莫名的有点想爸爸。第二天里哈尔特去食堂打饭，周围人见到他便开始嘲讽。习以为常的紫发少年只想着快点吃完好给小蜥送水果。听说他之前是个奴隶，就是像狗一样舔主人脚的家伙。里哈尔特淡定地走到几人身旁，直接将饭盆扣在对方头上。躺地上做什么呢？你把刚才说的话再说一遍。男孩色厉内荏，大喊他说什么了？丝毫不惯着他们的少年随手扬起冰魔，不记得了吗？那我就帮你好好回忆一下。猛然一只大手将他制止。我说过禁止对别人使用魔法，这样很危险，会有可能将对方杀死。里哈尔特看着不理解自己的院长，心里委屈极了，愤怒地甩开抓着自己的大手。他们的死活跟他有什么关系？说完头也不回地往外面冲。艾琳坐在窗前，从清晨等到黄昏，也没见到里哈尔特的水果。突然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响起，艾琳迅速地躲到床底。小希，你快出来吧！里哈尔特他离家出走了。听到是院长的声音，这才犹犹豫豫地爬了出来。男人见他果然听得懂人话，随即向他伸出了手。小希，你能帮我找到里哈尔特吗？把蜥蜴当成狗的变态院长竟拿出里哈尔特的臭袜子让他嗅，却意外地发现了气味指引的路。院长按照艾琳的指引，在丛林中快速地穿梭，猛然一个瞬闪，直接让他魂在后面追。被吹飞的小蜥蜴脑子里只有救救我，急忙拍打他的衣服示意他停下，对方却误以为要找的人就在附近，连连夸赞蜥蜴嗅觉灵敏。随后男人找到一块空地，将小蜥蜴放在地上。村庄里危险，你就在周围看看。说话的同时还将满是汗渍的手伸了过来，这是我的味道，找到里哈尔特后你就来找我吧。艾琳顺着气味一路来到村庄，很快就找到了那个熟悉的身影。少年正独自荡着秋千轻声的抽泣，艾琳费劲地爬上了他的肩膀，轻轻地舔舐着少年流泪的脸盘。里哈尔特惊讶地看着小希，你是来找我的吗？你腿那么短，一路爬过来很辛苦吧？男孩絮絮叨叨地述说着今天发生的事，不示弱地表示已经收拾了那几个讨厌鬼，尤其是艾秀那蠢蛋总炫耀自己要被收养，我可不羡慕他，就算没有父母我也可以活得很好。他偶尔会想，为什么他的父母不要他呢？他是什么地方被讨厌导致一出生就被扔掉？后面发现普通人讨厌魔法师，可如果是这样，他们就应该在他还在襁褓时杀了他呀。见少年陷入偏激情绪，他想起了原著里哈尔特和女主在成年相遇时，才得知自己是科林家丢失的孩子。艾琳看着眼前伤心的俊美少年，决定提前帮他找到自己的家人，那样女主和他的人生会不会更幸福？艾琳哒哒哒地跳到少年面前，拍着胸脯保证会帮他找到家人。眼见少年一脸呆滞，比划得更起劲，你家人没有抛弃你信我。随即单手叉腰，另一只手向外指了指，院长还在找你呢。他信心满满，自己比划得这么清楚，他肯定懂的，却被一句你在说什么激得溃不成军。见他无精打采，少年摸了摸他的头，谢谢你小希，你是特意来找我听我倾诉烦恼的对吧？你真是一条善良的蜥蜴。艾琳刚想说着什么，却被一声喷嚏打断，吓得他以为小蜥蜴感冒了，起身便要带他回家，却被小蜥蜴紧拽着衣领示意往后看。不远处的院长正在询问路人，福林心智地向后看了一眼，便快速地跑了过来。艾琳看着找来的院长与少年紧紧相拥，内心酸涩地笑了笑。此刻的他很羡慕被抱在男人怀里的少年，又是思念父亲的一天。还穿越到龙的家族，却是个随时会变身的蜥蜴幼崽。本想等疯爹对他没兴趣后就离家出走，怎料惨遭信任的人陷害，被迫断尾求生。命悬一线时邂逅了疯批美少年，朝夕相伴的两小只很快成为了彼此最亲近的人。少年在艾琳的安抚下沉沉睡去，自己却坐在窗前独自思念着父亲。院长惊讶这么晚还没睡的小希，逗趣他是个夜猫子蜥蜴。男人疼惜地看着眼前的少年。里哈尔特虽然表面看起来很坚强，内心却是个非常害怕寂寞的孩子。因为是魔法师的孩子，他受到了所有人的欺凌和辱骂。可院长不认为他的父母会抛弃他，因为魔法师的血脉是极其珍贵的，为此一直都在暗中寻找他的父母。可惜没有什么进展。小希，也许你可以填满他内心缺失的信任与爱。临走时还拜托他照顾好男孩。院长走后，艾琳费劲地爬上了床，准备进入梦乡，背后似乎有什么东西钻了出来，痒痒的却怎么也挠不到。最终放弃的小蜥蜴，祈祷让他快点变回人形吧。隔天，里哈尔特拄着拐杖骂骂咧咧地上了楼。该死的院长一大早训练我好几个小时，有完没完？压下愤怒的情绪，深呼吸。小希，我回来了，快出来迎接我吧。怎料映入眼帘的竟是一个粉毛团子。看迷眼了的男孩
回过神，生气的质问女孩为什么在她房间。艾琳连忙摆手：“你听我解释。”猛然在女孩手里发现了蜥蜴皮，滔天的愤怒让她释放冰魔法。你对我的小溪做了什么？想到院长说的你这样做可能会杀死对方，不甘心的收回魔法，并让他滚出去。此时院长循声走了过来，瞧见两人鸡飞狗跳的模样，问他们怎么了。院长，这个陌生女孩进我房间，还说自己就是小溪。院长注意到女孩衣服下的大尾巴，随后带女孩来到客厅，得知女孩名叫艾琳，是个蜥蜴兽人。里哈尔特这才相信眼前的女孩是小溪。突然恢复的人形让艾琳有点窘迫，要是再晚一点，可就大型社死现场了。院长聊起他的父母，一想到疯爹可怕的眼神，艾琳惊恐的说不出话。院长见他如此，也没再多问，让他和男孩住一起，相互照顾。在这之前，你这不停晃荡的尾巴得学会收起来。艾琳慌乱的用衣裙去遮盖尾巴。院长起身让他们早点回去休息。兽人的消息最近会去首都打听。艾琳想起科林家就在首都，这也意味着里哈尔特很快就能见到他的父母了。可这首都又该怎么去才好呢？再次变回人形的艾琳，一心只想帮疯批找到家人，让他开心。可他看到我的瞬间，居然要杀我，只因我不再是他的掌心甜宠西西。孤儿院的朝夕相处，让里哈尔特对他敞开心扉，每天都带他去秘密基地分享他收集的宝贝，里面都是他散步时捡到的漂亮东西，有壮实的橡果，五颜六色的贝壳，特别红的枫叶，还有多角虫的尸体。见对方被吓得哇哇叫后，笑出了声，随后献宝似的掏出一个蓝水晶，这是我昨天捡的，漂亮吧？而这正是埃尔诺的耳钉碎片。你喜欢他吗，小溪？艾琳希望他能叫自己的姓名，小溪是我给你取的名字，你就是小溪。见女孩一直盯着蓝宝石看，这个送你，但你可以送我什么呢？而他能给他的东西，也只有帮男孩找到亲生父母。我带你去首都吧。男孩想也没想，果断的拒绝。首都这不好那不好，不想去，那里会有你意料之外的惊喜哦。见男孩的注意力被吸引，艾琳保证绝不会让他失望。男孩勉为其难答应，但如果礼物让我不满意的话，小溪你就要一辈子待在我身边哦。我们俩都是孤身一人，就让我们成为彼此的家人吧。沉默半晌的女孩与男孩拉钩，应下这份承诺。在艾琳的计划里，院长明天乘坐马车去首都，必定会和孩子交代一些事情。他俩趁马夫不在的时候偷溜上车，就躲在马夫的椅子下，只要中途不被院长发现，他俩就能顺利的抵达首都。毕竟按照院长的性格，绝不会带他们。可到首都要花1周的时间，果然计划很难实现。可他想让男孩与父母一家团聚，再把宝石碎片给疯爹，还有将银行的钱拿出来。里哈尔特见女孩还在思考可行计划，小溪，你很想去首都吧？昨天不是说好了我们是一家人，无论你要做什么我都会陪你。让迟钝的女孩心生感动。很快就到了院长出发的那天，两人计划实施非常顺利。本以为可以坐里面嗑瓜子，结果却像是在叠俄罗斯方块。里哈尔特没忍住喊了声艾琳，随即被凑过来的可爱小脸羞得脸颊红扑扑的，支支吾吾的半天说不出一句话。当马车开始移动时，一阵阵哐当哐当的颠簸感心，两小只意识到要完蛋了，因为接下来的路程院长救命了。不出意外的还是出了意外，只因两小只在椅子下面叫声实在太早，自知犯错的两人排队站好，接受着院长唾沫横飞的狂轰乱炸。男人对眼前两个不听话的家伙很是头疼，正打算重新叫辆马车送他俩回去。艾琳急了，请求男人带他们一起去。考虑到首都对小孩子太危险，男人果断拒绝。不肯放弃的艾琳直言有重要的事情需要自己去做。里哈尔特看着一脸为难的女孩，忍不住想要出声为她说话时，艾琳从兜里掏出一颗蓝宝石，我需要将这颗宝石交给埃达姆家族。情急之下透露自己与埃达姆家族相识，只有自己送他们才会收，要是院长独自前去会被怀疑，让您担心真的很抱歉，这东西对埃达姆家族真的很重要。就在院长犹豫不决时，马夫的催促声传来，艾琳慌得急忙再次哀求男人，我会很乖很听话，拜托请让我跟着您一起去首都吧，院长。男人无奈地叹了口气，嘱咐他赶紧上车，天要黑了。艾琳兴奋的就要跟上去，却发现里哈尔特待在原地一动不动，紧抿的小嘴透露着些许阴郁。与此同时，远在首都的埃达姆家族阴雨绵绵，女主沙尔奈正在帮男人压制狂躁症，漫长的净化治疗不见起色，沙尔奈很是不解，家族其他人3秒钟就搞定，唯独这个男人反而越来越暴躁。埃尔诺不耐烦地抽回自己的手，让他不必浪费时间，早点回去休息。碰到两儿子从外面回来，得知一点女儿的消息都没有，暴躁的埃尔诺抑制想去砍瓜的冲动，只因不想女儿回来看到生气的自己。路过艾琳居住的房间，仿佛又看到那个刚睡醒的粉团子在跟他打招呼。如梦初醒的男人不自觉地走到床边坐了上去，他出于好奇心的恶作剧，仅仅是因为戒指上沾染的气息，在新年宴会上收她做假女儿，还要陪她上演父女情深的戏码。玩腻了的话扔掉就好了。可就在男人狂暴化抑制不住嗜杀欲望时，女孩不顾一切地朝他跑来。男人心里明白，她是自己的女儿，是他愿意用真心疼爱的女儿了。望着如今空空如也的地方，我亲爱的女儿，你到底在哪里？亲爱的女儿，你到底在哪？是不是也和爸爸一样，正想尽办法的回家？终于忽悠院长带他们一起去首都，却发现里哈尔特还待在原地。女孩还以为他在为自己撒谎生气，却不想对方兴奋地称赞他好厉害，竟然凭借一颗随手捡来的宝石编出了那样的理由。艾琳正不知道如何向他解释，却被对方一手握住，急忙追上准备离开的马车。女孩并没有很开心，她的谎言就像胡乱堆叠的积木，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坍塌。很快马车就到达了院长安排的落脚点。里哈尔特像是第一次出门的小孩，各种各样的东西都吸引着他。很快又发现了桌上五彩斑斓的点心，边吃边问这个东西能不能吃。此时院长表示自己有事要出去一趟，嘱咐他们两个老老实实待着，这不要乱跑。
有什么事可以用这个通讯器联系他。还有关于那颗宝石的事，等他回来再处理。到了晚上，看着熟睡的梁小芝，院长才放下心去办自己的事情。他也不知道将他们俩带来首都好不好，只是看着如自己女儿般祈求的模样，他做不到狠心拒绝，却也不想再发生令他后悔的事情。隔日清晨，艾琳看到桌上院长留下来的物品里竟还有3万软妹币，回头瞥了一眼还在熟睡的里哈尔特，想到对方说的要一辈子待在一起，艾琳只当是他的一句戏言，毕竟他还只是个孩子，根本不会明白自己说这句话的意思。不期待就不会受伤，他只想待在孤儿院快乐的抓蝴蝶。艾琳决定先帮他找到家人，他一定会很开心。想了想，还是给他留下了一封信，然后整理了一下衣服准备出去。尽管只有5岁的软萌外表，但不影响他18岁灵魂出去浪的心。很快肚子传出了咕噜噜的抗议，只能先放下雄心壮志奔向续命店。走在街上的艾琳啃着美味的面包，心里却流下了贫穷的泪水，扒拉着手里的金币，应该还能租辆马车，如果钱不够那就中途下车吧。路过繁华大街的艾琳又听见一阵肚子咕噜声，转头看去是一个蹲坐在墙角的小孩，他看起来跟里哈尔特年纪差不多大，正可怜巴巴地盯着他手里的面包。艾琳不舍得看了看自己买的早餐，但还朝着男孩走了过去。这是乌梅子酱带蛋花的面包，给你吃吧，要是不喜欢给你换个芥末味的。所以你喜欢这个还是那个？这时男孩抬头露出他的盛世美颜，惊得艾琳连连后退。亲爱的宝子们，你猜出他是谁了吗？此刻的里哈尔特比起找到陌生的家人，却更希望小蜥蜴能永远留在他的身边。命运的齿轮让艾琳遇见了白毛，只是因为对方肚子饿，好心递了块芥末味的面包给他，怎料他跟了我一路，竟还要给我做狗。艾琳突然意识到，眼前这个银发蓝眸的孩子不简单，毕竟按照颜狗大大的风格，这么倾国倾城的小脸可不就是小说里的男主吗？配角都是不配拥有外貌形容词的，那眼前的这个孩子必定会和女主有联系，不行，他得赶紧跑。他还没有帮里哈尔特找到家人，更不想被埃达姆家的人抓回去。白毛看着手里的面包，笑得意味不明。另一边，老爷子正在询问管家女孩的消息。如果那个奸细没有污蔑小毛球，事情也不会变成现在这样。话虽如此，但家主您也并非没有一点责任。心虚的老爷子顿时恼羞成怒。埃达姆家族的孩子都是揍完再谈话，你不也知道吗？管家表示完全理解，您先消消气。自知理亏的老爷子问起了埃尔诺都在忙什么。得知不孝子连续3天取消所有行程以后，气得捏断了手里的钢笔。他真是倒了8辈子血霉才有这么个不孝子。与此同时，院长来到一家小酒馆，不废话的男人朝老板扔了一袋金币，把我预定的东西给我。见状，老板也爽快地掏出了一张 VIP 入场券，他为了拿到这张票腰都折断了。不明白男人要去这种肮脏的地方做什么。传闻这是场规模最大的拍卖会，不仅有各种昂贵的珍宝，还有各处拐来的稀有兽人，尤其是样貌绝佳还长有耳朵和尾巴的兽人最受欢迎。不过拍卖场背后的势力明月公会，连皇帝都不放在眼里，你要小心。院长表示他不会乱来，小孩子无辜能救一个是一个。而就在这时，门口谄媚的声音引起了院长的注意。大佬，您对我们的情报还满意吗？见大佬满眼杀气，连忙使唤伙计弯成360度。大佬您慢走，你一直盯着人家看是被迷住了吗？恼怒的院长让他闭嘴，只是好奇那个男人的身份，能让缺德的雇主有这么狗腿子的一面。老板说自己也不清楚，只知道他在到处找女儿。丧心病狂的明月公会看见孩子就套麻袋，都不看孩子的身份。院长不由得为自己带来的梁小芝担心起来，迫不及待的想快点回去确认他们的安全。里哈尔特、艾琳，你们千万别乱跑，一定要乖乖等我回来。谁能想到以后杀伐果断的大神官，竟然是个喜欢跪地的粘人跟屁虫。艾琳在繁华的街道上刚走几步，便感觉有人在跟着她，不想理会，心想对方也许是顺路的吧。可白发热切的视线和紧跟的步伐让她停下了脚步。我没有多余的面包给你了，你能别跟着我了吗？白毛不等他继续说完，便扑通一声跪了下去，请您收留我吧，我会好好侍奉您我的主人，拜托了。艾琳惊得脑瓜嗡嗡的，连忙让他起来，有话好好说。眼看吃瓜的群众越来越多，欲哭无泪的艾琳忍不住心中狂吼造孽。为了缓解此时的尴尬，只能暂时让男主跟着自己。他很清楚男孩讨厌什么，赶走他也只是分分钟的事。被一路主人叫烦的艾琳回头看了一眼，我没米给你，别再叫我主人了。我知道了主人。无奈的艾琳终于找到了一辆马车，上前询问车夫去克林公爵府的费用。谁知车夫不想理会他，转头就去接待了别的客人，还让他快点回去找爸爸。吃了一嘴灰的艾琳，这简直太过分了。这时一直跟着他的白毛突然开口，主人，我知道那个地方，我带您去吧。眼看自己又要被拒绝，他只能再次使出必杀技。为了避免再次被人吃瓜的艾琳，乖你带路我去还不行吗？没一会两人便到了科林公爵府，而这仅仅只是拐了一个弯。苍天的他为什么要在这？真的很没面子的好吗？白毛表示有任何需求都可以喊他，也会在大门口一直等待主人。最后他竟还学了一声狗叫。艾琳疑惑地问他在做什么，为表服从他愿意成为主人的狗狗，于是又叫了2声。这孩子八成是脑子有坑，长得好看还善良，应该过得挺艰难。算了算了，就让他跟着吧。谁能想到这个心软的决定会让他每天都被拉扯到晕厥。艾琳走向看守的护卫，表达自己是公爵大人儿子的朋友，希望他们可以放他进去。在护卫一阵讨论过后，还是决定先去通报公爵。艾琳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只是里哈尔特现在在做什么呢？他有看到我留的信了吗？知道自己就要和家人团聚，会不会很开心？但他不会知道，此刻的里哈尔特比起找到陌生的家人，却更希望小蜥蜴能永远留在他的身边。醒来的男孩发现小蜥离开了，虽然信上说明了原因，可谁要会抛弃他的父母？你说过我们是家人，会永远待在我身边，为什么连你也要抛弃我？无尽的绝望几乎要将他淹没，甚至疯狂到想要毁掉眼前的一切。小蜥，你到底去了哪里？你不要我了吗？
轻轻地摸摸小宝贝的脑袋，祝福所有的宝宝们每天都能幸福快乐。然而这温馨的画面却是别人眼里的玻璃渣子，只因出生在这个家族的孩子，凭借天生觉醒的特殊血脉，会成为其他势力的威胁。躲在门外的侍女冷冷地看着这一幕，她不顾孩子的死活，转手便将他丢给人贩子。女人想要的从来不是金钱，而是那个家族的支离破碎。艾琳来到公爵府大门前，在侍卫喋喋不休的质疑中，希望他不要有任何隐瞒，只因公爵大人非常讨厌说谎的人。随着大门的打开，他终于见到了科林公爵，那应该就是里哈尔特长大的样子了。紫色的发丝如同精灵般梦幻，他的美貌让艾琳无法从他脸上移开。然而男人只是一脸平静地处理文件，让他把知道的赶紧说出来。见对方迟迟不开口，这才不悦地抬起了头。他冷漠又毫无期待的眼神，仿佛是在告诉他，你敢骗我就死定了。艾琳不知从何说起，他叫里哈尔特头发是紫色的，被自己蠢到的艾琳，这些废话说了等于没说呀。突然灵光一闪，他想起了男孩的耳坠，那是一个白色四方形的耳饰，会因为使用冰系魔法结出双花。闻言一脸不可置信的公爵快速打开盒子，取出一枚耳坠。难道你说的是这个？得到肯定回答的男人再也忍不住激动的情绪，就想往外冲。这一个模子刻出来的动作真是精准到毫秒。看到如此焦急的公爵，女孩犹豫地说出自己还有点其他事，她是瞒着里哈尔特过来的，需要一点时间跟他解释，所以您能再等等吗？明天他一定会把里哈尔特带过来。男人不善的眼神像是在说，你竟敢让我等。很快冷静下来的公爵疑惑，他怎么知道那是我的孩子？我就是四处逛逛看到了寻人启事，发现上面描述的和我朋友很像，于是就来了呀。在原著中是女主多次看到了寻人启事，只是孤儿院离首都太远了，消息根本就传不过去，导致里哈尔特成年了才找到家人。看着把自己当小孩哄的女儿，为了儿子我就信如此，拿出通讯器让他好了就发个语音，明天他会亲自派马车过去接，还礼貌询问要送他回去吗？不用了，我朋友还在外面等我。刚出门的艾琳便被白毛追了过来，主人您的事情办完了吗？这次多亏有你，谢谢啦，不过我没想到你真的会等我，还有别再叫我主人了。说话间袋子里的均衡碎片不小心掉了出来，眼看着碎片越飞越远，艾琳慌了，白毛先一步捡起了掉落的碎片，说自己也有这东西，还是2块呢。接着双手捧着3块碎片递到主人眼前，您看他们长得都一样了。艾琳愣住了，原著中均衡碎片只有主角才能拥有，埃尔诺3块，里哈尔特1块，剩余的3块中有1块下落不明，而另外2块就在未来的大神官手中。所以喜欢吃芥末味面包的白毛，他就是外穿成黑龙家族的蜥蜴幼崽，如今逆袭成为团宠，竟被全员争抢一个他，无奈与疯批富二代定下契约，怎料被软萌病娇偷了家。憨憨白毛捧着碎片，一脸笑嘻嘻，主人这些玻璃球都给你。面对白毛讨好的行为，艾琳尴尬的连连拒绝，这东西看起来像，但它们不一样，所以你还是自己收好吧。心想这玩意可不是什么好东西，他可不想又被卷入什么危险中。白毛是不是未来的大神官呢？他不应该还在神殿被大祭司折磨着吗？为什么跟着他不放，还一直要给他做狗狗？原著中的男主信念坚定，只是眼前这个小哭包是怎么回事？估摸着应该不是同一个人，于是便让他暂时先跟着自己，只是猝不及防的狗叫，让艾琳后悔自己刚刚的决定。到达住处的2人，艾琳让白毛在外面先等一下，他需要和朋友说一声。不出意料的跪地杀，让艾琳直呼求求你别跪了，你就站那等我一会就好。来到门前的艾琳还是有些忐忑，毕竟自己的不告而别，现在更是带了一个拖油瓶，希望里哈尔特不要生气。打开门后，里面一片黑漆漆的，艾琳轻声呼唤着里哈尔特，宝宝我回来了，你在里面吗？很抱歉走的时候没跟你说一声，回来的路上我买了你爱吃的糖葫芦。话音刚落，便感觉脚下传来异样的触感，女孩慌了，一地的碎玻璃，是发生什么事情了吗？艾琳你找到了吗？找到了我所谓的家人了吗？当然，他还说明天要派马车来接我们了，不知道我看到你父亲时吓了一跳，你们长得太像了，怎么样，我们明天一起去吧，一起去见你的父母好不好？此时的里哈尔特就像一只受伤的小兽，满眼的悲伤，他不停地质问艾琳，为什么我为什么要去那种地方？我们不是约好会成为彼此的家人吗？你不是已经答应我了？可为什么连你也跟我父母一样想要抛弃我？我是真心要和你成为家人，以前是，现在是，以后也是，求求你别离开我。艾琳一直以为男孩只是害怕孤单，说出要留他一辈子在身边的话，也不过是2个孤独的人相互取暖罢了。他已不敢再对任何人抱有期待，这是书中的世界，而他自始至终都是一个游客。我没有骗你，也没有不要你，而且我也真的很喜欢你，比起我，你的家人们更爱你。你的父母并没有抛弃你，他们只是因为你被坏人偷走，不小心把你弄丢了，他们怀着你还活着的希望，一直在不停地找你。我亲爱的里哈尔特，明天我们一起回家看看吧，好吗？此时男孩的眼泪像断了线的珍珠，滴答滴答地落在了婴儿的小脸上。小希，你是骗我的对吗？这是你想抛弃我而对他编织的美梦吧？而另一边还在思念着儿子的克林公爵，从手下口中得知那个兽人并没有撒谎。男人抚摸着照片上的儿子，里哈尔特，我的宝贝，谢谢你还活着，爸爸真的好想你啊。一次偶然救下来的蜥蜴幼崽，竟会成为他一生不舍的羁绊。小希，我们还会是家人吧？得到女孩的肯定回答，里哈尔特才从悲伤的情绪中走出来，擦了擦眼角的泪水，向女孩再次确认，即使克林公爵真的是我父亲，你也会跟我一起生活的吧？被问住的艾琳支支吾吾表示自己还有其他事，难道有什么事能比他还重要吗？这要怎么回答才好？里哈尔特害怕地捏紧他的手，小希不要走，跟我一起生活好不好？我会把最好的都给你，求你不要抛弃我一个人离开，我们彼此约定的，没有你我不知道要怎么活下去。2人的争吵吸引了男主的注意，本该安静等待的他担心主人会受到伤害，
里哈尔特警惕地盯着门口的陌生人，你是谁？为什么进他房间？白毛看着满屋的狼藉，焦急地向艾琳跑来，询问主人有没有受伤，还让他先离开这，他来解决这个给主人带来威胁的家伙。然而里哈尔特拉着女孩的另一只手，质问白毛为什么要拽着小西，还让他赶紧滚。在两人火药味十足的争执中，被极限拉扯的艾琳痛不欲生，爸爸你快来救救我吧，不然你就再也见不到你可爱的女儿了。说着就要打起来的两人，突然听到声音，吓得两人同时松开了手。艾琳无力地趴在地上，表示肚子好饿。里哈尔特心疼地看着小西，只能先放下对白毛的敌意，去准备食物。而艾琳和男主开始清理起房间。白毛打扫时看见了掉落的寻人启事，他就是那位公爵遗失的孩子，并且还是一位魔法师吧。艾琳诧异地看了男主一眼，自己并没有和他说过这些，他是怎么知道的？似乎看出了主人的疑惑，解释到他身上有魔法师的气息，还说主人的衣服脏了，提出帮他把斗篷脱下来清洗一下。原著中的大神官是个以人为尊、极其讨厌兽人的存在，如果他是未来的大神官，不知道他看到斗篷下的尾巴，会不会因此远离他们？怎料这个憨批只是一个劲的夸斗篷很珍贵，丝毫没有注意到他故意露出来的尾巴。艾琳提醒他没看到其他的吗？会不会觉得恶心想吐呢？见他没什么反应，想来应该不是同一个人，便询问他的名字。主人，我叫鲁西里温，这个名字好熟悉啊，这不就是原著中的男主吗？他到底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像是看出了主人的疑惑。男主说是因为您如神一般拯救了他。正当他要说出原因时，里哈尔特带着满满一车精美的食物过来，艾琳的注意力被瞬间吸引了过去。正当女孩吃得起劲时，里哈尔特说吃了他的饭就不能离开他。你没看见主人不愿意吗？闭嘴吧你！第二天早上，酒店围满了小声议论的吃瓜群众，只因门口停着一辆奢华的黄金马车。三人看着这么张扬的马车，商量着要不要换一辆时，科林管家悄悄地来到他们面前，亲爱的小少爷，非常荣幸能来接您回家。说罢将红地毯一甩，直直地扑到他们跟前。尊贵的少爷和两位贵客请上马车。闻言鸡皮疙瘩竖起来的三人，顶着成吨质疑走上了属于他们的新篇章。里哈尔特外表强悍，内心却十分脆弱和孤独，只因他魔法天赋异禀却没父母，便受到了所有人的欺压和排挤。一次负气出走，让他救下一只昏迷的蜥蜴幼崽，看到没有尾巴的他，便知道定是被人排挤抛弃的对象。少年偏执地认定他是自己的家人，带他去秘密基地看宝藏，陪他实施疯狂的逃跑计划。只因女孩的出现填补了他缺失的信任与爱。一觉醒来的里哈尔特发现小西离开了，虽然写信说明了原因，可比起陌生的父母，他才是少年想要留住的那缕阳光。里哈尔特心不在焉地看着窗外，过了很久才发现有人在喊他。艾琳看出少年的闷闷不乐，关心地询问他是不是紧张了。里哈尔特没回答，却指着这家伙问他是谁，为什么要一直跟着他？我是主人的狗狗，需要时刻在主人身边，是否？不等子毛继续发问，直接汪汪叫了2声，以此表明自己的立场。里哈尔特看着没脸没皮的白毛，怀疑他是不是脑子有问题。顿感好笑的艾琳希望两人可以做朋友，听着他们砍价试的半天，他感受到了一阵久违的轻松，只是不知道院长看到天价赔偿单会不会后悔当初的心软。艾琳在信中解释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并为他的自作主张道歉。当您看到这封信时，我们应该到科林公爵府。此时一众仆人排列整齐，面带微笑地迎接着他们的小主人。就在三人不知所措的时候，一名女仆上前领他们去会客室。几人在穿过漫长的走廊和数不尽的台阶，终于抵达了目的地。艾琳觉察出子毛的忐忑，于是上前握住他的手，故作轻松地安慰他，没关系，这里所有的人都很喜欢你，所以你不需要担心任何事。得到安抚的里哈尔特平复了不安的情绪。谢谢你小西。随着大门吱呀一声，时隔多年的分离终于要在这一刻团聚了吗？公爵大人、少爷和少爷的朋友来了。男人克制住想要跑出去的冲动，只是轻声说着让他们进来吧。公爵大人您好，按照约定我把里哈尔特带过来。说完便让子毛去跟父亲打个招呼。里哈尔特向前走了2步，缓缓摘下兜帽，露出一张与科林公爵一模一样的绝美容颜，伴随着耳饰的光芒，男人十分肯定这就是他寻找多年的孩子。情难自禁的他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将里哈尔特紧紧搂在怀里，一遍遍呼喊着他的名字，想对怀里的少年述说着多年的思念与自责，最后都化作一句爸爸好想你啊。迟来的深情比草芥，里哈尔特冷漠地推开公爵，并让男人证明他是自己的父亲。怨恨他的抛弃让他被人肆意欺凌，不是他的3言2语就可以被原谅。公爵看着语无伦次到哽咽的儿子，心疼得像针扎似的难受。里哈尔特，我的宝贝，我和你的母亲从未抛弃你，而是把你刻在心底，无时无刻不再思念。他愿倾尽一生去寻找，只因你是我们唯一的孩子，不求你马上原谅爸爸，但可以给他一个解释的机会好吗？就在科林公爵想带儿子离开时，里哈尔特却一把抓住小西的手，让他一起，还说他想离开他也要跟着。公爵看着还没捂热的宝贝突然跑，心里1万匹龙奔腾而过。男人危险的怒视面前碍眼的粉团子，似乎在说你敢惹哭我儿子，我跟你没完。艾琳看懂了儿子奴眼神里的紧抱，答应里哈尔特哪也不去。在下午茶的无限续杯中，公爵感激女孩找回了他的孩子，絮絮叨叨地说着这10年发生了什么以及失去孩子的痛苦，最重要的是害他们父子分离多年的家伙，他都会一个一个揪出来，让他们得到应有的报复。里哈尔特，我的宝贝，你想知道的一切我也会毫无保留地告诉你。里哈尔特抗拒公爵父亲的温情告白，却被男人帅气的报复手段而深深折服。艾琳被疯批公爵吓得直冒冷汗，不由得怀疑自己千里送儿这个决定是否正确。怎料里哈尔特对着男人小心翼翼地喊了声爸爸，
还让对方下次有这场面一定要叫他去陪，可以吗？爸爸，乖儿子，帅爸爸，好儿子，好爸爸。就在艾琳快要被两人温馨的场面越到变身时，侍女前来提醒晚餐已经准备好了。公爵示意女仆带少爷和白毛先去，他有事想和女孩单独聊聊。然而里哈尔特撒泼打滚的表示抗拒，还不依不饶的要拉小西一起。宝贝，我就和你朋友聊一会，你耐心等待一下，先去好好吃饭好吗？目送儿子离开的男人，此时浑身散发着生人勿近的气息。随后礼貌且冷漠地询问艾琳有关里哈尔特所有的事情，得知自己的宝贝在孤儿院生活，便猜出他身为魔法师的孩子定是饱受各种非议和排挤，身边没人保护，他可怜的孩儿一定过得很艰难吧？这一切都是爸爸的错。艾琳见他脸色阴沉的可恶，估计是被自己脑补补偏了，开口继续说道：孤儿院的院长阿比温，他对里哈尔特悉心照顾，教会他练剑和使用魔法，少年才能成长得这么优秀。原来是他，那算了吧。他刚还想着能不能把院长抓过来。艾琳听完不禁松了口气，没想到他的一句话改变了孤儿院的命运。你想好要什么了吗？就是让我们父子团聚应得的酬劳，无论你想要什么我都会给你。被馅饼砸晕的艾琳根本就没想过这个问题，她有自己的小金库，但不能取，请求住这里感觉有点太过分，现金太重，宝石也不太好处理。灵光一闪的艾琳提出自己想要一个豪华庄园，位置大约在离埃达姆家族不远，方便他观看原剧情的发展。公爵表示这不难，但一个兽人拥有自己的庄园是件很危险的事情。艾琳心里咯噔一下，连忙查看自己的尾巴有没有被藏好。看女孩惊慌的模样，解释道是因为她身上散发的魔力，一个没有主人的兽人是不受帝国法律保护，这也意味着你时刻都处于危险当中，最安全的方式便是回到你的族群。所以你的种族是什么？是蜥蜴。女孩的回答让他不解，无论长相、发色还是眸色都与他接触的蜥蜴族完全不一样。公爵突然想到了什么，改口让他不用那么麻烦，只因他有一个更好的提议。随即大手一挥，一份用魔法书写的契约出现在女孩面前，你和里哈尔特成为兄妹怎样？艾琳接来文件仔细查看，上面衣食住行都给她安排的妥妥的，作为条件便是陪伴子毛一起长大。你愿意成为克林公爵府的养女吗？帝国的另一边，一个身穿黑色斗篷的少年穿梭在人群中，手拿着张地图抱怨这破地方怎么这么难找，回去就让父皇把这里的道路好好规划一下。就在少年挨个排查的间隙，不小心撞到了路人，随着兜帽的掉落，一位拥有红宝石眸子的金贵少年映入眼帘。即便他迅速拉起帽子遮挡，却还是被别有用心的人注意到。男人猥琐地盯着少年远去的身影，口中喃喃着找到你了。亲爱的宝宝们，你知道他是谁吗？艾琳会答应克林公爵的提议做子毛的妹妹吗？他和白毛又会擦出怎样的火花？还有他还能不能与自己的疯爹团聚？艾尔诺，你快来，这里有人要跟你抢女人了。面对两个幼稚鬼的争吵，艾琳摆烂地躺在床上不想理会。她已帮助子毛找到了家人，现在就剩送男主回神殿了吧。然后取出银行里的剧本，顺道将均衡碎片送还给爸爸。不过他偷东西的污名还在，万一又被当作小偷了怎么办？尽管自己不是疯爹的真女儿，但那些美好的回忆他不能忘，只因他内心渴望着那份不属于自己的爱。艾琳决定将碎片和信件一起寄过去，在这之前他得先去买点信纸。就在这时，里哈尔特的鬼哭狼嚎吓了小西一激灵，他愤怒指责白毛胡说八道，还说小西你不愿意住我家。白毛脱口而出的少做梦，彻底激怒了子毛，我以后和小西还要结婚呢。躺枪的艾琳再也躺不住了，气急败坏的子毛完全不是男主的对手。艾琳受不了幼稚鬼的争吵，默默下了床。就在两人吵得难解难分时，子毛突然发现小西不见了。这时两人才在大门发现要偷跑的女孩，纷纷询问他要去哪。我头疼，想去散步，一会就回。里哈尔特说送餐的就快来了，主人想干嘛就干嘛，别顶嘴。身为主人的狗狗，他想只有他才有资格跟随。不，你不想。本蜥一直想一个人待会。说完便逃似的离开了。另一边的克林公爵吩咐侍女给院长报个平安，他想正式邀请男人表达感谢，同时也对兽人女孩产生了好奇，这让他不由得想起第一次与女孩见面时，他眼神中透露的坚毅与成熟，就让他当时惊诧不已。面对女孩的拒绝，还是坚持到这份收养协议永久有效。你想清楚后，随时可以来找我，或者你还想回到那个孤儿院。女孩听出男人对孤儿院的轻视，闷声说不知道他如何看待，但对于很多孩子来说，那是一个很温暖的地方。如果不是孤儿院，他也就不会遇见里哈尔特。女孩一脸认真地表述自己的想法，脸上透露着与年龄不相符的成熟。无论她的样貌还是性格，都是一个让人无法忽视的孩子。难道她也和我可怜的孩儿一样？弱兽人族出现了变种，要么是天使的代理人，要么就是恶魔的长辈。那与众不同的女孩，定是受到同族的排挤和父母的抛弃，离家出走，遇到了里哈尔特，从此把孤儿院当做自己的家。这大概就是他那么成熟懂事的原因了。艾琳，我一定会让你成为克林家族的养女，虽然比不上他的儿子，但也要让你成为一个优秀的孩子，不是成为一个幸福的孩子。艾琳穿过长长的走廊，检查自己的尾巴有没有被藏好，整理衣裙，戴好帽子，感受指尖传来的触感。艾琳对院长的照顾充满了感激。她从克林公爵那里了解到，处于生长期的兽人魔力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长，尽管有斗篷的掩盖，也逃不过魔法师的感知。她迫切需要找到控制魔力的方法，否则外出的她很容易被当成猎物。恍惚的艾琳还在思考公爵疯狂的提议，却被身后重物掉落的哐当声惊醒。她捡起箱子询问道：“你东西掉了，需要我帮你拿吗？”却不想男人疲惫地看了她一眼，客气地说了声谢谢，便接过女孩手中的箱子，踉跄地走了。
善良的艾琳还在犹豫，只因她步履蹒跚，还带着一脸冷汗。眼见太阳西下，她还是抓紧时间去买东西了。随后哒哒哒的向杂货店跑去，外面太危险，她要尽快赶在天黑之前回来。当女孩消失在人群中，来到城镇的女巫察觉到了异样。尽管对方身穿魔力阻断斗篷，但地上掉落的粉色长发表明这是一个力量强大且十分稀有的兽人。吩咐下去，这个猎物他势在必得，否则你们就没有回去的必要了。艾琳她又会遇到怎样的危险？她的疯爹还能收到她的信吗？彼此思念的疯爹与女儿却在意想不到的黑市相遇。也许那时的他只要大喊一声爸爸，他就会从天而降拥他入怀，并温柔安抚有爸爸在，不会让任何人伤害他。可小蜥蜴知道对方很讨厌爬虫类，爸爸应该很失望吧。担心孩子安全的院长马不停蹄地赶到酒店，他从侍从那里了解到一个大概。虽然女孩在通讯器里再三保证很好很安全，但他心里还是隐隐感到不安。就在这时，克林公爵送来了邀请信，才令他放下心去做自己的事。离开酒店的院长乘坐马车匆匆赶往月牙的秘密基地。阿比温打量女孩留给他的信件，一个突然出现在孤儿院，连魔力都不懂收敛的蜥蜴兽人，字迹纯净灵动，用语也十分礼貌周正，显然是一个受过正式教育的孩子。可他为何会以兽人形态出现？还十分害怕提及有关父母的问题。他又是从哪得知里哈尔特的身世及父母？车夫的吆喝让阿比温暂时抛开这些谜团，只因接下来还有更重要的事在等着他。男人戴上早已准备好的狼头面具，来到了月牙地下拍卖场。看似金碧辉煌的外表下，却藏着污秽不堪的黑暗交易。这里不仅有各种昂贵的珍宝，还有各处拐来的稀有兽人，尤其是样貌绝佳还长有耳朵和尾巴的兽人最受欢迎。拍卖场背后的势力明月公会富可敌国，就连皇帝都对其十分忌惮。而阿比温来这个目的，便是尽可能多的拯救一些被拐来的孩子。核对完入场券，换来了可以交易的令牌。男人在侍从的热情接待下，看到了一件最不可能出现的商品。院长整个人都愣在原地，女孩也是歪着脑袋，一脸无辜。会察觉出异样的侍从还在一旁不停地推销，这是今天刚到的上等货，样貌美丽，还是个变种蜥蜴兽人，既可以当做玩物观赏，也可以作为宠物圈养。突然的碎裂声打断了侍从的喋喋不休。这就是你们月牙公会所谓的质量吗？反应过来的侍从一边称赞院长握力惊人，一边表示立马准备个新的令牌。等到男人走远，阿比温才转头看向女孩。我是院长，还认得我不？你有没有是身体受伤了没？女孩一脸茫然的点点头。听好了，艾琳，这次你绝对不可以乱跑了，只有这样我才能救你，听明白了吗？女孩只是一个劲的点头。而此时侍从也从远处匆匆跑过来，抱歉让您久等了。院长冷漠的接过新牌子，不等人开口便直直的往前走，直接带我去看其他孩子。侍从谄媚的跟上去为院长介绍其他商品。听着两人走远的脚步声，艾琳心里难过的快要喘不上气。这到底是什么情况啊？他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明明上一秒他买完信纸，开开心心的往家里冲，下一秒就什么都不知道了。醒来的时候就在拍卖场的牢笼里，还被刚打完视频的院长逮个正着。而这正是原著女主与皇子相识的地方。沙尔奈被绑到了这里，碰巧被阿比温救下，逃走的时候顺带救下了病重的皇子，两人因此成为了好朋友。如今他莫名其妙的也被绑到这里，想起院长刚刚的嘱咐，他还是乖乖待在原地才是上策。只因院长这次会救下所有的孩子。突然远处传来一阵谩骂声，随着锁链的打开，一个黄毛少年被人重重的扔进了牢笼，临走还不忘让他闭嘴，小心你的舌头。嚣张的黄毛指着男人就是一顿输出，你们这些愚蠢的贱民，知不知道我是谁？等小爷我出去了，定要把你们大卸八块，该死的一群混蛋。这时的黄毛才注意到旁边的面团，土包子，你是在看我笑话吗？还不把头低下去，连最基本的礼仪都不会吗？急促的咳嗽并没有让黄毛停止输出，依旧喋喋不休的咒骂着，还让女孩好好表现，到时候可以发发善心带她一起出去。听着他更加剧烈的咳嗽声，艾琳犹豫着要不要上前给他拍拍。就在黄毛冻得瑟瑟发抖，快要支撑不住的时候，女孩用自己的斗篷盖在他身上。也许黄毛从未与人有过肢体接触，一时之间不知道该做什么动作。突然炸毛的少年对着女孩大喊大叫，你个狡猾的面团想对我做什么？艾琳无语的解释道，你这样下去会冻感冒的。黄毛甩开女孩的斗篷，未经她的允许，不准触碰她尊贵的身体，别以为你这样做我就会接受你，我已经有爱慕的女孩。艾琳看着这个狂妄自大的自恋狂，隐隐有种不祥的预感。亮眼的金发和白皙的皮肤，左眼下方有一颗泪痣，如血液般的鲜红眸子，还有经常咳血孱弱的身体，这不就是书中注定短命的混混小皇子艾诺西吗？艾琳又会和他发生怎样的故事？他们又该如何逃出牢笼呢？长期得不到父母关爱的女孩，偶然得到天神的祝福，给了她一个穿越时空当女主的机会，却不知这是命运的又一次捉弄。混成悲惨路人甲就算了，还被人套麻袋绑到地下黑市拍卖。本以为在暗无天日的牢笼遇见了帅哥，谁知他竟是一个碎嘴的短命自恋狂。正在牢笼的艾琳却回忆起书中剧情，黄毛被阿比温和女主救出牢笼，但即便是这样，恶劣的环境导致黄毛的身体越来越虚弱，最终在一个寒冷的冬天，混混小皇子艾诺西永远的离开了这个世界。痛失爱子的皇帝意外得知儿子患病，竟是被人精心策划，故意安排病重的士兵接近所导致。皇帝大怒，下令不惜一切代价抓捕帝国所有反派的势力，专横的贵族到处逮人，甚至污蔑举办庆典的平民是同伙。非人的压迫持续了近10年，女主意识到帝国的混乱不堪，于是高举反革命的大旗，带领陷入水深火热的民众揭竿起义。看着女主这么中二的姿势，当时的她不知道有多么抓狂。
明明是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淑女，怎么跑去打架？如果按照原著剧情的发展，黄毛现在已经得了怪病，难道我要眼睁睁地看着他死去吗？不，这绝对不行。即使他糟糕的性格，也不至于小小年纪就。而且最重要的是，他希望自己喜爱的女主可以幸福。为此，艾琳决定冒着被喷成筛子的代价救他，感受面团投来的炙热眼光。黄毛警告他别痴心妄想，只有高贵优雅的淑女才配得上他。艾琳瞅着这个不要脸的自恋狂，一脸不爽地纠正他：谁喜欢你了？我可是有喜欢的对象，她比任何一个人都要美丽和聪明，正因有她的陪伴，我才能忍受曾经如地狱般的人生。也许是被女孩喜欢的对象哄了神，黄毛第一次被怼得说不出话，妥协似的点点头，表示会尊重物种多样性的爱。抱歉，我误会你了，所以给你个机会，快来拥抱我吧。此时的他浑身冷得就像是在冰窖里一样，也听不清对方在嘀咕什么。艾琳也注意到黄毛的异样，立马将身上的斗篷盖在他身上，想着两人就快要分开，懒得解释了。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疲倦的黄毛顾不上环境的恶劣，慢慢睡去。艾琳想到斗篷里的信纸，刚想偷偷的将它拿出来，却被对方一个暴击命中了要害。你鬼鬼祟祟的想要干嘛？艾琳委屈巴巴的扬了扬手上的信纸，她只是想写个信而已。这样啊，那也给我一张吧。黄毛不管对方同不同意，直接抢了过来，一边吐槽纸张的廉价，一边勉为其难的真香。随即不再理会女孩，开始构思自己的小作文。什么骂这人真难伺候。艾琳不满的在身后嘟囔着。黄毛虽然狂妄，但他深知自己的身体，每呼吸一次都感觉病情在恶化。或许这将是他写的最后一封信了吧。想起自己心爱的女孩，脸上浮现出少有的温柔。而另一边，里哈尔特发现小希很晚都还没回来，哭闹着要父亲把人找出来。克林公爵看着伤心哭泣的儿子，表示无论如何爸爸都会找到女孩，只是他到底跑哪里去了？身为狗狗的白毛也在为主人默默祈祷，虔诚的跪拜，希望可以得到天神大人的提示。主人，你到底去了哪里？他们谁会先找到艾琳呢？黄毛又是否能改变自己的命运呢？你相信光吗？如果有幸遇见了传说中的天使，你会想要许个什么愿望吗？艾琳的失踪牵动了所有主角的心，而此时的她拿出紫毛和男主送给她的碎片，恰好完美的拼合在一起。女孩毫不犹豫地将它塞入信封，决定出去之后就邮寄给爸爸。但随着这封信的寄出，书中的剧情也将被她完全打乱，因为其中不只有碎片，还有能治疗疫病的药方。尽管这会被10年后的卡兰研究出来，但在这期间会有无数人因此丧命，导致帝国差点走向灭亡。而在卡兰研究出药剂后，艾达姆家族更是亲自将药剂免费发放给人们。尽管对女主的革命有所帮助，但帝国依旧陷于水深火热当中。艾琳虽向往和平，却不想破坏剧情发展，内心纠结的她被突然递过来的信件打断。黄毛向女孩分享自己写的情书，见对方一副生气的模样，连忙解释这信不是给你的，是写给我未婚妻的，你可别因此爱上我。艾琳无语地拿出里面信看了起来。亲爱的莉莉安小姐，从现在起你别再躲着我了，毕竟整个帝国都找不出像他这么帅气又有魅力的男人，以后我都会在你身后默默关注你。是不是有被他动人的才情所倾倒？黄毛一脸等着被夸的傲娇模样，却被女孩吐槽写的就像老婆婆的裹脚布，不仅没有感动，反而更像一个自恋的跟踪狂。他有那么差劲吗？艾琳没有理会备受打击的黄毛，反而对莉莉安这个名字很好奇，很熟悉，但就是想不起来。他的记忆就像被一双无形的大手操控着，有的信息他记得很清楚，可有的却怎么都记不起来。你想说的话真的只有这些了吗？这是写给心爱之人，不应该带着真心去写的吗？黄毛落寞地表示自己做不到，即便很喜欢，可他的身体还能维持多久？突然一阵猛烈的咳嗽声响起，艾琳看到他捂嘴的手渗出了大量鲜血，愈发剧烈的咳嗽让他一时慌了神，这该怎么办才好呢？女孩扑到门口大声呼救，然而除了她的声音，再也听不到任何其他回应。该死的混蛋，关键的时候都跑哪去了？黄毛痛苦地呜咽着。艾琳安抚他，马上就会有人来救我们了。但男孩糟糕的情况似乎撑不了太久，有心无力的女孩不知道要怎么做，只能默默地陪在身边，希望他能再多坚持一会。拜托了，随便是谁都好，求求你让我们现在从这里出去吧。这个世间真的会有什么？可不可以求求你救救他？就在艾琳感到绝望之际，一道耀眼的金光自空中亮起，男主宛如天使一般出现在女孩面前。不可置信的艾琳睁着大大的眸子，好美啊！她想天使大概也就长这样了。而另一边，明月拍卖会也在喧闹中正式拉开了序幕。此时，一个熟悉的身影缓缓进入会场，路过丑陋面具男的身边，一把揪起他的衣领，然后随意的扔在过道中间。男人骂骂咧咧的喊来护卫，快把那个疯子拖出去！但等他看清那人戴着赤龙面具，才意识到那是埃达姆家族的人。闻声赶来的护卫问他发生了什么事，是不是有人在会场捣乱？男人连忙解释是自己不小心摔了一跤。埃尔诺丝毫不关心旁边的闹剧，只是一脸阴沉的盯着拍卖场的商品。艾琳，我的宝贝女儿，你会在这里吗？不管你在哪里，爸爸都会找到你。疯爹会如愿的见到自己的女儿吗？白毛又为什么会突然出现在艾琳面前？难道他的身份不仅仅是大神官，还有其他什么？有没有那么一个人，即使你躲进世界的某个角落，他也能准确无误地找到并且拥抱你？陷入昏迷的皇子想起与心爱之人相识订婚的快乐时光，父亲带他来到一幅画像前。女孩莉莉安是德伊家族的女儿，不仅样貌绝美，能力也十分出众，而她也将会成为你以后的妻子。尽管清楚自己糟糕的身体撑不了太久，却也不想违背父亲的期盼。就这样，时间来到了订婚的那天。艾诺西看着低头向他缓缓走来的女孩，
仪式在众人的祝福中开始。皇子接过花童递来的钻戒，心里想的却是该如何破坏这场婚礼。他还是觉得自己不应该耽误女孩的未来。神父这时也让新娘抬起了头，对方美丽的模样就像一幅精致的画卷。艾诺西的心在刹那间被深深吸引，他的目光被牢牢锁定，无法从那张令人心醉的脸上移开。等他反应过来时，婚约已成定局，但为了对方的幸福，他决定女孩过生日不送礼物，不给她好吃的，也不给她好玩的，这样他就不会因为自己的离开而伤心难过了。如果他可以活下去该多好啊！梦里的不甘让他逐渐恢复了意识，怎料耳边突然响起了陌生人的低语。清醒过来的他竟在一个不认识的男孩背上，这一发现吓得他赶紧推开了对方。你是谁？竟敢随意触碰我尊贵的身体！艾琳连忙阻止，祖宗你小点声，刚刚你昏迷晕倒了，还是他救了你。虽然这一切有点突然，但请暂时的相信他一下好吗？不乐意的黄毛见没有更好的选择，也只能先这样。此时外面响起了兴奋的拍卖声，三人意识到留给他们的时间不多了，便打算偷偷的从后门溜出去。经过后台，听到主持人介绍此次拍卖品有一名金发红眸的上等品，听到那个野蛮人用品种来形容他，黄毛恶狠狠地计划着等出去后再来收拾这群混蛋。紧接着又开始介绍起一只粉色的上等蜥蜴，兽人化的样貌绝佳，还长有一头粉色的长发。闻言的埃尔诺起身四处张望，女儿是女儿。冷静下来的男人为了避免艾琳再次受到伤害，极力克制想要毁灭这个敢伤害他女儿的地方。而躲在后台的女孩也注意到了男人，艾琳一脸的不可置信，怎么会？这不会是真的？原著中他的爸爸从没有来过这种地方。就在这时，白毛向还没跟上的主人招了招手，示意他过来的时候要小心一些。艾琳只能暂时按下心中的困惑，对不起爸爸，请允许我再多看你一眼。艾琳真的好想你啊。终于三人气喘吁吁地逃到一处森林，黄毛更是累得一屁股坐到了地上。就算是被对面的小屁孩所救，但他的身份还是很可疑的吧？主人您吓坏了吧？都怪我没能早点找到你。被无视的黄毛顿时不爽，你是谁？为什么要跟面团说这种奇怪的话？闻言的男主并没有生气，反而认真地介绍起自己，解释说自他是听到主人的召唤，遵从内心来到了这里。黄毛听完觉得他就是个说大话的小屁孩。此时的艾琳希望白毛再进一次拍卖场，将他手里的2封信分别给戴赤龙面具和狼头面具的人。男主看着手里的2封信表示没问题，只是主人您可以抱抱我吗？您的拥抱会给我带来无穷的力量。迟疑片刻的艾琳将面前的男主紧紧抱住，长时间的委屈突然在这一刻释怀。他想自己是幸运的吧，谢谢你我的天使。白毛看见女孩露出来的吻，主人也许您不是蜥蜴哦。就在艾琳想要继续询问原因，男主却恋恋不舍地抽身离开，并释放魔力做了一个保护罩。临走之前告诉他们，只要不出圈，不发出很大的声音就不会被发现。主人您一定要乖乖地待在这里，我会尽快回来的。说罢，白毛的身影便消失不见了。艾琳还在思考男主刚刚话里的意思，如果他不是蜥蜴又会是什么呢？亲爱的宝宝们，你知道艾琳的真身是什么吗？不善表达的人总是会被丢下吗？彼此思念的疯爹与女儿因误会不敢相认，最终又因执着与爱紧紧相拥。作为商品的艾琳和黄毛一起出头，被明月公会派出大量的护卫四处寻找。突然远处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尽管有保护罩的遮掩，艾琳仍紧张地屏住呼吸，直到他们走远了才敢放松下来。艾琳注意到黄毛强忍住咳嗽，关心地询问你还好吗？怎料黄毛不悦地看着他，你明知道我尊贵的身份，为什么还不对我使用敬语？不想节外生枝的女孩低声说了句对不起。顿感无趣的黄毛拿出自己写的信，下一秒便将它撕得粉碎。艾琳大惊，不明白少年为什么这样做，这不是写给您未婚妻的信吗？看着地上散落的碎纸片，皇子说他改变心意了，与其这样敷衍的给心爱之人写信，还不如悄悄的离去，也许这样能让他更快的忘记自己。艾琳不明白，明明深爱着对方，却为什么又想要离开？不应该更多的传递信任与爱，这样彼此才会更亲近，不是吗？少年抬头看向天空，落寞的告诉女孩，他已经等不到今年的冬天了，即便喜欢也没有多余的时间陪伴。一直以来父亲都不愿放弃，为他收集珍贵的药材，请来最好的医生为他续命。如今他的身体已经到达极限，他又如何给予心爱之人一个光明的未来？这煽情的话让艾琳一整个人愣住，内心陷入挣扎的他突然上前捏住黄毛的肩膀，皇子殿下您听好了，等您回去之后就去埃达姆家族找卡，让他给您驱虫药。虽然您身上还有其他病症，但这药剂可以彻底治愈您的癔症。黄毛惊讶眼前的面团居然认识埃达姆家族的人。艾琳不满他给自己取的外号，告诉皇子他叫艾琳，请以后叫我的名字 OK。 你这奇怪的面团总是说些摸不着头脑的话。怎料黄毛又开始剧烈咳嗽，不管艾琳怎么安抚都得不到缓解，而少年的咳嗽声也惊动了护卫。在那里，我听到有声音从那边传来，怎么办？黄毛的咳嗽声根本止不住，如果被重新抓回去，一定会被立即拍卖。艾琳紧闭双眼，在心里呼喊男主，不料白毛竟真的出现在他眼前，还用魔法暂时缓解了皇子的病痛。没有任何发现的护卫骂骂咧咧的又去了其他地方。终于扛不住的少年扑通一声晕了过去，男主的魔法对他失去了效果，只能尽早的离开这里。此时艾琳提议白毛带他先走，不行，我绝不能再让主人陷入危险当中。皇子的病情只有去皇城才能得到救治，拜托了。艾琳觉得自己跟着只会碍事。白毛试图说服主人，却遭不住女孩的一再坚持，主人眼里透露出来的坚毅，也只能让他妥协似的照办。随后扛起昏迷的皇子，嘱咐艾琳一定要等他回来，便再次消失在夜空中。两人的离开让四周变得诡异，感到后怕的艾琳顾不上剧情的混乱，单纯希望大家都能有个幸福的结局。就在这时，
不远处传来一阵沙沙的声音，是月牙工会的人吗？艾琳紧捂着嘴巴，不停地安慰自己，没关系，只要不发出声音，待在原地就好。待她看清来人的模样，瞬间惊得忘记了呼吸。金黄色的瞳孔，暗夜星辰般的黑发，是爸爸。可男人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害怕再次吓跑女儿的埃尔诺轻轻地问了一句：“艾琳，我的女儿，是你在那里吗？”艾琳终于和爸爸相见了，可看不见的隔阂让她十分抗拒。回想自己努力讨好所有人的样子，即便被迫与疯批公爵玩父女情深的戏码，可身份暴露换来的竟是辱骂和欺凌。为求生存断尾逃跑的蜥蜴幼崽，再一次被命运捉弄的伤痕累累。在疯爹第一次暴走时，他不顾男人将自己脖梗高高举起，伺机一口咬在埃尔诺的手上。趁对方吃痛之际，艾琳将准备好的果实一把塞进他的嘴里。他忘不了自己扔掉财宝的决心，尽管跳起来没有树高，还被尖刺划得满身伤痕。地上掉落的果实与财宝，是他对父亲无法言说的爱。只因疯爹是唯一一个送他礼物的人，毕竟那是受宠的孩子才能拥有的。温馨相处的方式，让艾琳习惯起床就有爸爸守在她身旁，在那比阳光还灿烂的笑颜下，吃着奢侈又美味的营养早餐。但他为什么非要亲自喂我呢？不仅如此，爸爸温柔的抚摸让他以为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孩子。爸爸就像是那只小老虎，幼稚的烧掉了玩具店里所有玩偶，只为和他相似的玩偶只属于我的女儿。尽管两人相处看似完美，但熟知剧情的艾琳早已厌烦这种虚假的爱。公爵只想扮演顾家温柔的女儿女，那他就假装配合做一个听话乖女儿，安静等着被赶出去的那天吧。他只需要等到游戏结束，乖乖退场。艾琳时刻提醒自己，不期待就不会受伤。深埋的脸颊却出卖他有多贪恋这片刻的温暖。殊不知埃尔诺早已在相处中沦陷，女儿无助哭泣直至消失的画面，让疯批公爵彻底疯了。他杀了陷害女儿的侍女，可这还没完，男人还想在现场大开杀戒。看出异样的老爷子连忙阻止，那孩子只是个爬虫类兽人，他有可能不是埃达姆家族的血脉。被激怒的埃尔诺将剑指向自己的父亲，却被老爷子用钢笔挡住了。不管怎样，他都是我的孩子。说完便准备离家寻找，可狂暴话已导致男人身体达到极限，即便如此，他依旧满不在乎，希望在暴走前，您能尽快把女儿带到我面前。不仅如此，埃尔诺也在各处不断打听有关女儿的消息。当一次次期待都被失望所取代，男人开始对一切事物都漠不关心，只剩寻找女儿的执念还在支撑他。此时窗外传来喊爸爸的声音，埃尔诺立马冲过去看是不是女儿回来了。然而外面温馨的画面却再一次深深的刺痛他。女儿，爸爸好想你，你快回来吧。就在男人头痛欲裂的时候，管家进来了。听说您昨天找到了遗物，他是否有抑制狂暴化的效果？即便有均衡碎片的压制，埃尔诺周围仍散发着令人心悸的狂躁气息。自艾琳小姐失踪后，少主的头疼就一直没好过。耐心安慰男人的管家，却被一旁掉落的 VIP 入场券吸引。少爷这是要去明月公会吗？不出意外的最后一次找不到就放弃，这句话他都不知道听了多少次。管家心里十分清楚少主对女孩的重视，时常一个人跑到艾琳小姐的房间，甚至将老虎玩具放在自己与妻子的合照下。时间很快来到月牙拍卖的那天，怎料埃尔诺刚坐下，就听见主持人介绍一头拥有粉色长发的兽人蜥蜴。闻言的男人一把提起护卫的脖梗，威胁他立刻带自己去见那孩子。等到众人到达目的地时，只剩下一个空荡荡的牢笼。护卫意识到商品逃跑的严重性，纷纷开始互相推卸责任。埃尔诺发现地上掉落的粉色长发，熟悉的气息让他肯定了自己的猜测。怒极的公爵察觉周围还有人，原来你就是戴赤龙面具的人。你好，初次见面，兽人所托有封信给你。不管对方是敌是友的埃尔诺，聚起魔力就想往人身上扔。待看清信封上的署名，散去魔力的公爵想询问有关艾琳的情况，白毛竟迫不及待地消失在原地。男人打开手中的信件，里面写有道歉和医病的药方，甚至怕他误会而小心翼翼地解释。埃尔诺紧紧捏住手中的信，女儿，如果你真的想离开爸爸，就不该让我看到你极力隐藏的眷恋。就在这时，周围还未消散的魔力似乎在指引埃尔诺前去寻找。疯爹感受到他的女儿就在附近，循着魔力的痕迹，埃尔诺很快找到躲在能量罩里的女儿。艾琳，我的女儿，是你在那里吗？女孩死死捂住嘴巴，害怕因自己一个呼吸就会引来男人，她会被公爵抓回去当小偷处罚。关键时刻，她居然用喷嚏打破了平静，完蛋了，完蛋了！怎料下一秒，男人便单膝跪在她面前，女孩顿时被吓得瑟瑟发抖，试图用帽子将自己掩藏。艾琳，你睁眼看我，不要害怕，爸爸好了。难道你现在已经厌烦我？还记得你第一次喊爸爸的时候，你说过要做我的女儿，所以现在我们还是家人，对吗？艾琳，是爸爸做了什么伤害你的事情吗？闻言的女孩急忙摇摇头，那就回到爸爸身边来好不好？被温柔击中的艾琳转头看向对自己伸过来的手，公爵似乎没有责怪自己的意思，可他真的能拥有爸爸的爱吗？眼前的这一幕好熟悉啊，这让他想起自己被冤枉爬上柱子的时候，爸爸也是这样向他伸出了手。原来当时并不是嫌弃，而是希望自己可以信任他。艾琳望着与书中完全不同的黑龙公爵，我真的可以相信这一切吗？蜥蜴幼崽会抛弃自己的认知，接受疯爹的爱吗？近一点，再近一点，只要将自己的手再递出去一点，就可以重新得到爸爸的关心与爱，即便是假的也没关系吧。然而在放上去的最后一刻，小蜥蜴退缩了。此时此刻的女孩回想起过往的种种，她现在回去又有什么意义呢？埃尔诺看着落寞的女儿，
伤心的叙说着女孩离开后的担心。爸爸希望你有任何烦恼都可以对他倾诉。怎料艾琳的回答让他愣了神，这只是您的一个游戏吧？等到厌倦的那一天，我还是得离开吧，不是吗？您给了我无微不至的关心，喂我吃着美味的布丁，在众人逼问我时将我护在怀里，给我数不完的零花钱，最重要的是给了他一个受宠孩子才有的玩具，那是他人生中唯一一段体验被爱着的快乐时光。尽管很幸福，可再美的梦也有破碎的那一天，与其将来痛苦，不如现在就这样结束吧，因为他真的再也承受不起被亲人抛弃的痛苦。不期待就不会受伤。埃尔诺没想到女儿一直都知道，开口解释一开始是把他当成游戏，但直到那次，所有人都疯狂逃离，狂暴化着自己，只有你不顾一切的向我跑来，并且救了我。从那一刻起，我已经真正的把你当成了我的女儿。我是恶心的爬虫类兽人，难道您不讨厌吗？并没有，艾琳，你在我心里永远是最可爱的。爸爸不在乎你什么身份，当初在宴会上暴怒是因为那侍女伤害了你，这不是你的错，要怪就怪我不是一个能让你信任的爸爸。我还有很多不能说的秘密，没关系，无论你以后想要做什么，爸爸都支持你。艾琳，爸爸也想告诉你一个秘密，其实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我就已经知道你的真身了。此时此刻的艾琳感受到爸爸无条件的爱，摇摆不定的心也终于平静下来。爸爸，我想家了，可以带我回家吗？突然被幸福砸晕的埃尔诺，喜悦涌进了他的心中。当然可以。然后不顾女孩的惊讶，一把将她抱进怀里。宝贝女儿，爸爸这就带你回家。长时间紧绷的艾琳终于在爸爸温暖的怀抱中沉沉睡去。怎料下一秒，埃尔诺召来泰莲，他不会放过伤害女儿的人。领命的影卫来去无声。小蜥蜴熟睡时依旧紧拽着爸爸的衣角。埃尔诺温柔地紧了紧怀中的女孩。艾琳，我们回家了。天上一轮明月散发着柔和的光芒，默默为女孩点亮回家的路。另一边，泰雷姆向同伴传达了埃尔诺的命令：救出兽人，毁掉明月拍卖场。影卫惊讶少主居然会给他们下达任务，毕竟埃尔诺十分抗拒公爵之位，对他们更是置之不理。这次启用他们的消息，相信家主大人听到一定会很高兴。兄弟们展现实力的机会到，泰雷姆将这一切都归功于艾琳小姐。拥有这样的首领，家族会更加强盛吧？但为什么他总觉得有点不安？很快他们便来到了富丽堂皇的明月拍卖场，因没有入场券被拦在门外，对方还嚣张的让其滚远点，但迎来的只是一声惨叫。少主有令，除兽人以外所有东西一律清理掉，最好连一丝灰尘都不要留下。不久后，血腥和惨叫声充斥着整个会场。此时送完信匆匆返回原地的白毛看着空无一人的大树，慌慌张张的四处寻找，周围没有逃跑的痕迹，是有人将他带走了吗？就在这时，明月公会的护卫发现四处张望的男主，小鬼你怎么一个人跑到这里来玩？待男人看清男孩的长相时，顿时猥琐的夸赞男主长得真俊俏，看你穿的单薄一定是迷路了吧？跟叔叔走，我带你去吃好吃的。鲁西里温厌恶的看着面前的男人，命令他跪下。不明所以的护卫正想嘲笑男孩的不自量力，下一秒却不受控制的跪倒在地。神会给信徒悔改的时间，而你的余生也将会在忏悔中度过。伴随着一道耀眼的光芒，鲁西里温悄然消失在原地，而男人也会为自己的过错付出应有的代价。嘿嘿傻笑的他，随后颤颤巍巍地向着森林深处走去，口中还囔囔着我错了。艾琳和爸爸的重归于好，后续又会发生怎样的故事？白毛和紫毛又该何去何从呢？艾琳才找到疼爱自己的爸爸，却莫名被拉回了现实世界。睡了3年的蜥蜴幼崽，他终于醒来了。梦里的他被困在无尽的黑暗之中，只能听见四周不断传来的争吵声。就因她是女孩，父亲的无视，母亲的冷眼旁观，就连年幼的弟弟都能对她肆意欺负。尽管她优秀的能用奖学金养活自己，然而女孩无论如何努力讨好家人，永远都得不到他们的重视，甚至嫌弃她用奖学金买来的东西太廉价。一家人就连探望奶奶也不愿带上女孩，扬言这些事与他无关，还让他提着自己的东西赶紧滚回自己的宿舍。如今这熟悉的声音还是一如既往的嫌弃，埋怨他躺在医院浪费家里的钱。可他不是才得到爸爸的认可，要做彼此幸福的家人吗？内心喷涌的悲伤让他微微睁开了眼。艾琳从医生对话中了解到，他现在是个沉浸在梦中不愿醒来的植物人，对于外界的任何刺激都没有反应。嚣张的弟弟怒斥医生胡说八道，他顽强的就像只打不死的小强，赶紧让他醒过来，不然别怪我们不客气。冷漠的家人让他挣扎着想要逃离，即便那是自己的南柯一梦也不后悔，只因他和爸爸约定过要做彼此的家人。我要回家。明明声声呢喃化作震耳欲聋的呐喊，叫醒了不愿醒来的艾琳。卡兰和西利安盯着他看了许久。艾琳，你醒来了吗？口渴吗？要不要喝水？身体还有哪里不舒服吗？分不清现实与梦境的女孩本能地喊了声哥哥，不料把卡兰激动得泪湿了眼眶。艾琳听着两人絮絮叨叨诉说最近发生的事，得知自己已经昏睡了近半个月，吓得女孩赶紧坐起了身，不可置信地念叨着她怎么可以睡那么久，然后逮着身边的人问疫病蔓延的情况，驱虫药有没有送到皇子殿下手里，沙尔奈呢？还有里哈尔特和鲁西里温他们都还好。艾琳急切激动的模样吓了西利安一跳，你冷静一点，我会把知道的都告诉你。自女孩消失后，家里气氛就变得怪怪的，家主大人总是一副懊恼的模样，就连爸爸也是凶神恶煞，见人就想砍。至于沙尔奈，整天把自己关在房间，似乎在缝制什么东西。然而两位哥哥突然的道歉让正在喝水的艾琳愣了愣，你被马伊拉陷害的事已经查清楚，我们帮你狠狠处罚了他。卡兰哥为没能帮到你而感到愧疚，但在收到你的来信之后，便开始专注研究解毒剂，为此熬了好几个通宵呢。红毛闻言得意地勾了勾嘴角，顺势傲娇地炫耀起自己研究的成果。
艾琳的请求我怎么会拒绝呢？疫病来的突然蔓延的也十分迅速，而卡兰在研制出治疗的药剂后，趁着各地宣传的同时都分发了下去。皇室那边差不多也给了近200片。尽管疫病没有被完全消灭，但一切都在往好的方面发展。而这一切都是艾琳你的功劳，是你救了我们所有人。闻言，女孩支支吾吾的说不出一句话，只因这一切都是在书中看到的，她只是窃取了卡兰和女主的研究成果罢了。我很好奇你是怎么知道那些药材的。不想暴露知晓全书剧情的艾琳呆呆地看着前方，任由2人无脑的夸奖和追问，只是一昧的低头默不作声。艾琳，以你的聪明才智，将会让医药界实现质的飞跃，求求你啦，告诉我们好不好？面对2人热情高涨的求知欲，大脑空白一片的女孩即将坦白真相之时，却被埃尔诺的突然出现所打断。男人的关心暂时拉回了她的思绪，却也让女孩陷入了更深的自责。她拒绝了爸爸的关心与投喂，自顾自地说着抱歉，并表示还想再多休息一会。男人敏锐察觉3人之间发生了什么，可他没多问，反而温柔地捏了捏女孩的小手。艾琳，你是我的女儿，不管你以后想做什么，爸爸都会坚定地站在你的身后，所以不必对她说抱歉的话。这煽情的话让艾琳一整个人愣住，原来爸爸这么爱她。此时埃尔诺催促2个儿子赶紧走，然而卡兰无赖般的停留，直接收到父亲一记凶狠的眼刀，随后被弟弟西利安连拖带拽的请出了门。作为无主的兽人，在帝国几乎是不受法律保护的，而贵族想要收养一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孩子，则需要皇家的同意。为了保护女儿的安全，他需要去一趟皇城，尽快拿到领养文件，届时爸爸会为你举办一场宴会。他计划当着众人的面给他一个惊喜。此时调皮的卡兰探出了小脑袋，他告诉艾琳自己会一直待在房间，要是觉得无聊可以来找他玩呢。女孩无语的跟大家挥手送别，直到3人走远了，才如释重负的倒在床上。回想起爸爸说要送他礼物，明明知道这一切都是自己无耻窃取得来的，像他这样的人有什么资格收礼物啊？殊不知爸爸口中的这份大礼竟是所有人梦寐以求的珍宝。亲爱的宝宝，你知道它是什么吗？眼前所拥有的一切又是否是他不愿醒来的梦？即便是艾琳的南柯一梦，她也会带着周末愉快的祝福等待大家。阳光照耀下的皇城显得格外雄伟和庄严。疯批公爵悠悠地穿过长廊，来到他此行的目的地。随着会客厅的大门打开，映入眼帘的是一个身穿华服正在品绿茶的男人。随着杯中液体的晃动，男人开始了他的茶言茶语。埃达姆家主，哦，不，应该是埃达姆少家主。不知道你着急找我是有什么事吗？不为所动的埃尔诺丝毫不在意男人拙劣的表演，反而露出迷死人不偿命的灿烂笑容。陛下，您虽贵为帝国最伟大的太阳，但终有日落西山的时候。我劝你可别老糊涂了。男人不得已解释，我没有挖苦你的意思。他的儿子艾诺西刚遭遇绑架，随之而来的疫病又在帝国大规模爆发。这一切把他忙得晕头转向，这还多亏你们研制的驱虫药，不仅救了他儿子，挽回了帝国无数人的生命，还顺手帮他灭了明月拍卖场。所以扫尾的脏活就交给皇室来处理吧。埃尔诺被没脸没皮的皇帝逗笑，陛下这是想要独占所有的功劳吗？不愧是帝国最伟大的君主。淡定喝茶的男人丝毫不理会对方的冷嘲热讽，表示不会白要你的功劳，有什么要求你尽管提。怎料下一秒，一份文件悄然落在他的面前。我想收养这孩子，请您尽快通过所有手续作为补偿吧。然而照片上的粉毛团子看着有点眼熟，随后使用魔法取来文件仔细查看。好奇贵族最近流行圈养蜥蜴兽人了吗？因为他前2天才收到过一份相同的领养申请。这话在埃尔诺听来充满了挑衅的意味，警告男人别试图惹怒他。等一下，您刚说的话是什么意思？虽然很想帮助你，但这个名叫艾琳的蜥蜴兽人前2天已经被科林公爵收养了。闻言，埃尔诺气得青筋暴起，那个疯子竟敢跟他抢女儿！不嫌事大的皇帝拿出女孩被领养的副本，很遗憾你来晚了。暴怒的埃尔诺使用魔法毁掉了那份令他生厌的文件。艾琳·科林，如果没有这个讨厌的科林，是不是就没人跟他抢女儿？另一边，奢华的公爵府内响起敲门声。自艾琳小姐失踪后，少爷就一直将自己关在房间不吃不喝。突然身后传来的脚步声将侍女吓了一跳。打扰了，我是来见里哈尔特的阿比温。面对帅气院长的询问，侍女无奈地叹了口气。少爷就在里面，但他现在拒绝见任何人。阿比温表示不能将艾琳的消息带给他而感到遗憾。既然如此，我就先走了。此时紧闭的房门悄然打开。院长，你想要跟我说什么？你的事艾琳都在信里告诉我。里哈尔特，你是我看着长大的孩子。尽管小溪的失踪让人十分担心，但你不吃不喝伤害自己的身体，我相信艾琳看到你这样也会不开心的。闻言的里哈尔特表示自己只想听有关小溪的消息。少年的偏执让院长很是无奈，抱歉，我也正在四处寻找他。说罢，从袋子里掏出一只玩偶，这是他和小溪第一次遇见时的那只小老虎。里哈尔特接过院长递来的玩偶，本打算将它还给艾琳，但此时的我更希望他能安慰到我。紫毛轻轻地将它抱在怀里，对着老虎再三保证自己会好好吃饭睡觉，并开心地告诉院长小溪现在是他的妹妹。口渴的院长刚抿了一小口，就被这突如其来的消息惊得一口热茶喷的老远。你俩到底瞒着我做了多少事情？少年得意地举起玩偶，自顾自地说着。小溪是我的家人了，这下谁也不能将她从我身边抢走了。里哈尔特会如愿成为女孩的哥哥吗？埃尔诺和科林公爵又会发生怎样惊心动魄的碰撞？蜥蜴幼崽逆袭成为团宠，2位爸爸竟疯抢一个他。如果领养女儿的科林老贼消失了，问题不就解决了吗？皇帝看着被焚毁的文件，知道自己玩笑开过头了，急忙解释科林是因为感激艾琳帮他找回儿子，所以提出收养女孩作为报答。
别废话，科林老贼现在在哪？癫狂的埃尔诺只想清理一切阻挡他的障碍。男人看出风龙的不对劲，劝解你也是另外2个孩子的父亲，不该为他们考虑一下吗？即便你再喜欢这个兽人，但在这之前，我希望你能先做个好爸爸。而这也让埃尔诺陷入了痛苦的回忆。他想起妻子临终前对他说的话，希望他能做一个让孩子喜欢的好爸爸。恢复理智的埃尔诺掐灭了还在燃烧的火焰，即便如此，他也不打算放弃。皇帝轻咳2声，继续说道：“克林家的少爷非常喜欢女孩，一直都是将她当做亲妹妹一般疼爱。他们对女孩也没有任何要求。”想着这是件好事，就批准了。见疯子又要开始发病，皇帝提议，如果你能让他们放弃领养，我倒是可以重新审批一次。沉思片刻的埃尔诺接受了对方的提议。闻言，男人心里不禁松了口气。不管怎么说，你能理解我真的太好了。只要你们协商好，我一定给你尽快办妥。殊不知埃尔诺并不打算找对方沟通，他觉得申请人不在了一样可以重新审批。我亲爱的皇帝陛下，你觉得我想的对吗？说完便迈着六亲不认的步伐向皇帝礼貌告别。看疯子离去的潇洒背影，皇帝顿时有些后悔给他提的建议。另一边，沙尔奈突然发狂一样的向前冲，像似看到了什么令他失了智的宝贝。紧接着传来扑通的倒地声，你能平安回来真的太好了。在沙尔奈怨念滔天的吐槽中得知，舅舅经常发脾气，动不动就训人。2位表哥也很奇怪，一个将自己关在研究室里，经常发出阴险的怪性，另一个狂妄的家伙则喜欢拿把破剑到处找人比。只有看到你，我才觉得这个世界上还有正常人。你不许再离开我了，知道吗？艾琳疑惑女主是在说卡兰和西利安吗？可他们这时不应该是无话不说的好朋友了吗？沙尔奈抱着妹妹，希望她能和自己一起散散步。在这之前，他得先去治疗狂暴化的族人。临走时约定2人下午不见不散。然而艾琳好不容易送走了姐姐沙尔奈，却迎来了更难对付的人。突然背后有人喊了声小毛球，女孩一副生无可恋的模样，转头看向来人。家主凶神恶煞地质问艾琳：“你竟敢不回答我的问题就那样跑？没偷东西就该说出来。离家那么久了也不知道早点回家。”艾琳垂着脑袋默默承受家主的狂风乱炸，她不知道该如何回答老爷子的问题。想起离家前不问缘由的斥责，女孩害怕地拽着裙摆，表示自己不是故意惹您生气的。家主大人对不起。越说越委屈的艾琳直接哭出了声。小毛球，你哭什么？管家无语拿出自己的手帕，细心替女孩擦拭眼角的泪珠。家主大人只是不善表达，其实他心里非常担心你。闻言，老爷子像只炸毛的小老虎，凶巴巴地让管家闭嘴。别怕，家主大人这是被说中心事害羞了。小毛球，这算什么心事？他的意思是自您离家出走就没睡过好觉，跟个鹌鹑蛋一样的，有什么好担心？家主大人在夸您可爱。恼羞成怒的老爷子抢过手帕，怒斥凯罗：“你这家伙够了！”此情此景让艾琳见到了老爷子可爱的一面，心里的委屈也在2人吵闹中消散。艾琳笑得眼泪都出来了。见状，2人也停下了手里的动作。艾琳止不住的笑声也让老爷子失了面子：“你这狡猾的小毛球，竟敢嘲笑我！看我不撕烂你的嘴！”就在这时，一团蓝色火球突然向他袭来，火球在离他不远处的地方炸开。3人疑惑地看向门口，埃尔诺捏着蓄势待发的魔法火焰，阴森森地质问老爷子：“您是想把我的女儿怎样？克林公爵会如愿放弃对艾琳的抚养权吗？”2位疯批爸爸他们之间又会发生怎样精彩的故事？风龙，你丫的什么时候变狗？大晚上的没事就来我家胡闹，你是有什么大病吗？埃尔诺捏着魔法愤怒地质问老爷子：“您打算对我的女儿做什么？”老爷子顿时被气得血压飙升，怒斥：“你这混账玩意，搁这玩扔垃圾呢？”埃尔诺无视他的愤怒，一把将艾琳抱在怀里，关切地询问他有没有被这疯子伤到。听此，老爷子彻底疯了，全家都疯了。他真是倒了8辈子血霉，才有这么个不孝子。眼看这一家老小又想拆家，管家赶紧让少爷计算下补强的费用，同时提醒家主大人2人之间的约定。闻言，老爷子憋屈的喊停了正要出门的2人。他咳了半天，却始终没能说出一句完整的话。在管家连声催促下，才磕磕巴巴地为之前的严厉问责道歉。老爷子明知女孩不是小偷，当时只是想确认女孩兽人的身份，而这也让埃尔诺记起女儿被人断了，绝望落泪直至消失的画面。他嘲讽家主大人当真好威风啊！艾琳担心2人会打起来，解释自己不该隐瞒兽人的身份，让他们担心。尽管毛球的乖巧懂事让老爷子感到欣慰，但女孩是兽人这事还没完。眼看气氛开始变得紧张，老爷子急忙解释，他没有指责，而是想做一个验亲仪式，让他正式成为埃达姆家族的一员。管家见状麻溜地做起了翻译，只是走个形式而已。无论如何，他都是家主大人最疼爱的孙女。管家善解人意的翻译让老爷子直呼漂亮。艾琳谢谢爷爷，表示会努力成为一个优秀的龙的传人。嘴贱的老爷子忍不住称赞他是个狡猾的毛球。家主大人说您懂事，他很喜欢。算了算了，我累了，懒得和你们说。临走之前，他让毛球做好学习的准备，毕竟优秀就代表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学渣艾琳表示大话说过头了，心好累啊，想着自己还小，1+1还是没问题的吧。怎料堆积如山的课本直接让他好家伙。然而一旁发霉的埃尔诺凡尔赛说这些课本他3天就能学会。看出女儿的闷闷不乐，他连忙安慰她没关系，学多少算多少，如果不想学，咱们去找家主商量。喜欢阿离的宝宝们，咱笑起来那必须都跟埃尔诺一样帅。嘿嘿，就问大家觉得阿离帅不帅？也许是受到学霸父亲的感化，艾琳觉得自己又醒了。他可爱的模样让疯爹忍不住和他贴贴，随后依依不舍地说完点再来看看。下定决心的艾琳偷偷在父亲脸上轻轻印下一个吻，爸爸谢谢你。说完还不忘用小手比了个爱心。艾琳的亲吻让他愣住，然而刚刚还笑出纯真的埃尔诺
下一秒便闪出房间，对着墙壁只是哐哐2拳。侍女看着莫名抽风的少女，只见男人捂着砰砰跳的心脏，喃喃着女儿亲我了。不仅如此，他还说待会见，好可爱呀！埃尔诺此时再也压制不住嘴角的 AK。就在这时，一声少爷打断了他的好心情。见男人脸色不悦，仆人赶紧递上隐卫传来的消息，信里提到他们对科林公爵发动了上百次袭击，均以失败告终，家族为此还折损了不少精锐。然而埃尔诺对此毫不在意，命令他们1个月内必须让他消失，他要让那些觊觎他女儿的人付出惨痛的代价。另一边，神秘公会站着一个身穿斗篷的男人，来人正是被刺杀到心力交瘁的科林公爵。他犹豫片刻，还是敲响了眼前的大门。客人，小店已经打烊了。然而科林随口说了句：“我来看月亮的背面。”店小二闻言咧着嘴，随后目露凶光的将人迎进了门。尊贵的客人，您请跟我来。与人为善的艾琳，做梦也想不到自己会成为别人虐杀的目标。科林在店小二的带领下，向着黑暗深处走去。随着会客厅的大门打开，一个全身笼罩在黑色长袍中的男人站在那里。尊敬的公爵大人，不知您来这里是有什么事吗？科林告诉黑衣人，他最近频繁遭到袭击，想知道这些刺客究竟是谁派来的。然而对方幸灾乐祸的调侃他是不是没睡过一个好觉。科林不悦的让他少管闲事，透露自己每晚入睡时都会遭到刺客的袭击，尽管对方损失惨重，但仍像疯狗一样不断冲上来。您最近是得罪过什么人了？这个好像有点多，已经数不清了。我记得有一次他们临走前曾说我是个小偷。您这么富有，还会去偷东西吗？科林怒喝道：“你把我当什么人了？哈哈，别生气，别生气，我只是开个玩笑。您的委托我接了，除了追踪这些暗杀者之外，我还会再派护卫保护你。对了，我还想找个孩子，他是个名叫艾琳的蜥蜴兽人。”闻言，黑衣人愣住了，他立刻使用魔法调取了科林提供的文件，在看过资料后，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对方的要求。科林见目的已经达成，起身让他们算下费用。然而当他听到20亿时，不禁冷笑一声：“你们怎么不去抢呢？”黑衣人解释道：“这可是拿命去保护您呢，即便如此那也不行，我的米不是女人。”他转身离开，表示需要考虑一下。就在这时，侍女故意拿着一张照片在科林面前晃动，不出所料，他被照片上的内容所吸引。这不是他妻子的写真吗？全帝国仅此一份有关科林公爵夫人成长的相册。如果您现在决定好的话，我可以将这个送您，怎样？相册就这一本哦，您再考虑考虑。科林愤怒地咬牙说道：“你们竟然偷我珍藏的照片做成相册来卖给我，是活腻歪吗？”对方却不以为然：“那您要不要吗？阿凡死了，快给我拿来！不好好完成任务，你们就死定了。”说完便气呼呼地离开了。黑衣人等他走远后，不由得松了口气。他摘下面具，忍不住吐槽：对方明明那么富有，咋还那么小气呢？然而有关寻找艾琳的委托，他已经接3份。综合他们提供的资料，相信很快就能找到他了吧。就在这时，一个发出怪笑的黑人悄然浮现，莫名其妙地对着面前的桌子哐哐捶。阿离就奇怪了，所有人都跟桌子有仇吗？他愤怒地咒骂着，扬言一旦找到艾琳，就将她做成蜥蜴罐头。黑衣人无奈地叹了口气，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看到男人发疯。自上次拍卖场被一群身份不明的人毁掉后，他就把所有的责任都归咎于那只逃跑的蜥蜴，为此整天疯疯癫癫的。他幻想着抓到艾琳，将她和自己的宠物关在一起，他要亲眼看到那只蜥蜴痛苦的挣扎。黑衣人沉默不语，任由男人在那里风言风语。他那阴冷晦暗的眼神，仿佛将眼前的宠物当成了那只小蜥蜴。面对明月公会的报复，艾琳又会遇到怎样的危险？冥冥之中的惦记让艾琳久久不能入睡。桌上散乱的信纸和涂涂改改的留言，像极了他此刻摇摆不定的内心。他想紫毛和鲁西里温了，如今里哈尔特找到了疼爱自己的家人，或许很快就会将他遗忘。而因一块面包结下深厚情谊的白毛，是不是也返回神殿修行了呢？似乎一切都在朝着他所期待的方向发展。像他这样的配角，也是时候回归自己原本的位置。尽管他有些担忧爸爸和女主的关系，但他相信总会找到机会让他们好起来。这段时间虽然疲惫，但他的内心是快乐的。艾琳带着忘记一切的复杂情绪慢慢睡去。他明明想要忘记，怎一大早起来就有汪汪大礼包赠送了？白毛一声主人将他拉回了现实。艾琳不可置信地看着麻袋里的鲁西里温，该不会是爸爸连夜将他扛来的吧？说好个回个家的3人，却意外地以这种方式再次遇见了白毛。宝宝们猜猜紫毛又会以怎样的方式入场？如果你是即将被家人舍弃的艾琳，是选择醒来，还是永远沉浸在自己编织的梦里呢？说好告别过去的这人怎就从麻袋里钻了出来？面对白毛的问候，顿时艾琳整个人都傻了。不等他问清楚情况，站一旁的埃尔诺疑惑女儿竟然认识这随手捡来的宠物。艾琳解释少年是自己在孤儿院认识的朋友，为了能继续留在主人身边，白毛主动牵起女孩的手，亲密地放自己脸上贴贴。埃尔诺面色不善地盯着这个跟自己抢女儿的小鬼，这家伙究竟什么来历？随后提猫似的揪起少年的后脖梗，他吩咐仆人将这脏脏的家伙带下去刷干净。这家伙深夜出现在他家门口，巧合的就像是在等他一样。见女儿担心那小鬼，埃尔诺决定给他普及安全意识教育。女儿，如果陌生人给你一颗糖就让你跟他走，你一定要学会拒绝哦，因为爸爸不能再失去你了，知道吗？这莫名的话让艾琳一整个人愣住，但还是乖巧的答应了父亲。自上次女儿对他敞开心扉，埃尔诺就变着法的让女儿多亲近自己。他侧脸的那一瞬，艾琳感觉爸爸全身都在叫嚣着快亲亲我。面对父亲的幼稚行为，艾琳无奈的在他脸上揪了一大口，而两人的幸福瞬间都被白毛尽收眼底。察觉那小鬼的亏
催他。他嘴角不禁露出一抹得意的弧度，挥手告别女儿的艾尔诺，却不知自己的一时兴起让艾琳十分苦恼。明明他应该在神殿修行，为什么会被父亲像宠物一样带回来？正当女孩纠结着，身后却传来男人轻微的闷哼声。艾琳跑上前去关心的询问：“爸爸，您没事吧？我立刻帮您叫医生。”艾尔诺不愿女儿为他担心，只说老毛病过会就好了。话音未落，男人便痛得跌坐在地上，他极力克制周身的狂暴，让艾琳快跑。而这熟悉的一幕也勾起了他痛苦的回忆。这是埃达姆家族的秘密之一，他们魔力失控就会产生嗜杀的欲望，人们把这称之为狂暴化。尽管这不是父亲的意愿，但被男人举在半空的窒息感让他犹豫了。此时艾琳想起父亲坚定向自己伸出的双手，他是第一个让我当他的家人，不顾旁人坚持留我在他身边的人，他更是自己认定的父亲。无论何时何地，女孩都不会放弃他的疯批奶爸。艾琳试图用自己的力量扛起父亲，可即便用尽全身的力气，都不能将爸爸挪动分毫。他大喊着：“有人吗？快去找沙尔奈过来呀！”然而不管他怎么喊，都没有人回应。父亲的状况越来越糟糕，艾琳在心中祈祷，求了，不管是谁，请救救爸爸！我希望他没有病痛，身体健康，即便要用自己的一切去换，他也愿意。此时闻声赶来的侍女想要询问，却被眼前发生的一幕惊得目瞪口呆。一股神秘的力量源源不断地从艾琳身上冒出，女孩周身聚集的魔力突然爆发出一道强烈的光芒，而透支一切的代价便是再次回到那个死寂的黑暗空间。姐姐眼皮动了，她都昏睡1年了，是想让我们倾家荡产吗？四周传来陌生又熟悉的声音，促使她微微睁开了眼。那人是谁？为什么穿着奇怪的衣服？好像在说什么不醒就把管子拔掉。她为什么老是做这种梦呢？分不清梦境与现实的女孩，只知道她的爸爸还处于危险当中。她发了疯的想要回去。当艾琳再次醒来，她竟变回了那只粉色的蜥蜴幼崽。恍惚中看见了2只肉爪爪，她什么时候成了爸爸的掌心宠了？不远处的争吵让小蜥蜴忍不住瑟缩，可眼看争吵声越来越大，西利安甚至用剑威胁白毛。顿时吓得艾琳立马从爸爸掌心一跃而下，试图用自己小小的身体扭转乾坤，奈何他太小了，只能急得在那啾啾的乱叫。片刻，大家都兴奋地跑过去关心女孩，叽叽喳喳的吵得男人直皱眉。随即一个响指，3人的嘴巴像被拉上的链条，发不出半点声音。艾尔诺挥手示意女儿过来，关心地询问她有没有哪里不舒服。此时艾琳见到完好如初的爸爸，顿时忍不住上前贴。下一秒，艾尔诺转头看向他捡来的宠物，这小鬼一来就发生这么多事，你是谁？为什么说我女儿不是普通的蜥蜴？宝宝觉得鲁西里问他是否知道些什么吗？而模糊现实与梦境的艾琳，会不会因为现实中的死亡而结束梦里的一切呢？一招穿成丑陋的蜥蜴幼崽，他的真身竟是龙。深夜的埃达姆家族中，艾尔诺看着变成蜥蜴的女儿，满是担忧。对于女儿的了解还是不够多呀。从白毛口中得知女儿正处于生长期，她的饭量会有爆发式的增长，期间可能会伴有其他不适，所以她需要艾尔诺比以前更细心的照顾。真是可笑，你一个陌生人，难道会比我更懂照顾我女儿？我为什么要相信你？你这话说的真有意思，因为我是主人忠诚的狗狗啊。男人闻言有些后悔把这家伙捡回来了。本该狂暴化的艾尔诺，在见到女儿身上的光芒便奇迹般的好了，甚至在那一瞬间，他还闻到了一股沁人心脾的香味。发现熟睡的女儿在踢被子，担心她会冷的男人连忙上前为她拉上被子，却发现女儿身上不知什么时候长出一对精致的小翅膀。艾尔诺终于意识到女儿不是普通的蜥蜴，但无论如何，你都是我的女儿，爸爸一定会护你周全，直到你健康长大。半个月前，他来到科林公爵府，拉扯大半天也没说到正题上，于是对着科林公爵一顿冷嘲热讽，还夸他装糊涂的本事已经无人能及了。听说贵府每晚都有不速之客，特意过来看看你是不是有个什么3长2短的。很遗憾，你居然没有缺胳膊断腿。科林公爵猜测之前的刺杀是眼前之人所为，但不知道他的目的是什么。难道你是想以家族之名宣战吗？艾尔诺笑得一脸无辜，怀疑我？那你有证据吗？你这个偷我女儿的小偷，卑鄙的混蛋，你到底想做什么？从进门开始就在那胡说八道，现在还莫名其妙地说我是小偷。此刻克林公爵意识到，之前的暗杀者也曾说过同样的话，他怒不可遏地握紧拳头。你个疯子竟敢派人来我家人居住的地方刺杀！不以为然的艾尔诺向他展示了一份艾琳的出生证明，原本是他打算收养女孩的，却被小偷抢先提出了领养申请。你说他不是小偷又会是什么呢？男人威胁他最好主动取消申请，因为艾琳只能是他的女儿。冷静下来的克林公爵询问艾琳的近况，得知女孩安好，他嘲讽眼前的疯子，将艾琳丢弃在离首都108000里远的孤儿院，指责他不是个合格的父亲。甚至在那之前，艾琳连出生证明都没有，现在又用这种低劣的手段来挽回。我不信任你这样的人，并且我有信心将那孩子培养得更优秀。话尽于此，别让我再看到你。也许等你身首异处，就不会说出这样的话。你可以试试。若是艾琳知道自己的爸爸派出暗杀者，那画面一定很刺激吧。最后再告诉你一个秘密，我的儿子和艾琳亲密无间。他挑衅地说他们2个是宠物和主人的关系。看对方一脸蒙圈的样子，原来你还不知道，看来你这人的人品还不太行啊。很快艾尔诺就被人请了出去。就在此时，他在门口嗅到一股熟悉的味道，是上次在拍卖会给他送信的家伙。艾尔诺喊来仆人，把那个披着黑袍子的孩子带过来，他要带回去给女儿当宠物。仆人听此一阵无语，首都的人都这么会玩吗？克林公爵会以怎样的方式回击疯子的争抢呢？
只要爸爸不讨厌自己，他怎样都没关系。清晨的埃达姆家族中，埃尔诺最期待的便是女儿醒来笑着喊他爸爸。然而当他走进房间，却发现本该在床上酣睡的女儿不见了踪影。他焦急地四处寻找，直到枕头下传出雷鸣般的咕噜声，误以为女儿想跟他玩躲猫猫，于是佯装找了许久，才发现枕头下的女儿。他准备了美味的布丁，不料爸爸的话让原本只想藏起来的蜥蜴红了眼眶。男人上前关心地询问是不是身体不舒服，还是那些食物不合胃口。闻言的小蜥蜴哭得更加伤心了。察觉女儿难过的原因，他决定砍了那帮不会做饭的人。见状，艾琳急得啾啾乱叫，她想告诉爸爸不是这样的，最近她总是觉得很饿，无论吃多少都得不到满足。她害怕自己会变成一头吃不饱的怪物，即便爸爸不在乎，可这副饿死鬼的吃相让她感到十分难堪。曾经弟弟们的冷嘲热讽，抨击她是一头吃不饱的猪，这也让她放弃了自己最爱的食物，即便要忍受饥饿带来的折磨，也不愿再被他人用异样的眼光看待。望着伤心难过的女儿，埃尔诺也陷入了沉思。他用温暖的手掌轻轻地抚摸着女儿的脑袋。对于厨师来说，有人享用他们做的美食是件很幸福的事情。不仅如此，在你没有察觉到的时候，很多人都因你感受到了幸福。艾琳，谢谢你能选择我做你的父亲，所以不必难过，因为不论发生什么事情，我们所有人都会站在你这边。闻言，小蜥蜴的心仿佛被治愈，他真的能给大家带来幸福吗？而这也正是他一直所期盼的。就在他迫切地想告诉父亲时，强大的魔力化作一道耀眼的光芒，小蜥蜴也再次变回了女孩的模样。他害怕自己吃的太多变成巨蜥会遭到父亲的嫌弃，那你可要多吃点，因为变成巨蜥的你会变得巨可爱，要是变丑了呢，那也是可爱。不料他的回答让软萌团子哭得更大声。正当他束手无策时，又响起了一阵咕噜声。女儿，爸爸饿了，你可以陪爸爸去吃个早餐吗？看着满满一大桌的食物被吃了个精光，埃尔诺立即让人再去准备一些。感受女儿的纠结内心，他询问艾琳刚刚是如何变回人形的，就是迫切的想跟爸爸说话。那上次头疼我的女儿在想些什么呢？艾琳支支吾吾地说她好不容易遇到爱她的家人，可这话要怎么说才好？女儿的难为情顿时让男人笑出声。爸爸，您这是在笑话我吗？不，是因为我的女儿太可爱了。见女儿摆脱因饭量带来的阴霾，告诉她明天要跟着家庭教师开始学习了。另外，爸爸还为你准备了一个惊喜。在回房间的路上，迎面走来一位侍女向她行礼问好，她是父亲给女孩安排的专属侍女罗兰。艾琳热情地上前打招呼，并希望她能带自己去找沙尔奈。然而她看自己尾巴的眼神让她有些不自在。那个罗兰，你有在听吗？反应过来的侍女急忙向女孩表达歉意，对方的眼神让艾琳意识到她受人的身份并没有得到所有人的认可。经历了那么多，也已经很习惯受伤的感觉了，但为了父亲她都可以忍受，因为这对于她而言，没有什么是比爱她的家人更重要的了吧。意外穿成丑陋的蜥蜴幼崽，竟被全员恶棍团宠一个他。躲在罗兰身后的艾琳，眼神不由瞥向前方。尽管他们有着恭顺的态度，可大家异样的眼光和对他受人身份的议论，让他忍不住想找个地方躲起来。他一路安慰自己没关系的，直到侍女开口说话，才将他惊醒。小姐，我们到了，您需要现在敲门吗？此时回过神的艾琳表示自己来就好。随着房门被敲响，里面传出沙尔奈有气无力的声音：姐姐，是我艾琳，我想你了，想来找你玩。闻言，沙尔奈惊讶地叫出了声：我的房间很乱，艾琳，你稍微等我一下。不一会，里面便传出叮铃哐当的巨响。当他以为姐姐是在拆家时，砰的一声打开了。抱歉让你久等了，我已经整理好了，快进来吧。艾琳，你渴了没？想喝红茶还是绿茶？需要加糖吗？桌上还有好吃的曲奇饼，我现在去给你拿。此时不堪重负的衣柜发出阵阵哀嚎，原来他把东西都塞进衣柜里了，而这也让他回忆起小时候为了不被妈妈责骂而偷偷把玩具塞进衣柜里。相似的经历让他对沙尔奈感到亲切，只是那快要露出来的粉色玩偶看着有点眼熟，正想仔细观察，却被沙尔奈一个暴力肘击关了个严实。艾琳，你有什么想吃的随时跟我说。他坐在女孩旁边，开始絮絮叨叨地聊着各种有趣的事情。姐姐，你最近好像很忙的样子，我的突然到来没有打扰到你吧？没有。他接到了入宫的邀请，最近三皇子的病情恶化，陛下希望能用净化之力缓解他的病痛。即便他已经很努力了，但对三皇子的病情依旧没有任何帮助。他敏感的性格让他拒不配合治疗，现在甚至连碰他的手都很难。他正为要不要去而感到苦恼。不然艾琳，你跟我一起去吧。沙尔奈卖力吸引他，你就不想去皇宫看看吗？艾琳心里清楚，以女主现在的能力还无法治愈艾诺西。最终在那个寒冷的冬天，三皇子永远的离开了这个世界，而痛失爱子的皇帝排斥着一切带有快乐的事情，而这也让整个帝国陷入了水深火热之中。这样的折磨持续了10年，女主明白如果放任不管，世界将迎来末日，所以她勇敢地站了出来，还发动了名为拯救世界的中二战争。当看到这时，只觉得小说崩了，但又觉得无所谓，毕竟这只是一个虚构的世界。然而如今的她已经深深地融入了这个世界，这里有疼爱她的家人。如果即将到来的悲剧能被改写，那她一定会不惜一切代价去改变它，因为她仍想在这里继续欣赏以沙尔奈为主的育儿故事。艾琳毫不犹豫地答应，这突如其来的喜悦让她一把抱住女孩。谢谢你艾琳，不过这需要征求家主大人的同意。我知道了姐姐，你先松手，我快要喘不过气来了。随后沙尔奈的目光落在了艾琳不停摇晃的尾巴上。那个艾琳，我能摸一下吗？它软绵绵的，看起来就像棉花糖一样。艾琳毫不犹豫地将尾巴送到姐姐手里，手心柔软的触感让沙尔奈爱不释手。对于以前只能想象的她，这感觉真是太棒了。闻言的艾琳心中满是感动，竟有人会喜欢她恶心的大尾巴。让她万万没想到的是，沙尔奈居然对着她的尾巴飙鼻血。姐姐你没事吧？啊，没事，
没事，我就是太激动了。时间飞逝，守护在门外的罗兰正对着一个玩偶发呆，直到艾琳喊他才惊醒过来，似乎想起了什么，他迅速地将玩偶藏在身后。女孩敏锐察觉，却没多问，只是让他带自己去找家主大人。艾琳并不在意他的隐瞒，甚至一路哼着小曲。此时突然掉落的东西吸引了他的视线，那东西看起来很眼熟啊，仔细查看是一只跟他一模一样的蜥蜴玩偶。艾琳很是诧异，难道大家并不讨厌他是只丑陋的蜥蜴幼崽了吗？蜥蜴幼崽回归团宠，愿所有守护他的宝宝幸福快乐哟。哼着小曲的艾琳被地上掉落的小物件所吸引，那是一个与自己神似的蜥蜴挂件，随即询问罗兰：“这是你的吗？”然而侍女仅瞥了一眼，便以最强王者的手速夺回玩偶。“谢谢您帮我捡起来，艾琳小姐，我们快到了。”女孩暗自惊叹，这速度简直可以与抢购的大爷大妈一较高下。两人抵达家主门前，侍卫进去通报后告知他们需要稍等片刻，因为家主大人说要整理房间。此时一个名为菲利的侍卫上前打招呼，他询问女孩：“您喜欢糖果吗？”艾琳思考的可爱模样让她迫不及待地从口袋中掏出礼物，那是一个精致的糖果，虽然有点冒昧，但希望您会喜欢。不等他继续开口，就被从天而降的铁拳捶得哇哇叫。“对不起，小姐。”菲利不懂礼数，我会好好教育他的。看着一脸委屈的菲利，艾琳连忙摆手表示没关系，这是老虎糖果吧？谢谢你，菲利，我会好好享用它的。女孩甜美的笑容瞬间俘获在场的每一个人，菲利更是忍不住唱起了赞歌。然而这神圣的时刻被突然打断，菲利不由得心碎了一地。老爷子心里满是诧异，这小毛球竟会主动来找他。艾琳乖巧地向他问好，并表达了想和沙尔奈姐姐一起去皇城的想法。可捏着闪亮亮的糖果面见家主是一件十分失礼的事情，虽然被他及时藏在身后，但还是被发现了。艾琳想要解释，却被老爷子要求来他腿上坐。怀抱着软萌的小毛球，他心里乐开了花。不就是一块糖吗？慌什么？还有你刚才说想去哪？想和沙尔奈姐姐去皇城。艾琳细说着她与小皇子之间的情谊，得知他生病了想去探望。看到老爷子微微皱起的眉头，艾琳心里一紧，果然还是不被允许的吧。然而老爷子却轻声说道：“你去吧，明天的课程我会让人重新安排，但下次你得好好学习。”听到这里，艾琳高兴的手舞足蹈，她甜甜的说着：“祖父您真好，下次她一定会乖乖上课的。”艾琳亮闪闪的笑容再次萌化了老爷子的心，一时没忍住体内的洪荒之力，直接将长桌撕了个粉碎。哎妈呀，这两人不愧是亲父子，表达感情的方式都这么独特。好面子的祖父忙说有虫子，还特意强调那是一只长着40条腿的恶心家伙。艾琳顿时被吓得脸色发青，听到晚饭有好吃的大龙虾，老爷子还催促她赶紧去炫几口。炫几口，看不出来祖父还挺潮的吗？按以往上班的血泪史来分析，那肯定是好啊。祖父，那我们就去炫一顿吧。看来毛球跟他有很多共同话题呢。傍晚时分，沙尔奈哼着小曲，正缝着一个粉色小布，他熟练的穿针引线，左右开弓，7上8下，最后再来一次线上聚会。随着啪的一声，大功告成。这可是他不分昼夜飙了2斤鼻血才缝制出来的超级无敌可爱的艾琳玩偶。看着刚出炉的完美作品，沙尔奈发出心满意足的喟叹，而这却吓坏了刚从他房间经过的侍女。此时沙尔奈以他独特的中二姿势宣布，只有他才能做出与艾琳一模一样的玩偶，所以请尽情的羡慕他吧。不过艾琳还没踏入社交圈，暂时还不能批量生产，但只要将来所有人都喜欢艾琳，不再害怕她，那就足够了，因为她的妹妹值得被所有人宠爱，不是吗？即便是被操控的强制爱，可那又怎样呢？初见艾琳的那一刻，就被她那粉色长发和蜜色的眼眸深深吸引。沙尔奈努力制造偶遇的机会，只为与她一同散步，甚至想亲手为她品尝美味的布丁。然而在一次宴会上，他目睹了变成蜥蜴的艾琳遭人陷害，直至绝望地爬上石柱，周围人的指指点点让他无能为力。内心充满自责的沙尔奈，渴望能再次见到艾琳。在回房间的长廊，仆人对艾琳议论纷纷，他们口中的蜥蜴兽人既肮脏又愚蠢，不仅偷窃少爷的耳钉，还诬陷照顾他的侍女。听到这些，沙尔奈忍不住上前纠正，真正的小偷是马伊拉，并告诫他们不要在背后乱嚼舌根。说完后便气呼呼地离开了。尽管知道这样做不能改变什么，但下人对艾琳的误解让他觉得自己应该做点什么。幸好有卡兰和西利安的帮助，才让艾琳的清白得以证明。可即便如此，因误会产生的偏见并没有消失，反而愈演愈烈。深感无力的沙尔奈将自己关进房间，他将思念化作张张图纸，找来针线想要缝制一款玩偶，却不料他闭门造的偶竟在帝国掀起了一阵风潮。可爱的粉色玩偶让侍女赞不绝口，看对方爱不释手的模样，沙尔奈突然意识到，大家从未见过艾琳兽人的模样，或许可以通过玩偶改变大家对艾琳的看法。于是他询问侍女喜欢他吗？第二天，苏菲拿着艾琳玩偶四处炫耀，立刻吸引了众人的目光，大家纷纷请求苏菲再去帮忙要一个玩偶。就这样，原本愚蠢的蜥蜴兽人变成了大家口中小巧可爱的蜥蜴宝宝。这股艾琳风很快席卷了整个埃达姆家族，大家纷纷展示自己的才艺，制作各种模样的艾琳玩偶与他人 PK。后来这阵风刮到了特林家族乃至首都圈，最后竟席卷了整个帝国。而引领艾琳潮流的始作俑者，却在餐桌上与卡兰
兰争夺给艾琳喂饭的权利。两人你一勺我一勺，瞬间让碗里的食物堆积如山，直到两人同时争抢最后一块肉，彼此怒目而视，互不相让。埃尔诺无奈地提醒他们，他是艾琳的监护人，才喂他吃饭的。此时远在千里的科林公爵表示忒不要脸了，见两人餐前争执不休，埃尔诺怒斥卡兰没有规矩，才让这顿饭得以继续。正当艾琳大快朵颐时，埃尔诺让他过来。不明所以的艾琳哒哒哒地跑向父亲，却被埃尔诺一把抱坐在腿上。众人看着这一幕，敢怒不敢言，唯有暴躁的卡兰指责父亲也不守规矩，却被疯批恶狠狠的眼神回怼：“你是在教我什么叫规矩吗？”埃尔诺自顾自地喂女儿吃饭，随意瞥了眼沙尔奈，他咧着嘴问女儿：“爸爸喂的菜好吃吗？”被莫名 diss 的沙尔奈傻眼了，舅舅这是在故意向他炫耀吗？一把年纪了，还在跟和自己女儿一般大的外甥女较劲，真幼稚。话说舅舅最近变得很奇怪，以前总是一副谁惹他就要杀谁的架势，但自从艾琳回来后，他变得温和了许多。当然还有那边两个家伙，不仅如此，包括家主大人、管家罗兰以及他在内，所有人都仿佛被一双无形的大手操控着，让他们都喜欢上艾琳。这种感觉就像是命中注定。突然沙尔奈被一声呼喊惊醒：“姐姐，我们什么时候去皇城？明天中午吃完饭就去。”占有欲超强的疯批明知故问，还警告似的看了眼沙尔奈。舅舅的反应让他更加确信这宿命般的操控。可是那又怎样呢？难道这么可爱的蜥蜴宝宝你会舍得不喜欢吗？林间的小径上，科林公爵正享受着和儿子的静谧时光，手中握着一封来自皇家学院的入学通知书。这是他费尽心思为儿子争取来的。入学后的紫毛将会被分配到魔法系，这无数人梦寐以求的机会，少年却对此嗤之以鼻。还没找到艾琳的他，对这些提不起丝毫兴趣。对于父亲所描述的皇家学院的美好前景，他充耳不闻，反而不断追问有关小溪的消息。对此，科林公爵再三保证，他从一个值得信赖的人那里得知，艾琳现在很安全，也许不久后你们就能重逢了，所以不必忧心。我想艾琳此刻也一定很想你。之所以没有及时联系，可能是他还没安顿好。儿子，我们就再耐心等等吧，好吗？少年虽然有些失落，但仍念念不忘与小溪之间的约定。是约好两人当一辈子的朋友吗？不，我们约好了要结婚。这句话犹如晴天霹雳，将他劈得稀碎。宝贝，你说结什么？结婚了。准确来说，是约好做彼此的家人。这不就是要结婚的意思吗？小溪现在不方便来，我这么通情达理是不会怪他的。听着话痨儿子的嘀咕，无奈的科林公爵决定给儿子普及一下结婚的含义。听出父亲的言外之意，小疯批反问公爵：“是不同意他和小溪结婚吗？”男人连忙摇头否认：“不，儿子，我觉得你们很般配。”得到满意的回复后的紫毛表示好想见到小溪。此时的科林公爵终于明白，这两人哪里是宠物与主人的关系，分明就是儿子的单相思啊！因此他决定暂时对紫毛隐瞒真相。科林公爵试探性地问道：“儿子，你确定不去上学吗？说不定艾琳也在那哦。”另一边，沙尔奈正准备带着妹妹前往皇宫，却被马车前的埃尔诺晃了神。不是就他跟艾琳两人去吗？难道舅舅也想跟着？善解人意的管家表示，少爷只是来送两位。埃尔诺伸手想将女儿抱上马车，并让艾琳路上不必害怕。他会让泰雷姆一路跟随保护，家族的护卫队就像影子一样，无论何时何地，只要主人需要他们就会出现。如果看不顺眼就直接上脚踹。女儿这是不是很好玩啊？出发前爸爸还有一件事，那就是进宫后要尽量避开皇帝，因为那家伙不值得信任，要是碰到受了什么委屈，回来跟爸爸说，爸爸会好好跟他讲道理的。还有记得在晚饭之前赶回来。此时艾琳探出脑袋询问父亲，陛下是个怎样的人？埃尔诺沉思片刻后回答道，那是个傲慢无礼的家伙。虽然大家都称赞他是一位好皇帝，但那只是对于普通人来说。他认为其他种族都是可有可无的存在，只有金发红眸的才是皇族的标志。他不仅自尊心强，还厚颜无耻，看不起别人，还喜欢支配所有人，对他言听计从。不过女儿，你不用担心，爸爸已经为你准备好了应对的东西。艾琳开心的接着，本以为是什么传音石之类的，竟不想是一枚鱼弹。看出女儿的疑惑，埃尔诺温柔的解释道，如果情况不对，你就把鱼弹扔向皇帝，就算把他干掉了也没关系，到时候我们再重新选一个好了。毕竟我的女儿不能掉一根头发，所以大胆扔，最好用力朝她脸上扔。这番话让艾琳哭笑不得，她觉得父亲比皇帝还要凶残。然而远在皇宫的某人表示有人懂她真的太难了。两人来到金碧辉煌的皇城，在侍女的引领下，准备前往三皇子的寝宫。此刻侍女注意到了沙尔奈身旁的女孩，随即笑着和他打招呼，殿下知道你们来了一定会很高兴的。这话听得两人一头雾水。很快三人来到了寝宫门前，沙尔奈嘱咐妹妹先去附近玩会，约定结束后就去找他。两人挥手告别，艾琳便在侍女的引领下前往别处。途中他们遇见了一位送书的侍从，艾琳听完他们的对话，忍不住询问附近有图书馆吗？当然，皇室图书馆以丰富的藏书闻名整个帝国。艾琳小姐，您是想去看书吗？两人边聊边走，很快便抵达了目的地。随着大门缓缓打开，露出了恢宏的图书馆内部，层层叠叠的书架上摆放着数不尽的书籍。侍女笑着说，如果您需要任何帮助随时叫我。艾琳从未见过如此规模的图书馆，然而琳琅满目的书籍让她不知道该从何看起。突然一本植物图鉴映入了她的眼帘，想要多了解这个世界，也许能在里面找到治愈三皇子的方法。然而那本书却放在高处，即便有梯子的帮助她也够不着。就在这时，一只大手将书拿走，并还询问她想看吗？艾琳循声回复，是啊，谢谢您的帮助。
小小年纪就开始阅读这么难懂的书，不像我家老妖整天只会溜猫逗狗。你是对植物感兴趣吗？对方的喋喋不休让他忍不住多看了2眼。金发红眸是皇族的标志，他想起父亲的交代，若是遇见皇帝，要尽量想办法避开。他该不会那么倒霉，一来就遇见正主了吧？也许他可能是皇族的近亲。艾琳告诉对方，他想在书本里找一件重要的东西。男人笑了笑，将书递给了艾琳。然而在对方即将接过时，他又故意抬高，似乎在戏弄他。欺负小孩很好玩吗？男人却乐此不疲地玩了上百次，最后还厚颜无耻地说自己也想看，真是个无聊透顶的大叔。他惹不起还躲不起吗？于是礼貌地让对方慢慢看，自己则转身离开。这人让艾琳不禁想起了三皇子，难道皇室的人都那么幼稚？没心思看书的艾琳让侍女带自己去会客室，却不料对方突然神色紧张，连忙躬身行礼，参见伟大帝国光荣的太阳。艾琳惊讶地发现，那位幼稚的大叔竟是皇帝陛下，并还打算亲自接待他。艾琳，快走吧，我带你去找艾诺西。皇帝东拉西扯，还特意提起他的绰号面团。对于儿子口中的朋友，他感到十分好奇。我想艾诺西见到你一定会很高兴的，怎样，想不想见见他？艾琳笑着回应，并关心地询问三皇子的病情。可当艾琳来到艾诺西的房间，却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乱糟糟的房间，艾诺西正躺在床上大口吐血，看上去十分痛苦。他愤怒地拿起书朝沙尔奈扔了过去，怒吼道：“你滚啊，是不是耳朵聋了？”此时沙尔奈捂着被砸伤的手臂，满是委屈。他瞥见了站在门口的艾琳，眼中闪过一丝无奈的情绪。面对此情此景，艾琳又会做些什么化险为夷呢？一朝穿成丑陋蜥蜴幼崽，竟被全员恶棍团宠一个他，谁能获得崽崽的芳心？是软萌小奶狗，还是白切黑的贵族小少爷？前世女孩得不到家人的宠爱，就连生病住院都被嫌弃浪费钱。渴望家庭温暖的女孩，梦想着成为团宠文的主角。或许是幸运女神的眷顾，当她再次睁眼时，竟真的穿越到了自己最爱的小说中。在这里，她的努力得到了所有人的认可，更收获了爸爸对她毫无保留的爱。然而一场救赎让她往返梦境与现实之间。可即便如此，艾琳毫不犹豫地留在梦里。这里有爱她的家人，有她想要的一切。她希望这里的每一个人都能过上幸福的生活。一次偶然的遇险，让艾琳被一个疯子记恨。她幻想着抓到艾琳，将她和自己的宠物关在一起。她要亲眼看到蜥蜴崽崽痛苦的挣扎。为此，她使用卑劣的手段，成为艾琳的家庭教师。那她的阴谋又是否会得逞？不仅如此，艾琳还遇到了三皇子艾诺西，这个在书中以傲慢且毒舌著称的短命人，不仅喜欢给他取外号，还时不时给他一个大逼斗。为了能让故事有个美好的结局，艾琳强忍着打人的冲动，让白毛将他送回家。尽管侥幸的活下来，却依旧逃不开死亡的命运。他拒绝接受任何治疗，甚至一言不合就朝人丢枕头，丝毫不惯着他的白毛，捡起掉落的枕头就朝他脸上砸。正当两人打得不可开交时，三皇子的未婚妻突然出现。见此情景，他极度的让两人认清自己的身份，而这也让艾琳想起了原著中那个为爱疯狂的莉莉安。尽管被嘲笑是守墓人，却甘之如饴。他蛊惑皇帝一起毁灭帝国，为了能配得上人们口中那个最糟糕的皇子，莉莉安不惜将一切不顺眼的东西踩在脚下。他的傲慢与狠辣最终导致了帝国的分崩离析，而女主也将扛起反革命的大旗。这不是崽崽所期望的结局。那么艾琳又会做些什么来阻止这一切？在这个过程中，她与紫毛和白毛之间又会擦出怎样的火花呢？人前他是个毒舌可血包，不料私底下却青涩的像个舔狗。为了讨未婚妻的欢心，不惜翻山越岭，只为买颗茶叶蛋。然而他不仅遭到人贩子的虐待，还被当作商品拍卖。即便被蜥蜴崽崽所救，却依旧逃不开死亡的命运。他憎恶所有人的目光，就连全力救治他的女主也遭到了他的攻击。目睹这一切的艾琳连忙护在姐姐身前，望着两人互相关心的模样，她竟罕见的闭了嘴。见状，皇帝借着休息的由头让她先离开，却遭到沙尔奈的拒绝。艾琳明白姐姐这是不放心自己，于是捏捏她的手心，说着没事的，我和皇子殿下聊一会就来。沙尔奈神色无奈的只能点头答应，于是礼貌的向皇帝道别。察觉女孩的不开心，他不顾咳嗽，故意面团的叫着，直到女孩朝他不爽的抗议，他一脸无所谓的，反而问起那个将他扔地上的丑八怪。得知那家伙是个乞丐，还不要脸的赖在埃达姆家蹭吃蹭喝，要不是念在他就自己的份上，真想算了算了。随后他瞥向一旁的皇帝，听他每天重复问上几百遍的问题，难道就这么盼着他死吗？他的身体怎样能怎样？不是每天都有人向您汇报吗？皇帝即便提起他的母亲，也得不到他丝毫的谅解，甚至恶毒的大叫，不想看他早死就赶紧出去。站在一旁的艾琳吓得不敢作声，直到听见艾诺西说羡慕他的好身体，不像自己只能躺在床上哪也去不了，还说他很想念母亲，但如果去见了就意味着被人判了死刑。那些家伙总喜欢用怜悯的眼神看他，还真是可笑，一个个丑不拉几的，有什么资格可怜他？就像此刻你看我的眼神都是那么的令人讨厌，所以你也在可怜我是吗？不是的，我没有这种想法，我只是……与此同时，逐渐暴躁的老爷子正对着通讯器一顿输出，这些没有师德的家伙，不是肚子疼就是直接放他鸽子，就没有一个愿意来的。管家翻着厚厚的资料，您觉得这位怎么样？这人除了年纪小和来自乡下，其他都表现得十分不错呢。本以为捡到宝的老爷子，却被他的年纪惊得亚麻呆住了。这比粉团子大不了几岁的娃娃能行吗？然而在管家卖力的介绍下，说不定他能更好的教导小姐呢。老爷子捂着发疼的脑袋，
表示先这么办吧，却始终觉得哪里怪怪的。照片里这位金发绿眸的小男爵看着就不像个好人，所以我亲爱的宝宝，你知道他是谁吗？子毛，快来呀！你老婆要跟人跑了。望着快戳到嘴巴里的食物，怎么都喜欢给她喂饭呢？此刻白毛可怜兮兮地说着感谢主人的收留，知道拗不过这家伙。艾琳无奈地表示要自己吃。随后听他问起三皇子的情况，虽然及时治好了疫病，却导致他先天性的顽疾愈发严重，不愿看到主人难过的样子。他想下次跟着一起去，可三皇子每次提起他时的咬牙切齿。他俩见面真的没关系吗？即便承诺不惹麻烦，但算了，我先去帮你问下吧。三皇子十分讨厌别人可怜他，作为一个手握剧情的炮灰，他希望自己在乎的人都能有个好的结局。而三皇子作为剧中的转折人物，当然得好好活下去了，不想某人被子一盖谁都不爱，还不客气的让他滚。那我下次还能再来看你吗？你耳朵聋了？不想挨骂就赶紧爬。可听见女孩闷闷的行礼告别时，又有些舍不得，于是喊住即将离去的面团，并让他下次过来记得带个茶叶蛋。身为公爵家的小姐，怎么能空手来看望本皇子呢？真是一点礼貌都没有。回到家的艾琳正认真的看着书，不愿打扰小姐。打完招呼便离开的罗兰，竟被他迷迷糊糊的看成了里哈尔特，也不知道那家伙怎么样了。突然听到父亲的声音，还向他递来一本书，说是宫里送来的。埃尔诺不禁有些好奇，女儿什么时候对植物感兴趣了？当听到是为了找到救治三皇子的药草时，竟粗言粗语的问到两人的关系，还吓唬女儿说男孩子是老虎会吃人的。然而艾琳一心想了解三皇子的病症，却没有一个人知道，仅只传出他活不过冬天的消息。让人意外的是，他居然都挺过来了。不过这次意外加重了他的病情，估计会察觉女儿的失落，他一边温柔的安抚，一边说着他这次也会没事的，爸爸也会为他找很多厉害的医官，所以乖女儿你别太担心了。这安慰的话让艾琳一整个人愣住，书中冷漠的疯批公爵竟会在意他的想法，也许我真的被爸爸当成了家人。不料下一秒就听到恶魔提起上学的事，还问他作业写得怎样。虽然一再威胁他们找个女性教师，但就剩这么一个愿意来的。听女儿询问他的名字更是火大，想了许久，大概可能叫翠花吧。不想与那人初次见面便哐当哐当的漫天撒花花，嘴里还不停的说着抱歉，请允许我重新自我介绍一下。只见少年戴着一副大大的眼镜，满是无辜，却将艾琳吓得狂飙冷汗。为什么这家伙不是去教姐姐，而是跑他这里来了呀？来了，他来了！原著中最恶毒的反派他来了。本以为是灭霸，不料却是个摔跤成瘾的伏地魔，不仅对兽人有着病态的占有欲，还谋划着各种肮脏的交易。面对帝国黑暗势力明月公会的会长希尔，蜥蜴仔仔哆哆嗦嗦的，究竟是哪个天杀的要害他呀？佯装淡定的艾琳开始听他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喜欢集邮，那不就是收集兽人吗？好奇心重，喜欢学习，大概约等于暗中调查吧。明明对他了解的一清二楚，还介绍个的。如你所见，我是个蜥蜴兽人，尾巴更是收不了一点，不爱看就别看。然而对方一脸兴奋地说她很漂亮，粉嫩的手感一定很不错。为了不吓跑宠物，他还得继续扮演好家庭教师。希尔让他挑选自己感兴趣的课程，不料女孩越界学习，担心他学起来困难，希望他能再考虑一下。拗不过学生的老师，表示下周会准备好相应的课程。临走前，他想摸摸女孩的尾巴，不出意外的拒绝，但还想试着说服女孩，甚至不要脸的使用美男计，差点被恶心到的艾琳依旧不愿意。看他一副快要哭出来的模样，简直是恶心妈给恶心开门，恶心到家了。万万没想到这家伙竟真的飙眼泪。不上套的艾琳好心递了块手帕，还说哭也没用，靠哭得到想要的都是周围充满爱的善良人。您觉得呢？反正我哭的时候就没人帮我，所以老师你也别哭了。察觉女孩隐隐带着敌意，难道她认识自己？不再强求的希尔为自己的失礼感到抱歉，在他起身准备离开的时候，还是问出了心底的疑惑：艾琳小姐，您是不是认识我？望着满是警惕的宠物，心底奇怪的感觉愈发强烈，却在出门的瞬间，两只脚先打了起来，随后哐当哐当，只见一个人形轮胎正以300码的速度旋转，好不容易停下来，却久久没有动静，是死了吗？没死，应该快去请医官呢。我说我没死啊！外面吵吵闹闹的引起了白毛的注意，他隔着窗户看到那人身后不仅跟着3条黑影，还有一股浓重的血腥味。所以他接近主人的目的是什么呢？宝宝你们知道吗？想看更多的可以去我的主页查看后续哦。两人你来我往的枕头大战，竟在此刻彻底爆发了。谁叫这没脑子的蠢货敢伤害主人？艾琳顶着他俩的暴击，忍不住在心底呐喊，真是造孽。此刻守在门外的侍女战战兢兢的，里面这么大的阵仗，到底要不要喊前辈来？你一个贱民，竟敢将他当垃圾一样扔地上，还若无其事的在他面前嘻嘻哈哈。哎，我就不有本事你过来。听傻了的艾琳连忙岔开话题，说陛下已经答应他外出的请求，不仅如此，我们还可以散步吃美味的布丁。对，就是这样，我才不玩过家的小孩子游戏呢。可您不正是小孩子吗？瞬间气炸的某人让他闭嘴，你是不是跟那呆子一样越来越放肆了？不是你让我自信一点吗？但也没让你与我平起平坐。不料白毛煽风点火般的支持，让他彻底失去了理智。随着啪的一声，艾琳被突如其来的枕头呼了一脸，望着伤害主人的凶手，白毛想也不想的伸手接住，然后使劲的甩了回去。
去，拍谁不好拍他的主人，即便你是皇子也得给你面子。随后便发生了开头的一幕。与此同时，赶来探望的莉莉安听见三皇子房间传出奇怪的声音，随后看到趴在门口的侍女，忍不住斥责他们都在做什么。不等几人回话，就瞥见三皇子推门出来，他边笑边喊着掉毛的大白人，不理会侍女诧异的目光，准备四处溜达的三皇子吩咐佣人去准备点心，他要带那2个傻瓜去喝下午茶。不料迎面碰见了来找自己的未婚妻。莉莉安望着对方逐渐消失的笑容，就那么讨厌吗？他可是求了父亲许久，坐了8个小时的马车来找他的呀。察觉自己的多余，莉莉安强忍着悲伤表示下次再来看你。正当艾琳望着那一头玫瑰色的长发出神时，对方突然停下脚步，扭头恶狠狠地警告他们要认清楚自己的身份。那一瞬间，艾琳仿佛陷入了深深的梦魇。她想起来了，女孩莉莉安在三皇子死后便不断蛊惑皇帝发动战乱，竟只为让人永远记住艾诺西的名字。那么艾琳又会做些什么来阻止这一切呢？快说你愿意，即便碍于面子也请说出我愿意好吗？没错，为了帝国不被他俩霍霍，更为了女主不会有那么中二的姿势，他决定往死里撮合这2个犟种。原著中的三皇子他终究没能撑过那个冬天，而沦为守墓人的莉莉安却对此甘之如饴，因为喜欢的人终于不再拒绝他。可为什么又在临终前对他诉说爱意与不甘呢？如果我们对彼此坦诚些会不会？既然大家认为您是糟糕的皇子，那作为未婚妻的他是不是也该这样做呢？为了不让艾诺西的名字被遗忘，怀着憎恨的莉莉安用自己的傲慢与狠辣，让人们永远记住了那个糟糕的皇子，直到帝国覆灭之后，艾诺西的名字也没能被大家忘记。为避免这一切的发生，艾琳觉得自己必须做些什么。那个皇子殿下可以让那位漂亮姐姐留下一起玩吗？然而榆木脑袋不答应就算了，还将人往外赶。顿时急的艾琳向对方直接发出了邀请。莉莉安支支吾吾的经过一番挣扎，她终于说出有时间。不想榆木脑袋让她别勉强。不勉强，我真的有时间。望着满是抗拒的三皇子，莉莉安的脸色也越来越难看，甚至忍不住提醒他，不留我可是真的要走了。突然啪的一声，白毛重重的拍在三皇子的背上，并让他快些回答。知不知道你这样让主人很为难呢？像似被拍魔怔了，他叽里呱啦的说了一堆挽留的话，甚至还主动伸手邀请。眼前这一幕让莉莉安满是不可思议，不一会便抑制不住的露出一抹弧度。这不正是他一直所期待的吗？看着2人幸福的美好画面，艾琳也乐得小脸红扑扑的。与此同时，趴桌上醒来的沙尔奈询问侍女她睡了多久，随后揉揉惺忪的睡眼，说自己做了个奇怪的梦，梦里的帝国十分混乱，看不下去的他还成为了叛军首领。面对侍女大胆的揣测，沙尔奈想也不想的否认。他摸了摸刚做好的蜥蜴玩偶，对于现在的他来说，艾琳才是最重要的。即便真的发生那种事情，那也是为了守护蜥蜴仔仔，因为他说过会让我幸福的。为了不让他食言，所以我只能让他也幸福了。莉莉安声情并茂的朗读获得了大家的夸赞，姐姐你太棒了。然而某个扫兴的玩意在那指指点点的认为这是基本的素养。行啊，这人嘴臭的掉海里都能浮起来。察觉主人的闷闷不乐，更听到有人对自己身份的好奇，于是大方说道，我叫鲁西里温，是主人忠诚的狗狗。不，别听他瞎说，我们是朋友是朋友啊。原来如此，他谦逊有。不等他把话说完，三皇子又开始嘲讽道，要是我面前的某人也能学学就好了，我什么都没说，您又在挑什么刺呢？然而2人互不相让的拌嘴，让莉莉安很是好奇2人是怎么认识的。正准备展开来说的艾琳突然收到了某人凶狠的眼神警告，于是心虚的这个那个好像记不起来了。三皇子也在这时岔开话题，让他不必知道。闻言的莉莉安满是失落。就在这时，一句三皇子被绑去黑市被人卖了，是我主人救的他。艾玛，这是现在能说的吗？哦对，我刚刚说什么了？你们有听到吗？见气氛变得凝重，艾琳感觉自己的天灵盖要炸了。面对莉莉安的追问，三皇子支支吾吾的，随后恼怒的大骂道，你这个贱民有什么资格随意说我的事情？逃避解决不了问题，您什么时候才能放下自尊心？就不能坦诚一点吗？否则总会有您想说都说不出口的时候。可乡巴佬，你这是在教训谁呢？眼见着2人快要打起来的艾琳急忙掏出闹钟喊道，温啊，有点晚了，我们该回家了。担心穿帮他连忙将人嘴巴捂住，紧接着连拉带拽的。临走前他想邀请莉莉安参加2天后的茶话会。望着女孩犹豫的神情，艾诺西鼓足勇气的说道，我希望你能来。听了这话的吃瓜群众也不由得放慢了脚步。面对三皇子的请求，莉莉安娇羞的回应着，您都亲自邀请了，那我一定会参加的。见2人蜜里调油，艾琳也忍不住为他们高兴。可一回到家，她被克林公爵收养的消息惊得亚麻呆住了。从和女儿的聊天中得知，那家伙果然是个小偷，生气很生气，早知道就让他缺胳膊断腿死了算了。父亲，您这是要去克林公爵府吗？那您见过他的儿子吗？就是我在保育院认识的紫发少年，哈哈，是男孩子啊。我就是想知道他过得好不好，毕竟我们是朋友啊。好，你别担心，我会看着办的。对了，你的草药看得怎么样了？虽然有很努力的找，但他连三皇子的病症都不了解，有些不知道从哪下手。闻言，埃尔诺提到了紫人参，想起什么的艾琳连忙翻到了他的介绍页，那是一株存在于传说中的救命圣草，不仅种子十分难得，更没人能成功的将它培育出来。然而艾琳作为21世纪的人类，怎么会被种菜难道呢？一招穿成丑陋蜥蜴幼崽，
他的真身竟是龙。喜欢院长的宝宝别眨眼。当8块腹肌要不要？瞬间迷得隔壁美女送情书，他支支吾吾的不敢直视，送完便头也不回的跑远了。院长一脸懵逼的，难道中年大叔不吃香了吗？他瞥了眼信封，原来是艾琳的信啊，里面写有对他的感激和找到家人的喜悦。在听到紫毛因找不到他而伤心，艾琳克制着不去见他，也是希望他能重新遇到更好的人，并表示会等成年之后找他。所以您要帮我保密哦。还有在拍卖场给您送信的白毛是我的朋友，更将自己是埃达姆家的孩子告诉了院长。夏天快到了，哥哥经常找他玩，遗憾的是他每天都有写不完的作业。那个玩偶先放在您那吧，因为我这还有很多。近来我在找一个叫子人参的植物，要是听过请您一定要告诉我哦。隔壁爸爸又在和祖父吵架，保育院的孩子还好吗？院长看着洋洋洒洒的问候满是慈爱。艾琳·埃达姆还真是个令人捉摸不透的孩子呢。另一边的明月公会，不小心摔倒的小雀斑将刚收集到的资料撒得到处都是，上面赫然印着传说中的龙，它与生俱来的基因却因人类的贪婪导致灭亡。龙的盲目与忠诚会将自己第一眼看到的生物当成父母，并且只有获得他们的爱才能成长。为此，龙愿意做任何事情，甚至成为无情的杀戮机器。本该发脾气的疯批会长，此刻却安静的有些不正常。他唤来小雀斑，让他仔细看看桌上的照片。您确定他是龙吗？虽然长有翅膀，但也可能是蜥蜴变异了。他是埃达姆家的孩子，当初人类为了一己私欲，不断挑唆龙族之间的争斗，然而他们无法承受杀死同类的愧疚，选择了主动消亡。但唯有埃达姆家的那条龙留了下来，他不仅与初代家主签订誓约，还将代表力量的血液赐予他，更留有预言说埃达姆会诞生继承他血脉的存在。如今看着确实像只蜥蜴，但万一他是真的呢？若他没猜错，那家伙现在还处于无主状态，顿时眼里藏不住的贪婪，这可比变异的兽人有趣多了。他吩咐小雀斑全力调查埃达姆家族的信息及弱点。桌上的照片让他想起初次与女孩见面时的场景，哭解决不了问题，我哭的时候就没人帮，而这也让他回忆起儿时的成长，不仅带走了他爱的爸爸妈妈，还有他的怯弱与善良，因为没人会帮他，不是吗？一块面包换来的小奶狗，竟因主人送的礼物而再次沦陷。原作中对白毛背景的描写很少，然而对方铁了心要追随，让艾琳很是不解。从聊天中得知，这是他平生第一次收到礼物，也不知道自己的生日是哪天。那主人带这些是为了给他们庆祝生日吗？不是的，这是为了纪念我们的友谊了。说说笑笑的两人刚到门，就听到三皇子暴躁的让人滚，着急跑进房间的艾琳差点被飞来的相框砸中。闻声望过来的莉莉安，在听到有人关切的询问，眼泪顿时忍不住的涌了出来。她一遍遍的重复殿下，殿下的，听不懂人话吗？我让你们赶紧滚了，不然我杀了你们。意识到三皇子犯病了的艾琳，丝毫没注意白毛的异常，来不及阻止的她，听见白毛安抚三皇子别担心，我很快就会去找您的。然而不等对方骂出一句完整的话，便再也张不开嘴了。他愤怒的打翻烛台，却也只能任由白毛为所欲为的替他将房子里的人请了出去。大家诡异的没有反抗，却在关上门的瞬间都抓着脑袋不明白自己怎么出来了。就在这时，匆忙赶来的皇帝怒斥所有人都堵在门口闹什么，除了议员其他人都不准靠近房间。佯装坚强的莉莉安走着走着眼泪便止不住的流了下来，想上前安慰的艾琳最终还是默默地陪在他的身边。我没想到殿下他竟病得这样严重，本以为他会像之前那样，但这次感觉他好像真的要离开我了。难掩悲痛的莉莉安霎时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般落下。姐姐您别太担心了。走上前的艾琳出言安慰道，我知道有样东西可以救三皇子，虽然他的种子很难得，但您能和我一起培育吗？却被对方误以为是善意的谎言。艾琳不服输的，即便几率再小不试试怎么知道？我们不是约好了每周的茶话会吗？对了，还有这个，原本是等大家在的时候送，但眼下的情况还是现在送您比较好。虽然这次聚会可能会被延期，但请相信我们一定会带着他一起的。莉莉安望着年幼的艾琳，在我还是你这么大的时候，总是充满了自信，认为只要努力便能改变一切，但长大之后才明白，不可能的事情就不该抱有期待。虽然现在的坚持看起来很傻，但我愿意再傻一次。还有谢谢你艾琳，那现在的我需要做些什么呢？既然如此，就让渺小的我们开始实施伟大的复活计划吧。那么艾琳他们会成功吗？自三皇子病危之后，便拒绝了所有人的探望。苦心研究的艾琳为得到紫人参的种子，她需要培育3种不同的珍稀花，比如长在珠穆朗玛峰的雪冰花和火山口的艳玉花，将它2授粉便能获得雪玉花，然后再去大西洋挖深海花与其授粉，如此便完成了复活的第一步。接着再想办法让它生根发芽，直至长大。白毛同学你怎么看啊？我觉得不太行。备受打击的艾琳愁得直掉头发，想找白毛帮忙，可他还那么小，万一遇到危险，或许只能这样做了。于是他厚着脸皮请求了卡兰的帮助，不料某人拍拍胸膛，却在看到艾琳手里的日志时，露出了窘迫的神情。他自诩是个天才，但面对传说中的药草吗？或许你可以问问家主大人，虽然整不了紫人参，但雪冰花还是可以的，不过你得陪我玩几天。几天吗？不然1天也行啊。然而对方却调皮地说着愿意陪他1个月。顿时激动的卡兰连连比耶，随后跑去找家主的艾琳，向他提出请求。不料老爷子怪异的姿势看得艾琳一脸蒙圈，眼见着手举酸了也不见毛球过来。突然艾琳好像明白了什么，于是撒欢
欢似的投入了老爷子的怀抱，竟惹得对方一口一个没规矩。艾琳懒理他的口是心非，直言爷爷最好了，当然快说说什么事吧。不料老爷子刚进门就变了脸色，如果被毛球发现，那他家主的威严往哪放呀？于是不着痕迹的往后退，将门关上的同时，连忙示意管家快去收拾房间，而他则打算抱着毛球去外面散散步。可爷爷外面正下着大雨呢，那我们就在房间逛逛吧。殊不知艾琳早就看得一清二楚了，从老爷子口中得知，他曾参与过紫人参的培育，尽管失败无数次，更为他的成长倾注了大量心血，最终哎妈，我突然记不起来了。随后感叹好福气的三皇子竟能交到你这样的好朋友。迎着艾琳诧异的目光，其实大家早猜出他想做什么了，不过你不用担心，因为祖父会全力帮助你的。就这样，老爷子再次迷失在艾琳的夸赞中。不一会聊到学习的老爷子，不禁想起他那永远写不完的作业。听闻魔塔正在寻找继承人，那是一个汇集无数天才魔法师的组织。我家毛球这么优秀，或许能捡个魔塔主玩玩呢。听了这话的艾琳，不由得想到了原著中的剧情，如果不出意外，魔塔主一定会是那孩子，也不知道他现在怎样了。侍女卖车卖房换了个艾琳周边，怎料自己还没捂热，下一秒便被循着位的少爷发现，误以为是这家伙偷看自己画的小戏，才做出的这么一个玩偶。想起好友再三叮嘱，千万别说玩偶是出自埃达姆家，不然你我都得 game over。于是只能硬着头皮承认，本已经做好扣工资的准备，不料少爷爱不释手的，竟还要求他多做几个。虽然侍女偷看自己隐私的行为很可恶，但也不是不能原谅。然而对方一副不情愿的样子，气得子毛开始喊爸爸。祖宗别喊了，我做还不行吗？那你做个大点的，下星期给我。玩偶1万一个，做好了工资给你翻倍。瞬间路转粉的侍女直呼少爷您真帅。有了超能力的加持，她已经开始迫不及待起来。望着桌上的小玩偶，子毛眼神不由得暗暗，于是施展魔力，不一会一个形似小溪的冰雕冒了出来，仿佛看到了思念的人，不禁露出了灿烂笑容。或许自己能以这种方式等他回来。与此同时，重启紫人参研究计划的老爷子正在家中宴请宾客，卡兰则拿着一串钥匙，神神秘秘地说要带艾琳去个好地方。两人边走边聊，不一会便来到了玻璃房前。随着大门打开，里面美轮美奂的雪景还有盛开的雪冰花，哥哥竟真的将他们培育了出来。殊不知眼前苛刻的生长环境是大家用魔法造出来的，每一秒都耗费巨大，却仅仅只是因为女孩的一句话。备受震撼的艾琳十分感激卡兰的付出，她认为哥哥是世间最帅最厉害的科学家。面对妹妹的夸赞，少年竟难得的不好意思。虽然开花了，但接下来的授粉依旧困难重重。不过我们一定会赶在冬天来临之前拿到紫人参的种子。望着艾琳那充满希望的眼神，也不知道他们这样做到底对不对。于是捏着她软萌的小脸，让她多吃一点。不等女孩抗议哥哥的恶行，就看到远处走来一个人。埃尔诺收起蓄势待发的魔法，问卡兰这么晚来这做什么，害他以为有人闯入研究室，正准备来打人。迫不及待与父亲分享喜悦的艾琳感叹这一切就像个奇迹。听女儿一心想培育出紫人参的埃尔诺用眼神暗暗警告儿子，接着又面带鼓励地看着艾琳，我的女儿，你一定会成功的，别担心，爸爸会永远支持你。似乎一切都在朝着好的方向发展。然而艾琳即便拥有所有人的爱，甚至是龙，也难逃被作业支配的恐惧。天杀的，还让不让人活了？好好的一个周末全交代在这，我亲爱的宝宝，周末快乐呀！祝你们考试顺利，运动会顺利，总之一切顺利。天冷了不要感冒，好好照顾自己哦。爱你们的阿里。谢尔发现上课频频走神的女孩，询问她是在烦恼什么，或许她能帮上忙哦。闻言，艾琳满是不爽的，这人明明心里清楚，却还要装傻。不论对方出于什么目的，她还是将与朋友培育珍稀药草的事情说了出来。令她万万没想到的是，这人不仅暗暗嘲笑她的不自量力，甚至还打算借此验证她龙的身份。表面说着抱歉的话，实际上却十分羡慕这雪中送炭的情谊。要是她也能交到这样的朋友就好了。听了这话的艾琳，仿佛找到了感化反派的契机，认为缘分到了，或许他俩也能成为好朋友。怎料对方听完竟笑出了猪叫声，还真是讽刺呢。对不起，艾琳小姐，我没有笑您的意思，只是好奇您与年龄不相符的成熟。而这也惊得艾琳亚麻呆住了。好在很快到了放学时间，她不用再面对这个糟糕的家伙。接下来的一整个夏天，大家都在忙着为花朵授粉，但也会让温温带他们向三皇子问好，然后继续与作业斗智斗勇，偶尔会累得在课堂上呼呼大睡起来。就这样，时间一天天过去，尽管他们成功培育出了雪玉花，却依旧不敢放松。好在辛苦的付出得到了丰厚的回报，他与莉莉安一人一半，相互约定要一起努力。然而信里两人的一次次失败，让艾琳怀抱着仅剩的种子满是不安。听见门外爸爸的担忧，心不在焉的女孩丝毫没注意他受伤的手指。埃尔诺犹豫着，表示有些事情无法靠人力改变，但女儿你已经竭尽全力，即便结果不理想也别太伤心了。其实艾琳早就知道，像他这样的人类是无法令种子开花，只有传说中的龙才可以。一时语塞的埃尔诺望着早已哭成泪人的女儿，听她不断的说着抱歉，艾琳认为是自己的愚蠢害得大家这么辛苦，更不该给别人虚假的希望。她丝毫没注意自己豆大的眼泪全滴进了土壤里。埃尔诺也满是自责的，当初就该告诉女儿事情的真相。不过艾琳现在还没有到放弃的时候，或许只有你才可以。那么埃尔诺会告诉女儿他的真实身份吗？还有他的手指为什么会受伤？艾琳又会为此付出怎样的代价呢？
为让女儿开心的疯批公爵，竟不惜伤害自己。然而不是真龙的他，即便放了半碗血种子也没反应。他明知道不可能，却还不断鼓励女儿给他虚假的希望。满是自责的埃尔诺望着收集来的资料，跑来泰雷姆询问魔塔主那边有消息吗？怎料不仅没找到龙血，还反被对方逮着一顿奚落。不过没关系，他们还找了其他人打听。闻言，埃尔诺不耐烦的让他即便掘地3尺也得挖些真龙的血肉来。埃尔诺知道这种想法很荒谬，可他疼爱的女儿哭了呀。隔天顶着泡泡眼的艾琳对着镜中憔悴的自己满是无奈，她不停扒拉着，不一会便拖着沉重的身体，想想该拿仅剩的种子怎么办时，却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随后更是发出划破天际的尖叫声。与此同时，准备前往皇宫的白毛听到身后传来主人的声音，只见艾琳兴高采烈地大喊着：“温温做到了，我做到了！”不明所以的鲁西里温还以为是主人出什么事了，怎料下一秒手便被女孩紧紧握住，还不停地催她上车，说是路上再慢慢跟她解释。很快来到皇城的两人，在侍女的带领下来到了三皇子的寝宫，里面静悄悄的，即便遭到艾诺西的冷漠对待，他仍旧开心地说着，与莉莉安已经找到了治疗完整的办法。三皇子，您看看这盆植物，它已经开始发芽了，相信再过不久您便能彻底摆脱病痛的折磨。面对依旧不为所动的三皇子，艾琳安慰他再耐心等等。不料这话竟惹恼躺床上的病秧子，怒斥他来就是为了说这些废话吗？那你说够了就滚吧。殊不知恰巧赶来的莉莉安正满心欢喜地准备探望，一打开门就听见那人满是厌恶地说道：“滚啊，能走吗？看到你们就恶心。”富二代为逃避继承家业，不仅找男性恋人，还四处围建大别野。如今转了性子，开始没日没夜处理事务的埃尔诺警告他们没事别烦他。听了管家的汇报，老爷子不仅没生气，反还夸他懂事。殊不知他的乖儿子此刻正盘算着如何将家产打包送人。更令男人没想到的是，他放心肩上疼爱的女儿，竟在皇宫被骂得抬不起头来。望着床上那8个不停的病秧子，白毛真想上去抽他。尤其听那家伙说主人是恶心的爬虫，是泥坑里的卑劣贱民，更吼着让他俩赶紧滚了。怎料忍无可忍的白毛让他闭嘴。看出不对劲的两人，顿时急得艾琳连忙上前劝阻。然而眼前血腥的画面让他止不住的心疼，却让三皇子误以为他在害怕。好笑，真好笑，不是想治好我吗？怎么见着血跟看见了鬼似的？趁我不想打人，我拜托你们快走，别管我，尤其别再说治好他之类的废话了，行吗？对于从小徘徊于生死的艾诺西来说，安静离开才是他既定的命运。与其做无谓的挣扎，还不如将他忘了，就当他不存在。就在这时，望着女孩突然出现的艾诺西磕磕巴巴地说着：“你怎么来了？”怎料泪流满面的莉莉安大骂他是个傻瓜，说什么任由您离开，那我呢？到现在您还不明白我的心意吗？为什么只考虑您自己？难道你看不出我有多想和您聊天，享用茶点，哪怕只有几分钟也好啊？然而不等他说完，便被艾诺西一把拉入了怀中，听他一遍遍地说着对不起。望着眼前解开心结的两人，由衷为他们高兴的艾琳突然被脑子里的剧痛疼的瞬间失去了平衡。主人您没事吧？然而不愿打扰大家的艾琳扯谎称可能是自己太紧张了，正好他去外面透透气，那接下来的事情就交给你罗温温。说完便头也不回地往外跑。担心再次摔倒的女孩特意将植物放好。其实从早上艾琳便开始觉得不舒服，不等她多想，脑子忽然疼的像被什么东西狠狠撞上去了一样。很快意识模糊的艾琳耳边忽然响起了汽车的鸣笛声，悲伤、恐惧、害怕纷杂的情绪像不透风的密网，带着刺骨的寒冷向她袭来。她不明白为什么此刻会有种解脱的快感，而往返梦境与现实的女孩，难道艾琳真只是她的一场梦吗？渴望家庭一次偶然穿到自己最爱的漫画中，在这里他收获了疼爱自己的家人和忠诚的小奶狗，以及爱慕他的病娇少爷，可谓就漫画里的 NPC。 陷入危机的女孩竟再次被带回了现实世界。等她再次醒来，耳边尽是扰人的噪音，她抚着发疼的脑袋，望着眼前熟悉又陌生的弟弟以及扎着针管的手臂。为什么总会回到这里？女孩的异动也惊醒了熟睡的两人，却被眼前血腥的一幕惊得目瞪口呆。没一会他们追上询问她的情况，然而恍若未闻的女孩不仅不在意手上的血流不止，反而一遍遍重复着：“我是艾琳，我好想哥哥姐姐还有疼爱自己的爸爸。”丝毫不理会身边两人的担心，她呆呆地望着前方喊道：“爸爸，艾琳好想你，拜托，求求你，请让我回去吧。”再也坚持不住的女孩在两弟弟焦急的呼喊中，意识慢慢抽离，命运的齿轮将她带入了小时候，而地上散乱的画纸仿佛承载了女孩内心深处的渴求。忽然黑暗里听到有人喊：“艾琳，艾琳，你快醒醒！”终于咔嗒一声，女孩再次从床上睁眼醒来。不是那个讨厌的地方，真的太好了。她揉着发酸的眼睛，直到身后传来一道熟悉的声音：“欢迎我的女儿回来，爸爸可是等你等了5年了呀。5年，不是5天5分5秒，是5年。天呐，自己经历了什么，居然用了整整5年。不等她好奇身体的变化，就看见爸爸求抱抱的热切期盼。虽然害羞，但是那个爸爸真的好帅呀！不管了崽崽，他嗷呜一声，便迫不及待地往爸爸怀里钻。面对埃尔诺的关心，只是嗷嗷着摇摇脑袋，不料对方竟能听懂他的意思。大喜过望的崽崽一边扑哧扑哧地继续向他比划，一边还不停地嗷呜：“你是想知道有关三皇子的事情吗？那不用担心，没有坏消息。不过在那之前，还有很多人想见你呢。”其实阿里很好奇，为什么现实中的弟弟与梦境里的哥哥长得那么像。
为争抢仔仔，老爷子冒着被狗舔的危险，也要锤死这坑爹玩意。在这之前，抱着小龙仔的卡兰感叹：“这也太可爱了吧！你知道这5年我有多想你吗？”不等他把话说完，便被抢走了手里的小团子。疯女人，你发什么癫？面对红毛的无能狂吠，他理都不理，反而一个劲的往艾琳脸上蹭。原以为5年是爸爸开的玩笑，直到见了哥哥姐姐，才不得不接受这个事实。可他一个蜥蜴兽人怎还长翅膀了呢？难道是漫画里的奇怪设定？仿佛想起什么的艾琳抬头扫了一眼，温温呢？那个一直跟自己的男主去哪了？不等他多想，便听见爸爸为他准备好了早饭，哥哥更是神神秘秘的让他做好心理准备。另一边，焦急等待的老爷子一边猛敲桌子，一边闷闷说着怎么还不来。突然咔咔2声，只见一个粉色脑袋冒了出来。等不及的老爷子立即做出一副要吃龙的表情，嘴里却叨叨着不省心：“来来来，快让爷爷抱抱我。”不料团子没挨着，还被坑爹或暗戳戳的嫌脏。此时埃尔诺自顾自地抱着女儿放在一个重要的位置上，随后一个响指，刷刷刷地揭开专为艾琳准备的满满一大桌子食物。这可把饿5年的仔仔高兴坏了，就连温温什么的都闪一边。他左一爪右一爪，2秒干翻一个盆的速度，直接惊呆了坐一旁的老爷子。正当艾琳吃得起劲时，丝毫没注意自己乱晃的尾巴，将刀叉甩得到处都是。虽然不想打断女儿干饭的快乐，但艾琳好吃的还有很多，于是耐心地让女儿慢慢吃。她看着对自己不断呲牙的小家伙，希望她能慢点。无论我的女儿要做什么，爸爸都支持，但别着急好吗？爸爸没有责怪，只是担心你会噎着。本以为毛球会吐他一脸，不想竞争，乖乖的小口吃了起来。看那家伙装慈父的恶心模样，还真是倒胃口哎。没一会，摊桌上打饱嗝的艾琳听爸爸让他盖个转印，对，就这，按一下就行。仔仔想也不想的照做，不料没等到爸爸的表扬，反而等来了一把金灿灿的钥匙。猛圈的艾琳很猛圈，完全不明白他要做什么。接着爸爸又将整个家族都托付给他，还笑着尊称他为家主大人。天呐，疯爹，你要不要听听你在说些什么？蜥蜴仔仔逆袭成为团宠，不仅惹得全员争抢，更让颠公费尽心思打包整个家族送他，却遭到仔仔的拒绝。不料有800心眼子的颠公强行为他接下了这泼天的富贵。直到此刻，老爷子才看清那坑爹玩意的算计，感叹他这么好的演技不去当演员可惜了。话可不能这样说，家主你都做几10年了，怎么这也该轮到我女儿了吧？可自己一个蜥蜴兽人，爸爸我不同意。埃达姆是赫赫有名的龙之家族，黑着毛球在说什么？他说自己是蜥蜴不配继承皇位。听了这话的老爷子顿时笑出了猪叫声，原来你不止坑爹还坑女儿。气氛既然都轰到这儿了，艾琳，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其实你不是蜥蜴，而是这世间仅存的一条真龙，曾与先祖缔结契约的龙，预言100年的埃达姆会诞生出他的血脉，而你，我的女儿就是预言里的主角。虽然晃眼过去5年他能接受，但左一个家主右一个真龙，谁能掐下自己告诉他这不是梦？迫切想说出真相的仔仔尾巴突然发出一道耀眼的光芒，于是在2人不可思议的目光中，哗哗的变回了原本的模样。爸爸别再和我开玩笑了，艾琳叉腰认真的说道，随后跳下桌子向2人展示自己的蜥蜴尾巴。尾巴，他的尾巴呢？埃尔诺让他不必在意，他曾把是请蜥蜴族长过来确认，你并非他们的族人。我的女儿是讨厌龙的身份，还是不愿成为家主呢？爸爸不会强迫你做任何自己不喜欢的事情。闻言的艾琳突然看向老爷子，发现他的态度和爸爸一样，面对2人的热切期盼，陷入纠结的艾琳，自己该答应吗？或者他能安稳待着生活吗？与此同时，帝国一个偏僻的港口，正悠闲钓鱼的老头被路人询问去首都的方向。2人经过一番交谈，为感谢老头，那人神神秘秘的掏出一罐肥宅水，表示喝了可以干翻一头牛。不料老头喝完，开始变得亢奋，想多要几瓶。那人听了不仅没生气，反而大大方方的又送了他一箱。宝宝知道这人是谁吗？他的肥宅水又会在帝国掀起怎样的风波呢？本想躺平的学渣幼崽，不仅被几大疯批争抢，还被爷爷期盼统治魔法界，更被颠公套路，还稀里糊涂的当了家主。此刻睡不着的仔仔紧盯着手里的黄金钥匙。爸爸早知道他不是普通蜥蜴，却不在乎，甚至认为女孩是上天赐予他的礼物。即便不是龙，也打算让女儿继承埃达姆。还记得我曾说过，无论女儿你想做什么，爸爸都会无条件的支持。然而对于艾琳来说，这短短的1天竟让她有种满满的不真实感。可面对大家信任的眼神，又说不出拒绝，这也让她想起温温也说过类似的话。难道她早知道自己的真实身份？可为什么又不说清楚呢？就这样，艾琳抱着钥匙迷迷糊糊的睡着了。直到次日清晨，睡得四仰八叉的艾琳被侍女叫醒。今天是她入宫的日子，正准备上车的艾琳，却突然听见身后有人哭唧唧的，埋怨作业太多不能陪她一起，却被赶来的埃尔诺和西利安拖了回去。此时坐在马车上的女孩却心不在焉地看向窗外，思绪却早已飞向5年未见的艾诺西。终于抵达皇城的艾琳，在侍女的带领下再次来到三皇子的寝宫。她紧张地盯着前方，随着吱呀一声，映入眼帘的是2道熟悉的身影。那家伙长高了也变帅了，只是那嘴巴依旧跟粗了毒似的，一口一个面团小矮子。然而艾琳听了不仅没生气，还看到某人因此被训斥的画面。不一会，张开双臂的艾诺西傲娇地让他过来抱抱自己，却被莉莉安要求跪下。不料女孩站着一动也不动的。正当某人尴尬的想要起身时，却被一把冲过来的小团子狠狠抱住，还呜咽着说他没事，真是太好了。2人望着嚎啕大哭的女孩，却笑得十分开心。这究竟是道德的沦丧，还是
你见过有趁人睡觉喂石头的吗？这不仅有，还整整喂了5年。据悉，陷入沉睡的幼龙，只有吸收足够多的能量，才能长成众人所熟知的巨龙。然而大家并不清楚，错过了为你注入胜利的时间。这也多亏了鲁西里温，他不仅搬空神殿所有圣石，更日夜不停的修炼。在这5年里，他将自己凝练的胜利制成圣石，每次来送都憔悴的就像个索命的白无常。后面更是直接到来神殿的圣物，惹得大神官要严惩。即便我向他们透露你是真龙，也依旧被关了禁闭。当然，整个埃达姆也在全力以赴，尤其是你的父亲埃尔诺，他整整守了你5年。或许没有2人的照顾，你会醒得更晚哦。直到此刻，艾琳才明白，他短短的几分钟，却是家人朋友精心呵护的5年。原以为温温当初跟他是为了打发时间，不想竟能做到如此地步。别担心，那家伙早没事了，现在没出来，估计是被神殿逮去做苦力了吧。察觉面团的不开心，劝道这都是那家伙自愿的。不仅如此，收养你的那2个家族也差点打起来。想知道后面怎样了吗？那收好这个，下次茶话会的时候我再告诉你哦。快一点，动作这么慢。还有你龙的身份已经传开了，却故意隐瞒你成为家主的消息，一看就是被坏人盯上了。不过也别太担心，有事可以来找我们商量。不料某人听他只夸老婆不夸自己，又开始蹭蹭的想作妖。回家的途中，艾琳望着手里的文件出神，这是皇帝再三叮嘱，让艾诺西将这份文件交到他手里，再亲手带给父亲。之后三皇子更是承诺，无论自己提什么要求他都答应。正思考着要个阿离的艾琳，被外面奇怪的声音所吸引，只见他们咕噜噜的喝完便开始哈哈大笑起来。见小姐一直盯着外面看，表示他们肯定是喝了那种水。听朋友提起，这是帝国近来新出的饮料，因为口感不错，还比酒便宜，非常受大家欢迎。这听起来似乎像小说里提到的肥宅水，喝了容易上瘾，最终导致整个帝国陷入混乱当中。此时早在路边等待的埃尔诺一直掐着手里的怀表，直到看见女儿才放下心来。艾琳将文件递给爸爸，表示待会有件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他。女孩边跑边笑着说道：爸爸，谢谢你这5年的陪伴，以后我会努力成为一个值得让您骄傲的女儿。那我们待会见了。听了这话的埃尔诺却在心底默默对女孩说了声谢谢。大家知道这是为什么吗？接下来会出场一个新人物，他与兽类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那么他与男主艾琳又有着怎样复杂的关系呢？给瓶2毛5的肥宅水，我就能帮你干废整个帝国。因为便宜还上瘾，就被有心人拿来煽动民众的情绪。而这在原著中，痛失爱子的皇帝对此不管不问，为让大家都能幸福，他必须尽快查清楚。想出神的艾琳端着绿茶慢慢喝，却被爸爸误以为他喜欢，想再送些过来。听女儿提起肥宅水，但对此并不了解的埃尔诺建议他在家族会议上提下，因为无论你龙还是家主的身份都能引起重视。这次聚会也是为了让你与大家认识，但有个固执的家伙拒绝参加，这样也好，免得过来带坏我女儿。为了帮艾琳坐稳家主的位置，忙到他都没时间多待一会儿。而女孩无意间流露出的信任和依赖，或许他已经完成了烙印。面对女儿的不解，埃尔诺竟意外的没有多说什么。不过自那以后，时刻都想黏着爸爸的崽子，总想跟着后面当个小尾巴，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这样。即便查阅书籍也没有任何解释。看到封面的署名，都5年了，这家伙阴魂不散的，还在继任他的家庭教师。值得庆幸的是，他在沉睡期间一切还是老样子，就连身高也没任何变化。还有那个喜欢 cos 的腹黑反派，或许可以换了这家伙，但考虑到他与散播肥宅水的幕后黑手有勾结，打算继续放身边监视。殊不知这一决定却害苦了他。2人明里暗里的试探，却还要揣着明白装糊涂。好不容易熬到放学，就听见某人又在外面滚轮胎，正考虑要不要拉拢，一时没注意撞到了侧面走来的人。对不起，真对不起。然而对方只是不耐烦地瞟了一眼，便将他当个屁放了。好家伙，虽然自己个子不高，但神官就能用鼻孔看人吗？越想越气的艾琳一路哼唧唧的，可一想到那张讨债脸，竟还莫名的感到熟悉。这可不就是温温的老师吗？那宝宝还知道这人其他的身份呢？喵！不同意，这批大点的孩子凭什么当家主？冷静呢，那孩子可是咱家诞生的真龙啊！不错，凭他阻止了疫病的传播，还培育出子人参，就3皇子就够资格了。不过话没说完，就看见女孩和埃尔诺正慢慢朝着走来。不一会，大家纷纷起身以表达对新家主的欢迎。蒙圈的艾琳在爸爸的指引下就坐，面对大家的问候，更是紧张的说不出一句话。直到爸爸提醒他让大家坐下，为缓解女儿的紧张，他让艾琳简单的介绍下自己，并说出了此次会议的目的。心领神会的老大名叫查尼尔，是家族骑士团的团长，让女孩有事都可以找他，却被吐槽只会做些没脑子的体力活。说话的女人正是家里的2姐尼利亚，目前正管着帝国最大的商团。接下来到老3，却被妹妹克雷亚抢了个先。他明里暗里表达对女孩的不满，即便收到埃尔诺的警告，也依旧暴力输出，甚至想当场放大招。听不下去的柔弱老3说自己叫海伊尔，不等他把话说完，又被杀红眼的妹妹嘲讽，他是我们当中脾气最坏的教授。终于轮到克鲁诺，在家排老5，是神殿的枢机主教。爸爸不是说他不会来吗？这人面无表情的，完全猜不出他在想什么。在这之前，他还在美美的谈恋爱，却因一次失控永远失去了自己的爱人。自此他无处宣泄的愧疚化成鞭子，不仅往自己身上抽，还喜欢以教育为由抽别人。
他信仰阿尔玛大人，认为女孩是一只愚蠢的野兽，虽说是旁系，但没有确定埃达姆血脉之前，他没有资格做家主。大家清楚知道亲子鉴定只是走个形式，却被克鲁诺拿出来挑事，甚至扬言要把他的生父抓回来。可女孩就像石头缝里蹦出来的。为避免冲突，妮利亚赞成他的提议，让老三再仔细查查。这时听克雷亚提起什么水的艾琳不再紧张，反而认真的说起，那是一种可疑的饮料，十分受底层民众的欢迎，但喝完都会出现奇怪的症状，表示想等了解清楚之后再请皇室出面调查。然而大家并没有听过，意外的是克鲁诺居然主动开口询问那饮料的名字。黑黑屏上面的我没看懂，反正阿离就叫它肥宅水了哟。宝贝，祝大家新年快乐哟！阿离和紫毛想抓龙，听说那是能让大家心想事成的存在。我想艾琳肯定已经站了，甚至迫不及待的想让大家留下新年祝福，好快点去帮他调查肥宅水。仔仔结束会议，连忙喊住不对付的老五，丝毫没注意频频望向他的女人，怎么才一挥就舍不得了？闭嘴，我才没有呢！科科，你不是家主大人的铁粉吗？前不久还听你整了套蜥蜴周边，突然砰的一声，就瞧见妹子那恶狠狠的眼神。碍于旁边还有其他人，又娇滴滴的让哥哥别说了。此刻妮利亚则望着身后若有所思的文文，现在还好吗？听女孩想见他，克鲁诺不仅拒绝，还嘲讽他是个怪物，明明10岁却仍像个5岁的孩子。他对艾琳的厌恶忍不住抨击女孩是只愚蠢的野兽，便头也不回的离开了。前世早已经听习惯的艾琳虽然并不生气，却依旧感觉心里闷闷的，直到听见埃尔诺的声音才心里明亮了几分，至少他还有爱自己的爸爸呀。望着天上的月亮，艾琳再次回想起被人骂怪物的话，她不仅是龙，还是个10来岁的女孩，真希望明天一觉醒来就能恢复她这个年纪该有的模样。不料隔天一大早，大家看她跟见了鬼似的，望着一夜之间长大的艾琳。埃尔诺让侍女先离开，忍不住询问昨晚发生了什么。听女儿许了个想长大的愿望，不由得摸摸她的脑袋，庆幸我仔仔并没有经历生长的疼痛。不过据他们调查发现，龙可能具备梦想成真的能力。听了这话的艾琳不禁想起段伟逃到了保育院和拍卖场里突然出现的温温，以及希望爸爸身体健康。原来这一切的一切不是偶然，而是他的超能力。看出女儿眼里的跃跃欲试，好奇她想做什么。水，我想喝水。那好，你现在尝试着想象水出现在你面前的样子。不料女孩天马行空的瞬间脑补了许多有关水。突然200斤的大鱼被滔天的水浪冲来，连带着两人也被浇了个透心凉。对不起爸爸。此时撩起湿漉漉头发的埃尔诺竟笑得十分开心，而这却苦了打工的牛马。送女儿出门的男人总不放心的反复叮嘱，准确的希望在什么地方发生什么样的事情，这是你能力实施的原理。可即便如此，他依旧不放心的瞄向一旁的护卫，命令他要保护好小姐，遇见可疑的家伙就立即将他干掉。过没多久，女孩便被眼前恢宏的神殿惊呆了。她边走边思考着，等温温当了大神官之后，便到解放兽人以及肃清克鲁诺的剧情。突然响起的惨叫声，只见一神官正拿着鞭子乱抽，眼瞧着那可怜少年快要被打死。艾琳立即让他住手，虽然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但再打下去你会打死他的，哪来的小屁孩。然而对方穿着1个亿的高定，还带着个勇猛的护卫，这起码是侯爵小姐的标配。于是添油加醋的控诉那名兽人，拦理神官的女孩，让护卫先送人去救治。面对他的胡乱攀咬，更是投去了一个凶狠的眼神，并威胁他快带自己去找克鲁诺伯父。克鲁诺伯父？反应过来的神官，这哪里是侯爵小姐，分明是制裁他的神了。失礼了，我立即带您去。抵达目的地的时候，神官让他在外面候着。然而不等他把话说完，便没了女孩的身影。空旷的长廊不时传来鞭子抽打的声音，走近才发现跪着受刑的正是他要找的克鲁诺。此刻男人正沉浸在害死爱人的愧疚当中，直到一位不速之客哒哒哒的捏着拳头向他冲来。话说你这老头凭什么殴打我的伯父？即便知道是男人找虐，却依旧颠颠的询问克鲁诺为什么要跪着挨抽。可即便您这样做，也无法洗清身上的罪孽啊！眼瞧着快激怒对方，又不紧不慢的说道：“我有更好的办法让您变得幸福哟。”面对女孩的胡搅蛮缠，老头无奈解释这不是虐待，而是主教他自己要求的。不听王八念经。女孩自顾自的心疼，希望老头能将伯父还他，却被对方以受伤为由拒绝了。话不多说的艾琳走上前去握住男人的手，不给他骂人的机会，就在心里默念。突然掌心冒出一道光芒，瞬间照亮了整个房间。望着那恢复如初的背部，艾琳对自己的能力又有了新的认知，忍不住露出得意的神情。这下总能走了吧？途中女孩追着克鲁诺，看我，难道你没发现我的变化吗？我要见个人，他叫温温，鲁西里温的温，认不认识需要我再提示一遍吗？吵死了，就不能闭嘴安静会吗？面对女孩的喋喋不休，他无比厌烦地说道：“若不是因为你家主的身份，以后请你有多远滚多远。”殊不知打定主意的艾琳准备在他面前疯狂刷脸。没一会，带人来到密室的克鲁诺表示开锁需要一点时间，别想着将人喊出来。不服输的艾琳猛吸一口气，鲁西里湾，汪汪汪汪呐！恼人差点被干炸的男人，让他别白费力气。就看见裂开的门缝走出一位身体修长的俊美少年。被哐哐打脸的男人不满大神官后不像只被驯化的小狗，察觉身后的低气压，女孩连忙让人起来表示这都是误会了。如今温温没什么大碍，接下来便是兽人与这个老顽固想
想到几天后的祝日活动，便想邀请温温一起，不想这又惹恼了他，在那暗戳戳的嘲讽男主就这么爱当奴隶吗？不，才不是呢，我可是主人忠诚的狗狗哟。与此同时的明月公会，一位正看着资料的炮灰，瞥见朝着走来的金主，吓得连忙起身，拦理他谄媚的神秘人，问道那建议考虑的怎么样了？然而对方紧握着双手，承诺会想尽一切办法要回他的女儿。没一会，炮灰得意地抛着刚得来的报酬，却被熟人嘲讽，这又是搭上哪家有钱人的小姐了？不以为意的炮灰开始炫耀着，最近接了个赚米的私活，不仅如此，还妄想独占那个孩子。殊不知他的贪婪早被幕后两人知晓，却不在乎。绿毛想借此造成帝国的混乱，而反派则无时无刻都想烙印那条小龙，让其沦为实现欲望的工具。为此，他在上课的时候故意透露父母对龙的重要性，没有他们的认可是长不大的哟。艾琳惊讶于他说的，既然龙有实现愿望的能力，那想做他父母的人应该挺多的吧？当然，得龙者得天下，就连皇帝也不例外。一旦出现活着的真龙，便会成为所有人争夺的对象。在这之前，艾尔诺守着他从未离开过半步。那么爸爸也是因为龙吗？眼瞧着被自己三言两语挑拨的蠢货，还真是有趣啊。不过为讨宠物的欢心，他拿出早已准备好的绿枕，叮嘱女孩别乱跑，当心伺机发动暴乱的平民哦。女孩装作害怕的样子，听他透露有关肥宅水的消息，果然这家伙也参与其中。可被宠物一直盯着的反派感到莫名其妙，难不成是在怀疑他与肥宅水有关？相互试探的两人硬是撩出了800个心眼子。互相道别之后，埃尔诺找到了正在看鸟的女儿，询问昨天他没有被那家伙欺负吧？没有了，国父傲娇归傲娇，但没有为难他。听爸爸打算在几个月后的宴会公布他家主的身份，但在这之前他不想告诉任何人，而这也让艾琳不由得多想，为了龙的烙印，谁都会不要命的扑上去。那么爸爸呢？1年1度的祝日活动，倚在墙边的艾琳嘀咕着这人也该到了吧，就听见耳边那谁主人主人的叫着，温温开心的向他打招呼。5年的时间让男主长得愈发撩人，竟开始有些期待他与女主的爱情故事。指着不远处的温温，也想学大家在墙上绘画。听他说不会，艾琳鼓励他没关系，甚至跃跃欲试的想要在他面前秀一波，却被某人寥寥几笔，憋得差点去见太奶。不仅如此，还被周围人拿来比较，还真是扎心了温温。在那之后，犹如欧皇附体的少年，无论套圈还是掰手腕，他样样如一。此刻舔着主人送的棒棒糖，简直不要太幸福了哟。然而就在这时，艾琳捡起飘来的传单，上面印着有关兽皇的预言。从和温温聊天中得知，讲的是苏醒的兽皇即将解放兽人。对此毫不在意的男主想带艾琳去个地方，甚至信誓旦旦地说他一定会喜欢。果然天边美丽的晚霞让艾琳不由得眼前一亮，询问他是怎么知道这里的。是一次散步，当时便想着一定要带您来看看。面对少年的温柔，仿佛自己从没有帮过对方什么。相比少年的完美，艾琳不明白他为什么愿意在自己这么糟糕的人身上花时间。其实与您第一次见面那会，他正在和大神官打赌，如果3天之内有人肯收留，就还他自由。可就在赌约结束的那一刻，是主人您的到来给了我希望。这个世界不缺天才，而是缺少像您这样善良的人了。听了这话的艾琳，感觉少年就像他儿时期盼的天使，虽然开心，却又莫名的酸。想来是不该奢求不属于自己的，就像当初遇见的那个孩子。此刻他正打包着行李，嘟囔着我想回再回来。紧接着砰砰2声，丝毫不惯着他的魔塔主当即就训了起来。暴脾气的紫毛还是那个暴脾气，不理糟老头的聒噪，直到听对方让他别招惹那条龙，才不情不愿的说完几天就回。怀疑说错话的魔塔主猛拍大腿，龙不抓他，别自己作死跑去抓龙了呀喂！汪汪叫的年糕，竟借着神的旨意询问女孩，你愿意和我一起吗？而这一切都离不开肥宅水。在克雷亚说出可能与神殿有关，明知道这会惹怒老五，但还是委婉地说出神殿好心收留的兽人，但近来他们行为古怪，时常会摔倒或者大笑。不仅如此，大神官也神神秘秘的，像是在与什么人接触。忍无可忍的克鲁莫指责他一个交际花在这乱说什么，仅凭这些传闻就敢造谣神殿，你是活腻歪了吗？劝两人冷静的艾琳，结合姑母的消息以及路上听到的，或许这一切真与那老头有关。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神殿已经沦为肥宅水的仓库，只因在不久之前，绿毛建议他用肥宅水当报酬，赚得盆满钵满的大神官却仍让他赶紧处理。不过你也是个兽人，这样对待同族真的没关系吗？无所谓的绿毛表示，为实现大义难免会有牺牲，这也是作为一个皇的觉悟。疯子真是个疯子，他爱财却也不会残害族人，还受族大义忒不要脸了。突然听见身后有人喊他，你不是喜欢离家出走吗？怎还在这里？当然是为了侍奉阿尔玛。倒是您最近有什么开心的事吗？听出对方话里有话，询问你到底想知道什么？怎料男主只是笑笑，表示我什么都不想知道。隔天站在埃达姆家门口的反派思绪复杂，虽然生气宠物毁了他的拍卖会，但对方不论龙或家主的身份，都让他兴奋得快要发癫。即便已经刻上了埃尔诺的烙印，却不完整，这说明他还有机会。为此他不惜动用一切肮脏的手段。然而万万没想到，这蠢龙一觉醒来跟天塌了似的，不仅怀疑埃尔诺的真心，还央求自己每周为他提供肥宅水，只因女孩的一个不小心误喝了埃尔诺带给他的样品。这离奇
奇的巧合，让反派一度怀疑他在编故事。龙是能将剧毒当饮料喝的存在，虽然不受肥宅水的影响，但会上瘾。那这是你还告诉过其他人吗？听到女孩否定的回答，又忍不住心底的雀跃。这可是刷脸的好机会啊！最好再让他依赖自己。于是装模作样的说这戒不掉，不过您放心，我会帮您的，但您得答应我，这事不能告诉别人。隔天在埃达姆的会客厅，垂头丧气的艾琳本不想借助那家伙的力量，但又害怕会被家人发现。就在这时，一位侍从捧着盒子走来，里面亮闪闪的珠子瞬间吸引了艾琳的注意。这是除均衡碎片和火焰剑之外的第3件遗物龙珠，不仅能实现愿望，更是家主的象征，原是爷爷留给爸爸的，此刻却安静地躺在他的手里。于是迫不及待地在心里默念：愿阿离2015有钱有颜，怎料睁眼连根毛都没有。爸爸，愿望实现了吗？为什么一点感觉都没有？这样啊，乖女儿，把那破珠子给我，这成精的玩意敢无视我的女儿，还是烤来吃了吧。看来他与大家还不能摆脱肥宅水的影响，别担心，大家都会帮你的。爸爸只想你能健康快乐地长大。艾琳垂着脑袋，自此又多了一个不能告诉埃尔诺的秘密。不过那又怎样？他不也有很多事瞒着自己吗？只要不戳破，那么两人就还是亲密的父女关系。可埃尔诺到底想要什么呢？与此同时，温温捡起被海水冲上来的空瓶子，果然这一切都如阿尔玛提示的那样。他静静望着眼前的直到听见熟悉的声音才回过神来。您知道您忙还麻烦您，只是近来大神官的行为有些异常，就连兽人也像迷了心智。为此他请示了阿尔玛神主人，您能过来一下吗？温温掀开遮盖的幕布，顿时露出满满一箱可疑的饮料。猜测幕后之人是通过水路运输，但一切都晚了。忍不住向阿尔玛忏悔的温温，却意外得到了神的回应，说只有您才能净化这些罪恶。不仅如此，神还有其他话让我代为转告。另一边，反派让人去偷肥宅水的解药，可你们不是合作关系吗？呵呵，一个卑贱的兽人远不及他龙的半分，你唧唧歪歪的是不想活了吗？他答应给宠物有关肥宅水解药的情报，以及每周为他提供肥宅水。虽然这样很容易暴露他反派的身份，但为了宠物他决定拼了。相比这个，他更头疼女孩与阿比温的关系，两人时常有书信往来。重要的是，女孩看他的眼神让他有种被看穿身份的错觉。突然夹层里掉出一封信，他打开一看，竟意外的在上面发现了自己的名字。这时曾被艾琳搭救的兽人指着手里的预言，向同伴提起女孩特殊的气息，并坚信她就是那位预言中的皇。不料这话被路过的绿毛听见，他抢走兽人手里的传单，表示想加入两人，更好奇他口中的皇是什么人。于是那兽人将遇见女孩的事情又说了一遍，他话里话外对那孩子的崇拜，让绿毛笑得愈发灿烂，以至于手都搭人脑袋上了，还哄宝宝似的。你能先闭个眼睛吗？疯批奶爸已经跟到最新章节了，接下来漫画一周一话的进度，想看其他漫画的也可以告诉阿里。希望各位宝宝每天都能开心快乐哟！帮忙快帮忙啊！你手机里的第2个表情包很可能藏着大神官的秘密，阿离收到便会将它带给皇帝。想来这样就可以帮到仔仔了吧？可你为什么会知道的那么详细？然而温温只是笑笑，表示这一切都是阿尔玛的意思。没一会回到家的艾琳让罗兰准备食物，好让他带去神殿分给挨饿的兽人。不出意外，女孩的多管闲事被克鲁诺发现，他冷着一张脸质问：你在这做什么？顿时吓得兽人甩了手里的食物，趁女孩分散他注意力的间隙，又捡起往嘴里塞。伯父，你见过一个长耳朵的兔子兽人吗？可你作业做完了，是不是碰见个受伤的就要管？拜托收起你那可笑的善心，这不是你的游乐场。可你以前不也很喜欢动物吗？不管我不管，这里的兽人本小姐管定了。不仅这里，我还要解放大陆所有的兽人。仿佛听了个天大笑话的克鲁诺忍不住口吐芬芳，却被突然冒出来的护卫打断。没一会就看见艾琳向他挥手告别。然而女孩的不自量力让他想起恋人也曾说过同样的话，并还为此失去了宝贵的生命。而得到消息的艾琳发现越来越多需要救助的兽人，难道真如温温所说，大神官利用肥宅水奴役兽人？这可是圣殿，女孩很难想象他们是如何在这里进行交易的。突然身后传来的异响让艾琳猛地失去平衡，这是哪个傻缺造的豆腐渣工程？摸着完好的墙壁似乎并没有发生坍塌，只是这阴暗幽深的通道，该不会是自己刚刚许了愿吧？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或许他真能凭借自己的力量找出真相。这熟悉的走廊很像前些天来找温温走的那条，万一碰见其他护卫，他该用什么理由推脱？突然空气中弥漫着一股甜甜的香味，像极了他喝的肥宅水，似乎是从那扇门传来的。怎么办？随着他的靠近，那股甜腻闻得让人直犯恶心。透过门缝的艾琳看见悲天悯人的大神官正大声训斥着底下那些累弯腰的兽人。突然窜出来的绿毛警惕的让人去巡查，可四周静悄悄的。在即将被发现的一刻，艾琳化作了原形。这时他叼着衣裙小心翼翼的想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却迷了路，一个没留神恰好撞见了下班的绿毛。一人一龙大眼瞪小眼的持续了好一会，本以为他会喊人，却冷不丁的伸手说要帮他。路过监狱的时候，艾琳发现了一道熟悉的身影，那不是他找许久的小兔子吗？究竟发生了什么？他被关在这里竟还满身伤痕。察觉出他异样的绿毛解释道他们是犯了罪才被关起来的。呵，要不是9年义务，我差点就信了你。看来这家伙也不是什么好人，还带着一股浓烈的肥宅水的味道。该不会他直接撞凶手脸上？不行，小命要紧呀！苍天阿弥佛，快送我回家吧！然而冰冷残酷的现实让他此刻沦为了待宰的小龙羔。别看这人现在笑得无害，指不定正在心里盘算着怎么虐宝。
宝呢？龙生不幸啊，怎么办？这发癫的能力时灵时不灵，该不会一天还有次数限制吧？无论如何，他得想办法离开。然而不想裸奔的艾琳还得先去找裙子，却在一堆文件里发现了惊天秘密：兽人国因干旱无法生产，便将主意打到了帝国。不仅如此，里面还提到解药以及与大神官的肮脏交易。与此同时，来到地下室的温温满是不安的，竟还生出一种想要摧毁这里的冲动。那么他会找到艾琳吗？真龙身份的暴露，便会伴随着无尽的贪婪与掠夺。即便是自己最亲近的人，被逮住的龙仔仔还不知道帮他的绿毛此刻正兴奋地熬着能让人听话的绿豆汤，仿佛女孩只要喝下，他便能为所欲为地掌控一切，成为这世间的主宰。嗨，等很久了吧？我特地为你煮了绿豆汤哦。不过你现在在干嘛呢？被惊到的仔仔抖了一激灵，想要逃跑，却将藏起来的罪证不小心甩了出来。意识到什么的绿毛顿时露出一副狰狞的面孔。可就在这时，门外响起了敲门声，是绿毛给仔仔带的饭。然而里面叮铃哐当，那人刚开门就看见只粉色蜥蜴冲了出来，身上还不时抖落卡片。不等他反应，就被绿毛揪住脖领骂道：“你个蠢货，还不快去把他抓回来！若是跑了，你们一个也别想活！”另一边疯狂逃跑的仔仔，无论怎么飞都找不到出口。悲催的是被人发现，此刻正拿着网和铁钩准备活捉他。糟糕，这下完脱了，该怎么办？有没有什么能拦一下这些坏人？突然想起大把教的，于是脑子不受控制的开始想象出滔天的龙卷之力。没一会就传来哗啦啦的声响，让神官忍不住询问身边的人，就看见身后汹涌的巨浪猛地袭来，而这也惊呆了逃跑的艾琳。从未想过害人性命，但眼前这浪花一波接一波的，霎时将众人掀得毫不招架之力，甚至敌我不分的涌出，也将仔仔冲得找不着南北。停！快停下！求你了，快停下！我是龙啊，拜托再满足我一个愿望，让巨浪消失或者送我回家吧。正散步在不远处的温温，恰好听见主人的殷切期盼，仔仔犹如见到救世主般，一个俯冲猛地投入了他的怀里，并还疯狂地大喊着快跑啊！对此毫不在意的温温，一手护住仔仔，一手施展魔力，口里还念叨着如您所愿。凭空浮现的光照挡住了来势汹汹的巨浪，更乖顺地在他手里缩成了球。随着力量的减弱，被救下的神官糗态百出，更误以为这是神明赐下来的惩罚。与此同时，一个正盯着玩偶的男人，这尾巴不软，脸不够胖，颜色也不对。就在他毁了玩偶的同时，一双湿漉漉的脚掌落在了桌上，嘴里叼着信封，俨然一副憨憨的模样。突然一个喷嚏，才发现面前的人满是惊讶的啊，是爸爸！所以他这是回到家了吗？原来人生气的时候真的会笑啊！在这之前，泰雷姆奉家主的命令，夜探神殿，准备收集大神官的罪证，却碰见了等外面的颠公。得知女儿有任务，却不使唤他，反而找了个外人。在1万只食草动物的压迫下，泰雷姆会背叛家主吗？与此同时，趾高气扬的傲慢大神官拦理别人的热切问候，提着拳头就是哭哭踹门。刚把门关上，就泄愤似的甩了锅盖，好露出他闷斗的地中海。为什么兽人没事，神殿的警卫员却只剩下了半口气？更重要的是，绿毛失踪了，他倾家荡产换来的肥宅水，如今本没回不说，还留下致命的证据。努力平复情绪的大神官安慰自己，那家伙或许过几天就回了。然而房间压抑的气氛和鹅毛笔摆放的位置，让他不由得开始怀疑，难道是自己想多了？捏着发疼额角的大神官试图想用散步来驱散心里的不安，殊不知在他走后，房间里凭空出现了一道黑影。那人一边小声嘀咕着，一边开始四处乱翻，直到在一个柜子面前停留了许久，才缓缓说道，希望通过这件事，他能在艾琳心里树立一个值得信赖的父亲形象。随后马不停蹄地赶到宫里，将收集来的罪证一一甩在皇帝面前。没我女儿，你这帝国得灭多少次才能上心啊？面对确凿的证据，皇帝立即下令。果不其然，望着被抓捕的卑劣老头，克鲁诺像吃了苍蝇似的，他居然被这么一个烂透了的家伙抽了半年。不远处的艾琳看到这一幕，知道真正的凶手还在逍遥法外，那么他又会怎么做呢？闪开，通通给爷闪开！半价的高定礼服，我来了。殊不知，在艾琳 Crazy Shopping Go 的时候，危险已经悄然来临。就在大神官被捕的那一刻，绿毛连夜潜回秘密基地，发现自己藏起来的秘方不见了。该死的，他明知道是谁，却什么也做不了。就在他计划逃跑的时候，突然出现了一队士兵，粗暴地将门踹开。果然，那卑劣的家伙还真就一点活路都不给了。同样面对偶像塌房的克鲁诺，忍不住回忆起与心爱女孩的点点滴滴。他是那么的温柔善良，即便知道他会像个疯子，却仍不离不弃地陪在他的身边，甚至每年庆祝生日也只为告诉他，无论你什么样子，我都爱你。与此同时的帝国学院里，看到丑闻的三小只瞪大了双眼，他们居然在最醒目的位置看到了艾琳。偏塌了吗？这才上几天学，神殿都要被田仔掀了呀！可由于受害的大多是些底层的兽人，大家依旧该吃吃该喝喝，但却都有意无意地避开神殿，隐隐将矛头指向帝国。相比焦头烂额的皇帝，神殿里的2位神官吵得哐哐捶桌子。那家伙不听话就算了，
还整天跟着那条龙厮混，现在让他做大神官，我看你是疯了吧。伴随着吱呀一声，大家齐齐望向闯进来的不速之客，男人虔诚地为自己的失察道歉。作为红衣主教，他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同时也请大家给个机会，让我暂代阿尔玛神殿的大神官一职吧。而被疯狂报道的艾琳，此刻家外边围满了想要采访他的记者，他无奈地抓抓脑袋，明明感觉自己什么也没做呀。无论如何，这多亏了您的帮助，我中毒的症状已经好多了。不过老师，您这秘方是从哪弄来的？像听出女孩的试探，笑着表示这可是我的秘密哦。好了，时间也不早了，该逛街的逛街，该放学的也去逛街。因为某个斑马的卑劣行径，神殿冷清的，连带着附近的货物也卖不出去。为此，皇帝批了快递做急事，而恰巧撞上来的艾琳本想躲个清净，谁料这里喊得比家门口还凶，想着来都来了，不买点岂不是可惜了？来，走过路过不要错过，艾玛琳定制礼服半价便宜卖啊！天哪，我都听到了什么？闪开！我的都是我的，谁都别拦我！一下子冲没影的小奶酪，差点被人形铁板炸成了龙干。完了！衣服要没了呀！期间还不小心被人踢了一脚，眼瞧着快摔地上的艾琳猛地被一只大手拽住，望着那裹在黑袍里的神秘人，他连说了几次谢谢，然而对方既不说话也不松手。艾琳更在那人身上嗅到了熟悉的味道，难道是他？可那家伙不是被抓起来了吗？这时手上传来的异样，终于意识到哪里不对劲的艾琳看见了他的龙爪，接着扑通一声便彻底晕死了过去。这是一个偏僻的巷子里，男人对着通讯器在不断叮嘱着什么，他好不容易才逃出来，可不能再被那些虚伪的人类抓住，当然更不会放过那条该死的小龙。稳了，发财了。接着他只要藏起来刷龙的好感，这还不想什么来什么。喂，那老头快把船靠过来，不想死的就快把爷送过去。话说你能不能快点啊？可是可以，得加钱。哈，你疯了吗？不才给了2包辣条吗？呵呵，你打发要饭的呢？本想逼他就范的绿毛，突然对上了那标志性的黄金眸子，这家伙怎么会在船上？然而不等他做出反应，就被海水哗啦啦的浇了个透心凉。怎么？当了几天丐帮帮主，连我女儿都敢欺负啊？说吧，你想怎么死？嗷呜！察觉女儿的抗议，他连忙解释开玩笑的。不过这家伙可不简单哦，明明是兽人国的2皇子，却为皇位连自己的亲哥也杀。殊不知听了这话的绿毛笑得癫狂，就你清高了不起，夺了龙的刻印，在这得一个啥？到最后还不是要跟我这个蠢货一起上路？原来他借着说话的间隙，在肚子里很快凝聚出了一枚鱼蛋，更抱着一起去见太奶的想法猛地大喝。接着就看见一朵巨大的蘑菇云从水里腾空而起，还带出了一道美丽的彩虹。好家伙，这是拿他当猴耍呢？不然呢？早知道你会吐奇奇怪怪的珠子，我聪明的女儿可都告诉我了，正趁你晕倒的时候这样的，然后团成一团丢海里了。虽然人蠢了点，但做的东西还不错，不然我再检查检查，看看里面是不是还藏了些别的。没一会，仔仔捧着一颗亮闪闪的石头，这玩意不仅是兽人国特有的，还拥有更换4季的能力。熟知剧情的艾琳曾在书里见过，却唯独不记得有那家伙的存在啊！更何况淡绿色的狐狸还是他在一本童话故事书里看到的角色，难道这一切真只是他的梦吗？隔天吃着美味布丁的艾琳感叹皇宫里的东西真好吃啊！闻言的埃尔诺笑笑，却心里盘算着怎么把厨师绑回去。不仅如此，他还威胁皇帝让他们先见兽人王。就在这时，门口响起一个粗犷的声音，男人自称哈沙特是绿毛的哥哥，他满怀歉意的鞠躬道歉，表示那混小子造成的损失他会全力承担。就在他期待对方高抬贵手的时候，突然嗅到了一股不寻常的气息，接着猛地倒地上向女孩虔诚的跪拜，想不到有生之年还能看见龙啊！随后又聊起弟弟说他打小就聪明，却对同族没有丝毫怜悯之心，更在他的成人礼上下毒，才被废了皇位赶不出去，而今更妄想利用龙的刻印为所欲为，都怪他没管好族人，表示就算砸锅卖铁也会尽力补偿的。艾琳听后连连摆手说他有个更合理的处理方式。就在他说出季节时的时候，兽人王慌了，这只在他家流通的玩意这龙是怎么知道的？隔天闲不住的艾琳跑去神殿，希望克鲁诺能帮他，因为在这之前他与另外2人达成协议，决定解放兽人奴隶，还帮他们大搞养殖业。那我们能得到什么好处？哈哈，什么也没有哦，叔叔，想屁吃呢？到反天罡也没你会整活吧？当然您可以反对，但听不听我可就不知道了。还真是有其父必有其女，随便，反正这破班我是一点也不想生，到时候就让给鲁西里温，想必那家伙你说什么都会答应吧。话说你的亲奶奶要来了。闻言的艾琳心里咯噔了一下，奶奶是爸爸的亲妈妈吗？当然，估摸着也是临时决定的。如果你不愿意，可以不见。话虽如此，那奶奶她是一个怎样的人呢？这个嘛还真不好说。不过我建议你一定要做好心理准备，毕竟那是一个家里没人能对付的母暴龙啊。爸说过我是家里的一份子，你凭什么嫌弃？相比现实里骂他晦气的奶奶，女孩更讨厌这个让爸爸受伤的疯女人，因为他们总能让自己像个被随意丢弃的垃圾。见艾琳满怀心事的模样，是紧张吗？母亲虽然看着凶，但却对可爱的东西毫无抵抗力，甚至会为讨你的欢心拔柱子送你当玩具。听完克鲁诺的描述，以为这奶奶是个好相处的，不料却在下一秒听见了家里那跟放鞭炮一样的怒骂声。没事，这么可爱的小团子他肯定喜欢。可说归说，人却磨磨蹭蹭的待在马车里，怎么也不肯下去。等了许久，那根 AK 一样的嘴也没有停下。随后2人无奈的硬着头皮往里走。母亲曾在信里提起过龙的
刻印，称那不仅仅在肉体，更会深深烙印在彼此的灵魂里。一旦主人精神出了问题，那龙的忠诚便会往错误的方向发展，变成恶龙，甚至生出灭世的倾向。不过你这稳如老狗的精神，多啃点剩食就好了啊！这实在下不去嘴啊！这是一颗也没吃吗？不等他继续，就听里面传出母亲不满女孩成为家主的话：“叔叔，不然你陪我一起呗，不了你还是快去救你父亲吧。”没一会，里面又叮铃哐当的，只见躺地上的老爷子愣是被打得不敢还手。还有躲旁边的埃尔诺也被骂得直哆嗦。将这一幕看在眼里的女孩，尽管嘴上说着抱歉，眼里却充满了对奶奶的愤怒。面对这突然冒出来的护爹玩意，又是砰砰捶了几下。不过你这么爱你父亲那么疼，爸爸每天都来看我，不应该的吗？在生长期陪了我5年，呵呵，换别人10年也愿意，还把家主之位留给了我。好笑，什么时候偷懒也被说的那么清丽脱俗啊？他还说过我什么都不用做，那不就是傀儡？果然跟现实里的奶奶一样，说话永远都是那么的令人讨厌。为什么就不能拿他当家人？内心堆积的怨气让艾琳失去了理智，只有让这烦人的奶奶消失，爸爸才不会被欺负。望着老婆逐渐变透明的身体，一旁装死的老爷子也被吓得立即跳了出来，让蠢儿子赶紧去想办法。艾琳，你冷静一点，是在为奶奶让爸爸受伤而生气吗？当然，这人不仅挑拨我俩的关系，还欺负你。可是我亲亲的乖女儿，你打完奶奶去了监狱，那爸爸可就永远见不着你了。所以就原谅奶奶这一回吧。总之，我的女儿我来宠，你想要什么爸爸都会给你的，好吗？就在女人发现自己身体回来的时候，艾琳却再也扛不住的晕了过去，于是让管家将人带下去休息。她想与小儿子好好聊聊。与此同时，梦见自己掉海里的女孩感受到周围那扑面而来的寒冷与窒息。奶奶救我，求您别走啊，奶奶。然而对方只是恶狠狠地瞪了他一眼。为什么啊？被刺激醒来的女孩睁大了眸子，她抚着发疼的脑袋，在看见罗兰之后不由得感到庆幸，想问晕倒之后发生的事情，却发现侍女支支吾吾的说有客人在等你。当，好久不见啊，主人，这回拿了很多，足够您吃好几个月了。可这要怎么吃啊？之前您陷入沉睡的时候会无意识的吸收，现在也没别的龙，不然您就当糖豆嚼着吃呗。对，就像这样敲碎了，一口一个嘎嘣脆的嚼着吃。哎妈，我可怜的牙齿，瞬间疼得艾琳站都站不稳。温温要不拿它煮茶喝？就在他抱有美好幻想的时候，一股泡臭脚丫子的酸味直冲他的天灵盖。望着正哕都不停的主人，或许您可以试着将它变成美味的食物哟。说做就做的艾琳开始在脑子里构思他的盛世大餐。随着一道金色的光芒闪过，桌上竟瞬间摆满了香甜可口的糕点，咬一口松松软软的，连带着草莓酱在嘴里爆开。虽然是魔法做的，可这也太美味了吧！温温乖，张张嘴，我来喂你。同样被美味征服的温温却不肯吃第2块。就这样临近离别的时候，他为自己将神殿弄得一团糟感到抱歉，毕竟那是温温从小生活的地方。不，您没错，反而觉得是您净化了被污染的神殿，还有我真正的安息之处是在主人您的身边哦。爱的蜥蜴幼崽，他终于要当家了。可就在前一天，为让崽崽穿上自己精心准备的礼服，两姐妹从楼上打到楼下。不仅如此，连柔弱的老四也暗戳戳的送来暗黑女仆装。可这都没有老大的小魔姬厉害，刚拿出来便拉满了两姐妹的仇恨，骂她在这玩过家家呢。还有这跟破抹布似的，一件比一件丑。爸爸，那天我真只是突然睡着了吗？没对奶奶做什么吧？当然，奶奶可是对你很满意呢。想想也对，之前所担心的事情，无论是三皇子或是揭发肥宅水的阴谋，甚至解放兽人奴隶，一切顺利的让他充满了不真实感。可明明他一个配角却得到了所有人的宠爱，尽管这是他穿来之前所希望的。然而就在这时，脑子里传来了一阵钻心的疼痛，模糊中那即将撞来的大卡车，为什么他会一点印象都没有？不等他多想，就听见一个大嗓门在那挨个喷，还让几人把自己带来的烂布条扔了，就穿这个。母亲，你也太过分了吧！信不信我让你们一个个都光着出去？所以家主大人，你喜欢他吗？这也是为昨天向你道歉的礼物，没吓到你吧？我叫德班，是那公爵老头的妻子。面对这突如其来的示好，女孩大方的迎了上去，介绍自己叫艾琳，是埃达姆的家主，并还是龙对吧？一看就知道了啊！不仅如此，你那美丽的黄金瞳孔的确跟我小儿子的孩子很像了。好了，肚子也该饿了吧？今晚我可是特地准备了你爱吃的。说完还顺手弹了下棍上的小玩偶。艾琳惊讶地看着眼前的一幕，难道奶奶真喜欢他？听说了吗？少爷他有未婚妻了，这不天天待家里装修自己的新房。前来送材料的侍女看着原本空荡荡的房间，竟被装饰得十分温馨漂亮，忍不住询问夫人什么时候来。大概2周后吧。听出侍女语气里的激动，少年也忍不住回头笑着说道：看，大家都很期待你的到来呢。傍晚里的某个巷子，男人抓着酒瓶一口一个蠢货，害他被自己的女儿告发，以至于现在落魄到他到处乞讨。都是些没用的东西，是在骂我吗？男人笑着跟他打招呼，表示愿意给他一个机会。如果这次能成功，我会让你拥有数不尽的财富。很快来到宴会那天，紧张的艾琳正努力维持自己的仪态，却被突然冒出来的沙尔奈抱住，甚至当成棍子一样甩来甩去。艾玛为这天他可是整整练了1个月啊！不过能在这见到哥哥姐姐，想着离宴会还有点时间，不如我们去花园里逛下吧。殊不知卡兰为跟仔仔单独相处，故意说父亲有事让他俩过去一趟。顿时气的女主想打了埃尔诺。在与姐姐挥手告别之后，艾琳跟个好奇宝宝一样左顾右盼的，一个满身臭味的乡巴佬。听到这话的艾琳向那边跑去，只见一个小孩被推进池塘里，旁边还站着好几个人在那不停的叭叭。臭要饭的，快说你偷了谁的请柬？等等。
你又是哪家捡破烂的，敢在威严的皇宫里这样欺负人？他好像报纸上的那人哎，听说是个螃蟹，还有说是龙的呢。兰里他们聒噪的女孩径直走到那孩子面前，关切的询问：“你没事吧？他是小偷啊，埃达姆小姐，不明白您为什么要跟那穷酸鬼一起？”被惹怒的艾琳嘲讽他又是哪根葱？当年说穷酸的家伙，可是被他喂了好大一块石头呢。如今姐有实力了，就请你们吃个岩浆大餐吧。望着被烫坏的衣服，几人心疼的哭着喊着要去找妈妈。细心的艾琳担心那孩子会感冒，便想用魔法帮他烘干衣服，不料那淋雨不灵的许愿能力真是……算了，还是给你毛巾吧。那个，谢谢你救了我。直到这时，艾琳才看清对方的模样，竟跟反派长得一模一样。所以大家知道他是谁吗？那是你的同伴吗？他们好像在那看很久了吧？看出女孩有事要忙，表示如果不介意的话，手怕我晚点还你哦。刚才你也太帅了吧！艾琳听着哥哥的夸赞，却一副心事重重的模样，也不知道遇见这人究竟是好是坏。几小时后，热闹的皇宫里正式迎来了他宴会上的主角艾琳·埃达姆。皇帝见他不卑不亢，相比礼貌讨喜的软团子，他爹简直就像粪坑里的石头。不管怎样，这宴会是他特地感谢女孩，不仅救了三皇子，更为保护帝国民众免于危难之中。艾琳愿阿尔玛大人常伴你的左右。接着那如潮水般涌来的掌声，还有哥哥姐姐看向他的温暖目光，都让女孩感受到了满满的幸福。没一会，许久未见的三皇子惊讶这孩子怎么咻的一下就长高了。不过面团就是面团啊，不，是越来越有家主的样子了。这里人多，我们去楼上吧。仔仔提着裙摆小心翼翼地跟在后面，他强撑着被磨破的后脚跟，心里埋怨着这破鞋怎穿起来那么疼，还有这楼梯也太高了吧。那个真的很抱歉。想换鞋的艾琳扯谎称有其他的事情，表示一会就回来。好痛啊！即便他有许愿的能力，却连一双鞋都奈何不了。突然砰的一声，不小心撞到人的艾琳眼瞅着快被装满果汁的杯子砸中，可就在这时，原本掉下来的酒杯突然被定住，耳边更是听到有人喊她小希，怎长大了还这么不小心呢？回头向后看的艾琳顿时惊得睁大了眸子，她支支吾吾的理了半天也没说完整。怎么，艾琳小姐这是不记得我了？将一切恢复原状的少年淡淡的说着，想必这些年你肯定过得很开心，不然怎连与我的约定都忘了呢？一时语塞的艾琳总不能告诉他是为了走原著剧情吧？殊不知这有趣的一幕，劲逗的里哈尔特眼泪都笑了出来。真好呢，他还是自己所熟悉的那个小笨蛋。刚才走那么急是因为鞋子吧？快来，正好我还有好多话想跟你说呢。于是来到一个安静的地方，紫毛刷刷两下，便将磨人的小鞋变得十分柔软，更蹲下来贴心的为女孩穿上。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温柔，谢谢你啊，这下终于不用担心走路了。没想到会在宴会上遇见，更没想到你已经成为了魔塔主，这也太厉害了吧！拼命为自己找补的女孩表示这么久没去找你真的很抱歉。没关系，你过得开心就好，即便我们离得那样近，你也算了，反正你也不想见我。真怀念我们一无所有的时候，都只能依靠彼此。所以你是因为有不得已的原因吗？紫毛让他不用感到抱歉，能再次看到你，我已经感到很满足了。不过这里好吵，要不跟我去个好玩的地方？就在他们消失的瞬间，温温走进了房间，他盯着眼前的画卷，不屑地笑出了声。也就在此时，聆听到阿尔玛指示的温温喃喃着：“已经按照您的吩咐做了。”此刻沉浸在漫天雪花里的艾琳感叹：“这也太美了吧！”不料某人一个响指，周围瞬间变得春意盎然，更伴随着微风带来了阵阵花香。突然，花花的脚下一空，又被一双大手恰到好处地接住了。少年仿若天神一般肆意操控着所有的一切。这时突然走来了一个玩偶，向艾琳献上了一朵精致的冰雕玫瑰。里哈尔特，你看到了吗？他在向我敬礼呢。望着女孩喜笑颜开的模样，似乎这5年的等待她有了价值。一时忍不住想索取更多的紫毛，突然想将小希藏起来，让她的笑容只属于自己。那个哈哈，今天不行哦，因为外面还有朋友在等着我呢。朋友啊！察觉紫毛的不悦，主人是三皇子和莉莉安小姐啊！这玩偶成精了。然而紫毛却目露凶光的骂道：“还真是个阴魂不散的家伙。主人您突然消失，大家都很担心您哦。呵，小希有重要的事情要和我说，那也不用将人藏起来，还用这么拙劣的障眼法吧？还真是好笑。要怪就怪自己实力不行呗。哦，那你呢？多年不见，脸皮还是那么厚，那也好过整天只会汪汪叫的小狗。”他边说边将女孩摁在怀里，说什么也不放开，表示小希是他的，谁也不能抢。小希是我的，你敢抢着试试？呵，要不要听听你在说什么？可自己都多5年了，想想还是拒绝了温温回去的提议。听没听到小希让你滚了？那主人我晚点再来找你。还有你小子别得意，一会我就找人来收拾你。紫毛不以为意地啧了一声，殊不知晚些时候他被这副黑玩意坑惨了。既然没了烦人的家伙，那我们也走吧。随后牵起女孩的手，带她在空中转了一圈，还顺手扔了那朵破玫瑰，悄悄说着我带你去个好地方。不料女孩刚落地就看到了一个粉粉的房间，里面琳琅满目的食物和形态各异的玩偶，难道这些全是为她准备的吗？哎妈，好有负担啊！还有眼前这10米高的玩意，是不是也太夸张了？虽然这样想，但紫毛你也太厉害了吧！小希，我真的很想你，我在这每画一笔都希望你能快乐。
夜里更会抱着布偶老虎写信，却不知道往哪寄，甚至出门的时候都会想着你会不会突然出现。虽然这听起来很傻，后来听说你昏睡了5年还是龙的传闻，即便我很担心，但一想到你不想见我，可你明明说过要做我的家人，难道那是骗我的吗？不是这样的。他忘不了初见少年时的经验，甚至为帮里哈尔特认亲，约定无论如何都要做彼此的家人。谁料对方竟将他当成了唯一的精神寄托，可自己却残忍的留对方以这样的方式度过了漫长的5年。对不起，真的对不起，我很在乎你，可我没办法留在这里，因为我也有了爱我的家人，并且现在他们还在等着我。曾经这也是他可望而不可及的梦，却只能偷偷躲在被子里许愿。如今彼此都有了疼爱自己的家人，或许我们该各自安好。要怪就怪他不该随意做出当家人的承诺。你个笨蛋！不忍女孩伤心难过的紫毛替她拭去眼角泪珠的同时，自己却早已在不知不觉中哭成了泪人。对不起。此刻女孩就像个做错事的孩子，猛地抱住少年，嘴里不断重复着抱歉的话，还真是拿你一点办法都没有呢。冷静下来的艾琳突然想到，既然做不成家人，那我们做朋友吧。谁料对面的颠公嘿嘿一笑说道，我们结婚吧，这也算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家人呢。正当他满怀期待的时候，突然砰的一声，那面寄托思念的壁画被炸成了碎渣子。结婚？你想屁吃呢？只见那人捏着魔法，表情凶狠的让觊觎他女儿的家伙去地狱里结婚吧。哈哈，大家猜到了是谁告的密了吗？小希，你就嫁给我吧。谁料艾尔诺听了不仅不反对，竟还安排他去地狱里结婚。可为什么要打坏他的定情信物？紫毛气鼓鼓地安慰自己，那是岳父大人，是老婆的嫡亲爹爹。呜呜，可心还是好痛，那可是他画5年的老婆啊。还好意思在那哭？艾琳，你没事吧？这次多亏了你那宠物，胆敢绑我的女儿，你还是去死吧！就在他准备出手的瞬间，魔法竟诡异的碎成了冰碴子。你个自以为是的家伙，之前卑劣的行径我还没找你，现在又动我儿子，你真当我好欺负？呵，那就得问问他为什么绑我的女儿？瞎吗？没看见我柔弱的小宝贝都被你欺负哭了，甚至威胁陛下，更不要脸的闯入别人家偷领养文件。哦，是吗？请问你哪只眼看见了？可不管怎样敢觊觎我女儿的家伙，他必须……随着砰砰的爆炸声响起，在场的人都没事，但精心布置的房间和玩偶却遭了殃。望着满地缺胳膊断腿的小希，紫毛连忙心疼的把他们护在怀里，而将这一幕看在眼里的艾琳生气的让两人住手，紧接着从他身上爆发出一股强大的能量。通过刚才2人的争执，女孩才知道这一切的冲突都是因为自己。虽然感激克林公爵的厚爱，但她从未答应过被对方领养的事情。闻言的紫毛愣了愣，爸爸，你不是说艾琳喜欢我吗？而另一边劝2人别打的仔仔，诉说着对艾尔诺和埃达姆的喜欢。如今里哈尔特也找到了自己的家人，更成为了魔塔的继承人，这皆大欢喜的好事，为什么大家就不能好好相处呢？对不起，我的女儿，是爸爸让你卷入了不必要的纷争中。那接下来我想和他一起去宴会厅。说完便哒哒哒的跑向少年，他伸手邀请，希望里哈尔特能和他一起。可就在碰触的瞬间，他犹豫了，甚至愤怒的扔掉了怀里真爱的破布娃娃，头也不回的往外跑。见状，艾尔诺满是不悦的，那家伙竟敢给他女儿甩脸子。好看，我不把这房子给你砸得稀巴烂。与此同时，宴会上表演节目的魔术师大喊着3、2、1，蛋糕里竟钻出一个粉粉的小团子，一睁眼就看见大家怪异的目光，顿时尬的艾琳脚趾扣黑板。呵呵，不用想也知道是谁做的，摊上这么一个爹也真是倒了8辈子血霉啊。想做全场最靓的仔仔，却让姐姐一进门就当成了呼啦圈，还被父亲猛地扔进了蛋糕里。听周围人甜仔甜仔的喊着，咋的？这是已经不配拥有名字了吗？这时身后有人跟他打招呼，艾琳本想着好好表现一下，却被突然冒出来的姑姑连拖带拽的将人拉走。这是有很重要的话要谈吗？你好呀，美丽的埃达姆小姐。没等他继续，又被赶来的大伯撵走了。这下傻子都能看出来，那些家伙是冲着他龙的身份，心里感激的同时，也不愿继续为家人添麻烦。或许他可以找个地方躲起来。然而就在这时，他看到了前来找自己的温温，结果这家伙直接单膝跪地，一上来就抓着他的小手腻腻歪歪的，还说狗狗十分想念主人哦。听着周围人的议论，艾琳急得连忙将他拽起来。正当他尴尬的手足无措时，小希，那个传闻说你是龙，是真的吗？对于昨天的不辞而别，我很抱歉，还有这个小布偶送你，哈哈，谢谢啊。那个你家没事吧？昨天爸爸故意将那拆了个稀巴烂，不过你放心，我会让他赔的。听了这话的紫毛又是嘿嘿一笑，只要岳父大人喜欢怎么拆都行。和你们这些家伙聊什么聊得这么开心？该不会忘记有我的存在了吧？嘿，你们听说了吗？吃龙肉喝龙血可以长生哦。察觉艾琳异样的情绪，忍不住在心底叹了口气的三皇子说道：面团，要不要跟我上去喝杯茶？你看我还特地带了你送的袖扣，主人能带我一个吗？小希我还有我也想去呢。也对，他已经拥有了关心他的朋友，何必再为那些不认识的家伙而感到难过呢？隔天路过花园的艾琳，不知不觉又走到了救那孩子的池塘边。宴会上也没见着人是没来吗？好巧啊，埃达姆小姐，您是在找我吗？之前的事情很感谢您，还有这手帕我也已经清洗干净了。殊不知进不了宴会厅的少年已经在这等了整整1天，他支支吾吾的想寻求艾琳的帮助。这位名叫菲尔的少年，儿时在一场大火中失去了父母，更连唯一的亲哥哥也不见了。为找他，一路漂泊到了这里。在听说龙拥有帮人实现愿望的能力之后，他想拜托女孩帮他找哥哥。熟知剧情的艾琳当然知道他哥哥是谁，甚至清楚当年那场大火是谁放的。那凶手离开之后赶了明月公会的会长，更成了书中最恶毒的反派。或许少年知道自己有些强人所难，
表示找不到也没关系，没事我可以帮你，但不会帮你找哥哥。不知不觉到了宴会的第3天，艾琳望着眼前堆积如山的礼品，这基于他家伙多的排队都排到外太空了吧？而这也导致爸爸多了很多应酬，不得已拽来克鲁诺贴身保护。你知道因为你大家现在有多忙吗？那不然您把位置让给温温，让他来呗。望着门口不时冒出来的烦人玩意，憋一肚子气的克鲁诺让他滚了。艾琳知道在这坐着也不是个办法，然而心里早有了算计的他，估计也没谁会在举办宴会的时候来看书吧。一路上哼着小曲蹦蹦跳跳的，好不容易找到一本有关菲尔家族的资料，可里面编得乱七八糟的，究竟是谁这么无聊？我猜。这突然冒出来的声音吓得艾琳一蹦3尺高啊！老师您怎么在这儿？难道这家伙一直在监视自己？正好那可以借这个机会试探一下。话说我刚见到一个和您很像的少爷在到处找哥哥，哎，还真是可怜呢。您说那人怎丢下自己年幼的弟弟不管呢？是吗？看来你们聊了很多啊。问问那孩子无依无靠的。对了，他还把他哥哥的名字告诉了我，好像叫希尔什么来着？听了这话的男人似笑非笑的。艾琳小姐，您明明都知道，还想跟我装到什么时候呢？血液融在一起，发出了耀眼的金光。正当大家以为两人是亲生父女的时候，又诡异的发生了排斥。那么艾琳会是埃尔诺的亲生女儿吗？在这之前，还在图书馆斗智斗勇的艾琳被反派揭穿，可以不用演了吗？艾琳小姐，她惊讶女孩的聪慧，早知道还不如把你绑了刻印吧。刻印就知道刻印，那你弟怎么办？那人死活跟我有什么关系？撒谎！你处心积虑的隐瞒家族关系，更将书里面重要的那一页撕掉。虽然不明白你这样做的原因，但我想帮他。您就那么爱管闲事吗？而这也让男人想起，他的优秀却是弟弟灾难的开始。父母总会因为一点小事对他非打即骂，直到那天掉落的烛火，才彻底结束年幼弟弟的非人折磨。回想起反派临走前的警告，这才刚提个名字就忍不住对他发火。难道书里还有没提及的隐情？或者他本身就是个暴脾气吗？那个你看我的那谁。艾琳望着正朝他摇摇晃晃走来的男人，然而就在这时，白毛突然出现，将他护在身后。见有人坏他好事，顿时忍不住破口大骂，随后语气傲然地指着艾琳大声吼道：“我是你爹啊！”在场所有人都被这一声吼叫震得目瞪口呆，而首当其冲的艾琳更是满脑子浆糊。这时闻声赶来的埃尔诺狠狠朝他后面踹了一脚，甚至还不解气地撵着那人的后背。就你这老登还敢打我女儿的主意？还有那不靠谱的老五死哪去了？眼瞧着快出人命了，皇帝才不情不愿地走了出来，你就不能消停一会儿吗？救命啊，皇帝陛下，我就来寻找我被夺走的女儿，这家伙居然想杀我！说完还委屈巴巴地博取大家的同情。艾琳听着周围人的议论，脑子突然刺痛了一下，隐约中她看到了襁褓中的自己正被眼前这老登抱在怀里。天老爷，难道这家伙真是他的亲生父亲吗？皇帝抚着发疼的额角，不然做个亲子鉴定呗。埃尔诺想点了点头，正好神官也在，于是白毛乐呵呵地哄着主人，趁他不注意的时候轻轻扎了一下，然后又哒哒地朝着埃尔诺走去。不明所以的男人指了指脚下，你不扎他看我做什么？他大概是神觉得你更像宫女的父亲吧。没一会扎完两人的温温居然换了把锋利的匕首，狠狠朝那老登滋啦一下，接着在众人的见证下开启鉴定仪式。他先提溜了艾琳的一滴鲜血，然后面色不善的对着那老登的伤口猛吸猛吸，随着血液的逐渐靠近，却在碰触的瞬间陡然炸开，而这也意味着两人没有任何关系，因为至亲的血液在融合之后会发出金黄色的光芒。你撒谎，他明明就是我生的，是那女人亲口说的。越想越不对劲的男人心里咯噔一下，好你的无赖竟敢骗到朕头上！来人，给我把这家伙拖下去！面对男人的死缠烂打，更口不择言的提起刻印，所以那是占有龙的方法吗？察觉主人的不开心，于是又取了埃尔诺的一滴血液，他们在白毛的手中彼此吸引，更在碰触的瞬间发生了异变，紧接着融合的血液散发出一道耀眼的金色光芒。两人望着眼前这不可思议的一幕，却在下一秒又砰的一声爆炸开来。这矛盾的结果让白毛不由得愣住，更让大家开始议论纷纷。见状，皇帝只能无奈地结束宴会，并让他们三人过来一下。关于刚才与埃尔诺的检验是听了神的指示，表示无论是谁，只要他诚心祷告就能聆听神的回应，但不能亲口说出来。可唯独在主人身上，就连神也无法介入。那艾琳的父亲究竟是？从刚才的鉴定来看，两人肉体确实存在着血缘关系，但之后又出现了明显的排斥反应。他曾请示过三皇子的病情，神说只要度过几次危机就能存活下来，但如果改变他的契机是子人身，那时他就已经确定主人真龙的身份。可滴血验亲检验的不仅仅是肉体，还有灵魂。不可置否，两位的确是血脉相连的至亲，但其中一方的灵魂不稳，本该完整的刻印也出现了瑕疵。那意思是艾琳的肉体和灵魂是分开的了？应该不是，反倒是有另一对父母的可能性会大一点。差不多，而这也意味着主人与前世的缘分还在，以至于灵魂并没有完全属于艾琳这个人。可他的第三个孩子没出生就死了，还是他亲手将他和妻子葬在了一起？一时间脑子有些混乱的男人还不愿相信，可世上本就有很多奇迹啊。闻言，埃尔诺眼神复杂的想带女儿先回去，而一旁沉默不语的女孩，那么他会斩断前世的缘分，彻底做回艾琳吗？怎好端端的还下起雨来了呢？院长不情愿地拽下床单，却被一张死脸吓得将木桶甩了出去。想不到您还是这么粗鲁呢。听出泰雷姆的声音，是艾琳有什么事吗？那家主大人让交给你的。没一会，院长从信里了解到一位名叫菲尔的可怜少年，他父母双亡，现在正四处找哥哥。女孩希望院长能帮忙照顾。
殊不知菲尔这个名字竟让他莫名觉得有些熟悉，于是告诉泰勒姆这事就交由他来处理吧。在这之前，正准备给院长写信的菲尔听见哒哒哒的敲门声，他本以为是隔壁的邻居，不料开门竟完全不认识。来人说自己与罗兹家交情颇好，更是一直赞助他的人偶，之所以不公开，也是担心那些坏亲戚会找你的麻烦。菲尔感念他的细心与照顾，忍不住想对方是他失踪的哥哥就好了。哥哥，难道你不恨他吗？不，哥哥，都是因为我才变成这样的。他曾问我，如果能抹除过去重新开始，他会想做什么？哥哥真傻，当然是想和他永远在一起啊。闻言的男人思绪复杂，年幼的他很想保护弟弟，可即便拼尽全力，却只换来父母的变本加厉。直到一次意外撞倒桌上的蜡烛，他呆呆望着眼前熊熊燃起的大火，眼神突然变得十分可怕。如果他们都不在了，那弟弟是不是就……可失去父母的庇护，连仅剩的家产也被可恶的亲戚霸占。为养活弟弟，哥哥经常早出晚归，甚至不惜弄脏自己的双手。可一次回家看见弟弟脸上的伤，他清楚意识到自己不能再待着孩子的身边。怎的？你这是连装都不想装了吗？不然呢？反正也瞒不过你。那你弟你也不管了？有人管啊，指不定没他那小笨蛋会过得更好呢。面对希尔耍无赖的坦白，之前趁仔仔昏睡的时候想尽办法克阴，但埃尔诺寸步不离的守着，还真是烦呐。可这家伙虽然惨了点，但坏起来也是真的坏。警告他老实待在自己身边，不然就把你恶毒反派的身份挂网上。终于来到宴会的最后一天，望着软萌可爱的小团子，沙尔奈恨不得将人当挂件一样挂身上。然而就在这时，艾琳看见一道熟悉的身影，从不来这种场合的院长居然盛装出席，身后还跟着一个害羞的少年。您好啊，埃达姆小姐，今天托叔叔的福，很高兴能再次见到你。可艾琳接下来的话却让他连连摆手。一旁的院长也认真的说道，为什么不呢？往后我们就是家人，更会在一起生活。少年听后低垂着脑袋，尽管没能找到哥哥，但还是感激对方为他所做的一切。殊不知三人的交谈都被站在2楼的男人看在眼里，他面露欣慰的似乎这也是个不错的选择了。宴会结束之后，埃尔诺对院长是菲尔亲叔叔的事感到诧异，但更惊讶的是对面的小团子居然是他的亲生女儿。艾琳，真的很谢谢你来到我的身边，可我的爸爸是您，简直不要太幸福了。晚上他捏着女孩的照片，满脑子都是那抹金光和两人有血缘关系的话。妻子怀孕以后身体便愈发的虚弱，他无奈提出想放弃这个孩子，却遭到了对方的拒绝，甚至坚定地表示他一定会生下来的。可你明明也说过要陪我一辈子的。无论埃尔诺如何祈求，妻子终是没能坚持到孩子出生。就这样，他亲手埋葬了两人。本以为这辈子再没什么能牵动他的心，可在与艾琳相处的点滴，以及后来经历重重困难的失而复得，尽管看起来是那么的不可思议，但或许这就像是命运的安排吧。是默默感觉身体被什么压着了一般，行走在黑暗里的艾琳突然看见散落一地的涂鸦，还有一个背对她的小孩。谁料那人听到她的声音，顿时像受了惊的兔子猛地撒开脚丫子，喂你别跑啊，我还有话想问你呢。却被眼前的一幕惊得睁大了眸子，那不是他的前世吗？此刻正难受地躺在病床上。就在艾琳小心翼翼靠近的同时，一道蔓延开来的光芒像拥有生命一般缓缓凝聚，紧接着啪的炸开，将他带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那令人窒息的催促与嫌弃是前世他的两个弟弟，而今天正是看望奶奶的日子。谁料一个不小心竟将手机摔在了地上，女孩烦闷地扔了雨伞，更没看到已经亮起的红灯。她听见不远处弟弟们的焦急呼喊，还有汽车刺耳的鸣笛声。突然悲伤的情绪像不透风的蜜网，带着刺骨的寒意向她袭来。女孩不明白为什么此刻会有种解脱的快感，而将这一切看在眼里的艾琳才知道她并不是在睡梦中穿来的。那么她又究竟忘了些什么呢？爸爸，这里可真美啊！不过您怎突然想到来划船了？因为在这有和你母亲的美好回忆，每当烦躁的时候都会来这看看。可近来我的女儿蔫巴巴的，连饭都少吃了许多，是有什么烦恼吗？陷入纠结的艾琳上一秒还在犹豫，下一秒就决定告诉爸爸，其实我有个隐藏的秘密，那就是我拥有前世的记忆。在那之前，她是个已经长大的成人，却不知道什么原因来到了这里，变成了一个孩子。温温说的没错，他的灵魂并不完整，可能是因为前世自己还活着的原因吧。听了这话的埃尔诺愣了愣，随后一副了然的态度。我就说我的女儿怎那么聪明呢？到现在我才稍微有些了解你。来，乖宝，让爸爸抱一下。见艾琳没有抗拒，便一把将人捞进怀里安抚。虽然听起来很复杂，但别怕，一切有爸爸在。闻言的女孩心里像放下一块大石头，或许只要爸爸在她身边就好了呢。隔天一辆马车刚到家，就窜出两个人将仔仔团团抱住。可哥哥姐姐不在学校，怎回来了呢？因为朔月要来了，而这一天也被称为埃达姆的安息之日，无论是本家还是旁系都会陷入沉睡，所以为了族人的安全都必须回来。可回就回吧，作业还一大堆，真是烦呢。而这也让他想起上个朔月之夜陷害他的侍女玛伊拉。意识到什么的艾琳突然大喊一声：“疯批奶爸已更到最新一话了哟！”那么接下来漫画会以1周1话的进度，喜欢的宝宝不要着急了。艾琳将大家拉进屋里，表示一直以来都是爸爸在为她无条件的付出，于是想借这次机会给爸爸庆祝生日。生日？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难道爸爸从没过生日吗？不过艾琳，或许你可以试试。随后商量好的三人一拍即合，就这样艾琳带着姐姐去买生日礼物，而卡兰他们则去准备场地。可就
就在上马车的时候，艾琳听见了一道熟悉的声音：“宝贝女儿，你这是要去哪？外面有拐子，要不带上你爹？”啊，这，我想和姐姐去逛街呢。黑艾琳可就只邀请了我一个人哦。受到挑衅的埃尔诺就想跟着一起。艾琳望着那伸过来的大手，连连摇头，更背着个大嗓门喊道：“我不要！”被女儿抛弃了怎么办？担心爸爸会不依不饶的，于是着急忙慌的扛起马车就跑了。本想送个能让爸爸开心的生日礼物，可整个商场逛下来也没找到合适的，反倒是姐姐给他选了一堆漂亮的小玩意。看不下去的艾琳悄悄在他耳边提醒两人来这的目的，可姐姐一脸不情愿的样子。难道她和爸爸的关系？这时突然脑袋刺痛了一下，艾琳再次看到昨晚做梦的场景，但不同的是，小女孩不仅停了下来，还缓缓转过身提醒她：“艾琳，你要快一点，再过不久那家伙就会找到我们了。”受惊吓的仔仔顿时冒出一身冷汗。艾琳，你没事吧？看你突然晕倒，是哪里不舒服吗？然而不愿多说的女孩谎称是肚子饿了才这样的。直言沙尔奈火急火燎的准备带人吃饭，而跟后面的小团子却始终想不明白女孩那话里的意思。好在逛一整天的艾琳终于挑到了满意的礼物，仿佛听出了姐姐的羡慕，表示等姐姐生日的那天她一定要送个更好的。谁叫你们都是我真爱的家人呢？这时房间里传出哥哥的声音，似乎在讨论派对的事情。可两人接下来的一句话让他慌了：“爸爸不喜欢过生日，这是真的吗？可你们为什么不早告诉我呢？”望着不断伤心自责的小团子，两人犹豫了一会便说出：“爸爸之前过生日那天发生过不好的事情，所以有谁知道那是什么事吗？”臭作者坏作者，竟爱搞些血里带肉的逼视美学。虽然以前爱磕，但现在逼的是他最爱的爸爸。已经完全不能将他们当纸片人看待的艾琳决定做点什么。隔天望着布置好的一切，就差邀请大家一起过来庆祝了。很快他在花园里发现了爷爷奶奶，他立即开心的上前打招呼。看着经常被三言两语气红温的老爷子，艾琳忍不住感叹奶奶那张嘴还真是。随后将包里的请帖递了过去。当看到是给小儿子过生日时，奶奶猛地起身，就连表情也透着古怪，表示晚上她一定去。爷爷满是无奈的嘟囔着又要闹起来了。想许久的艾琳怎么也想不明白，难道生日这事还跟奶奶有关？算了，等一切结束之后再去问吧。漂亮的大小姑妈，我送请帖来了，到时候你们可一定要来哦。还有帅气的沙尼尔叔叔也是。那个，您今晚也会来的对吧？幸好大家都在，不然天南地北的，他得把腿跑断。你们有看到克鲁诺吗？不知道人藏哪的艾琳突然瞥见了花房里的那抹身影，男人此时正端着牛奶，眼里满是喜爱。克鲁诺叔叔，这是你吗？突然被吓一激灵的男人，第一反应居然是把猫护在怀里。没想到您还有这么温柔的一面呢。那这个给您，还请晚上一定要来哦。最后，艾琳来到爸爸的房间，看他一直对着照片发呆。你要看吗？艾琳仔细端详着照片里的陌生女人。那爸爸今晚能和我一起去吃饭吗？谁料抵达现场的埃尔诺惊得一愣又一愣，他没想到孩子们会为他庆祝生日。对不起，爸爸，尽管知道您会不喜欢，但我真的很爱您，更希望能用美好的事物抚平您内心的伤痛。男人不想浪费女儿的一番心意，正准备接过生日蛋糕时，却听见门口有人冷不丁地对他嘲讽了几句。母亲，您就非得在这个时候要这样做吗？眼瞧着两人快要打起来的艾琳，突然哗啦啦的，爸爸竟换上了一套性感的美艳女装。老幺别着急啊，姐姐这还有一套呢。不等他把话说完，手里的衣服便化为了灰烬。你这家伙！眼前的一幕看得艾琳天都塌了。所以爸爸为什么要穿裙子啊？还不是因为你奶奶经常变着法的给你几位叔叔还有姑姑穿漂亮的裙子，并在生日的时候拍照留念。后来这家伙不肯，以至于生日都不过了。所以爸爸讨厌生日是因为，当然是不想被这群老女人嘲笑了。艾琳，你是不是对我过生日有什么误会？之前看你拿着照片，误以为这天不仅是你的生日，还是妈妈去世的日子。不是的，是察觉我的女儿快要进入叛逆期。总之我生日不是你想的那样。闻言的艾琳终于放下心来，于是迫不及待地抱着眼前的男人。爸爸，祝您生日快乐！就在大家尽情狂欢的时候，老爷子说自己有事要宣布。误以为要碰杯的众人突然听到老爷子要退休的话。晚上回到卧室的埃尔诺拆开女儿精心为他准备的生日礼物，里面不仅有艾琳的照片，还有对他满满的祝福，并约定以后每年的生日他都要陪着爸爸。派对结束之后，大家又恢复了以往的平静。希尔仍旧不愿去探望弟弟，认为不打扰才是对那孩子最好的守护。哥哥姐姐也在几天后被送回了学校，而爷爷奶奶还在为退休吵得不可开交。这充满人间烟火的气息让他像做梦一般。自从沉睡中醒来之后，他稀里糊涂地成为了埃达姆的家主，还揭发了肥宅水的阴谋。更离奇的是，埃尔诺居然是他的亲生父亲。虽然一切都在朝着好的方向发展，但那个梦总让他感到不安。幸好有爸爸的安慰，他才得以放下心来享受当前的生活。特别是里哈尔特这家伙，几乎每天都要送来几千字的小作文。还有鲁西里温也不知道怎么样了，殊不知那人正对着阿尔玛祈祷，通过神的指示隐隐猜出这个世界的命运正因为某人在悄然地发生改变。爸爸，今晚我能和你一起睡吗？也不管对方，便自顾自地爬到了床上。艾琳说自己一个人的时候会感到不安，并还经常做奇怪的梦。梦里那个看起来很眼熟的小孩，似乎只要自己追上他就能知道些什么。谁料他说着说着便没了声音。埃尔诺望着熟睡的女儿，眼里若有所思的。然而就在这时，他听见有人喊他的名字，突然面前凭空浮现出一团白色的光芒。没一会，一个长着翅膀的小人从里面钻了出来。你好，埃尔诺，我们终于又见面了。不过这次来，我是想给你看个东西的哟。
来了来了，他来了！活在温温口中的阿尔玛居然长这个样子，并还带着蛊惑的语气说道：“诺诺啊，我带你看个好玩的东西啊，不是想知道你女儿的另一个刻印吗？再不跟上可就没机会了。”紧接着传来一阵奇怪的声音，周围也变得黑黢黢的。不用那么警惕，这里可以连接不同维度的空间，而我正是你们口中的阿尔玛神药。那孩子只是睡着了，现在正与另一个刻印在一起呢。透过镜子就能看到你女儿真正的模样了。同一时间，昏睡的女孩刚睁眼，就看见奶奶唾沫星子满天飞，责怪妈妈还养着那个废人做什么，要死不死的，还连累她的孙子。奶奶你就少说两句吧，姐姐她醒了。这时走下床的女孩拔掉针管，脑子不清醒的还要听奶奶的咒骂，甚至动手让她赶紧打工还债。您能别说了吗？女孩下意识抓住打痛自己的手，感觉威严受到挑衅的奶奶正准备扬起另外一只手打过去的时候，恰好被进来的父亲看到，谁料男人直接粗鲁的推开女孩，斥责她是个养不熟的白眼狼。是从小到大她做什么都是错，所以为什么不直接让我死了算了？然而话还没说完，便被啪的一声。埃尔诺看着女儿被打，却什么也做不了，只能愤怒的捶打着镜面。家人，你们有什么资格当我的家人？从来都只将他当成透明人对待，所以我为什么要像个傻子一样还对你们抱有期待？说完便头也不回的往外冲。女孩想逃离这个让她感到窒息的地方，即便那是梦，她也想要。爸爸，求你快来带艾琳走。眼瞧着女儿快要摔倒，埃尔诺想扶却扑了一个空，只能眼睁睁的看人摔在地上。可就在这时，一只小手拉住他，别看了，我不想让你看到这些。埃尔诺心疼这孩子怎么一个人在这，如果可以的话和我一起走吧。女孩点点头，手却缩了回去。她告诉埃尔诺自己有未完成的事情还不能走，所以我们下次再见吧。没一会从梦里醒来的埃尔诺眼里满是对女儿的疼惜，他从没想过艾琳竟还藏着那么多的痛苦。终于睡醒的仔仔从侍女罗兰口中了解到，他已经整整昏睡了3天。不仅如此，房间里还堆满了各式各样的礼物。翻开小卡片，只见上面写着希望他能早点恢复。望着挤在沙发上睡的熟悉身影，他小心翼翼地走了过去，似乎爸爸无论在任何时候都会守在他身边的。女儿，你醒了。更是猛地爬起来，将人抱在怀里，喃喃着我的女儿一定受了很多委屈，更不断地说着抱歉的话。爸爸，难道他在医院看到的那人，他是真的？西西，你还好吗？听到老婆昏迷，顿时急得紫毛课都不上，他递上手里的鲜花，幸好你没事，还边说边抓着老婆白嫩的小手，哽咽的说道，差点又以为要见不到你了。里哈尔特，女孩软软的喊了声，就听见侍女说有客人来访，本该不依不饶缠着她的紫毛，竟善解人意的让她有事就去忙吧。艾琳惊讶她的改变，似乎这样的里哈尔特更让人喜欢呢。随后让侍女把花插最显眼的位置上。哎呀，忘记问客人是谁了。艾琳推门看见一脸平静的温温，虽然同样称呼他为主人，说着关心的话，却冷得让他感觉到有些陌生。听温温说，爸爸在他昏迷的时候去找过他，更提到了女孩的其他刻印。在那之前，我曾说过您是连神也无法介入的存在，但并不是因为龙，而是您根本就不属于这个世界。面对温温的不容置疑，手足无措的艾琳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说这个世界是一本小说，或者他是被车撞来的吗？鲁西里温像是看不到他的窘迫，反而不停地质问，你是不是忘了什么重要的事情，或者说你和我生活的这个世界究竟是谁创造的？被问懵的艾琳蓦然陷入了一片黑暗，耳边更是传来熟悉的异响，这不是梦里来过的奇异空间吗？艾琳听见有人喊她，转头发现竟是梦里的那个小孩，这次不仅没有跑，反还朝她伸手。艾琳忐忑不安的就在两人碰触的瞬间发出了一道耀眼的金光，要是我也能被所有人爱着就好了。坐在教室里的小女孩一边感叹一边翻着童话故事，并还准备将它们画下来。可就在这时，来到她跟前的陌生男人不停夸赞她画得很漂亮，看出女孩的害怕与紧张，连忙解释说自己不是坏人，更通过聊天知道女孩想做童话里的公主。男人嘿嘿一笑，若你想的话，我可以帮你接下来你只需要不断创造你渴望的模样，家庭还有朋友，甚至任何喜欢的东西，所以不断的渴望，不断的创造吧，嘿嘿，但你也只能永远被困在。谁在和他说话？瞥了眼挂墙上的时钟，完了，估计到家又要挨骂了。艾琳拿起桌上的画稿，都是他视若珍宝的家人和朋友，难道他们？没错，他们都因你而生。艾琳，不，应该是称呼你为热心市民，是你创造了这个世界，相信你现在一定有很多想问的。那就让阿狸下一集再告诉大家吧，嘿嘿。还记得电视剧里的经典桥段吗？主角经常面临着以一己之力拯救苍生，所以艾琳为了大家，你愿意去死吗？有什么想问的尽管问吧。望着眼前长翅膀的精致小人，你是阿尔玛，还有你刚说的我是接近神的存在，就字面上的意思了。创造这个世界的不是别人，是你艾琳哦，或者更准确的来说，是另外一个你。看到那些齿轮了吗？那都是另一个你的灵魂本身。你可以靠近一点看看。艾琳就在触碰的瞬间，看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小女孩，正和妈妈开心的聊着什么。明明不认识，却会让她感到无比的怀念。那是你的前世。可她的前世不正躺在医院吗？闻言的阿尔玛笑了笑说道，这些齿轮里你是公主，也可以是乡野里的普通农民。她记录了另一个你灵魂经历的所有人生。简单来说，他们都是你的前世，但
却是由你的本体创造出来的哟。听蒙圈的艾琳有些难以理解，是星星守护者，就是刚才出现在记忆里的那个陌生男人。他在星辰和各个维度之间寻找拥有创造世界原动力的孩子，更利用他们不幸的人生蛊惑他们生出自己所渴望的一切。而创造幻想中的世界，则需要那孩子以灵魂为养料。与其说前世，不如说他们都是通过撕裂本体灵魂克隆出来的。而依托克隆体诞生的世界并不完美，会随着他的死亡世界的增大，更会释放出一股庞大的能量被星星守护者吞噬。在不断的创造和崩坏中，那孩子的灵魂被一遍遍撕裂，直到彻底毁坏。备受打击的女孩一直以为自己是受到了天神的眷顾，穿进了自己最爱的小说里。无论是救三皇子还是揭发肥宅水的阴谋，她视若珍宝的世界竟最终只会沦为别人的猎物。不，也不完全是。之前那些不完美的世界之所以会崩坏，是因为没有神的存在。虽然本体具有创造世界的能力，但管理却是另外一个人。就像你现在所处的世界就是由我来管理的。拥有神的世界不会因为主角的死亡而崩坏。太好了！闻言的艾琳刚松了一口气，又从阿尔玛口中听到星星守护者一直在等本体死亡的那一天。然而他怎么也没想到，竟会主动抛弃试图命运束缚的他，竟奇迹般的创造出了最后一个世界。或许是因为他内心深处带着强烈的渴望，更诞生出了神的存在。可即便这样，这个世界依旧面临着崩坏的结果。作为艾琳的你，并没有完全从本体的灵魂中脱离出来。那我要怎么做才？艾琳手足无措的，这个世界寄托了她对爱的所有幻想，当然也不是毫无办法了。所以艾琳，为了大家，你愿意去死吗？这个女孩怎么也没想到，死亡竟成了她延续这个世界的唯一办法。面对阿尔玛突如其来的杀意，身后传来咔咔的一响。住手！艾尔诺捏着魔法，脸上满是愤怒的，即便你是神，也不能随便伤害我的女儿。面对不自量力的人类，阿尔玛让他看清自己的身份。若在越界，小心我弄死你！不要啊！快步冲上去的艾琳挡在男人身前。如果你伤害爸爸，我什么都不会做。闻言的阿尔玛愣了愣，但很快又笑嘻嘻的向两人道歉。或许是他说的不够清楚，艾琳，你只需要回到原来的身体里。主人！背后传来一道熟悉的呼喊，瞬间惊得艾琳睁大了眸子。只见一个与阿尔玛差不多装扮的少年突然浮现在了半空中。鲁西里温看着完全变了样子的小说男主，惊叹他现在就像上天派来的天使。听了这话的温小脸红扑扑的，原来他是得了阿尔玛的眷顾，凭借这张帅气的脸蛋成了神的代理。对不起，温诚挚的向两人表达歉意。虽从阿尔玛大人这里了解到了部分真相，却不能说，因为那孩子。阿尔玛指了指创造这一切的小女孩，她为等待一个机会，将秘密藏在了这片虚空。秘密究竟藏了些什么，连阿尔玛都要瞒着？别好奇啊，艾琳，若你知道所有的记忆和真相，就再也无法以艾琳的身份继续幸福的生活。所以她究竟还忘了什么？难怪她明明看了小说，却总记不起来。不仅如此，还有女主沙尔奈的变化，是你改的，还是说这一切都是为了我才？没错，这孩子和你一样，都爱着你所生活的这个世界。若没有他的隐瞒，你走不到现在。但同时，你一分为二的灵魂也分别刻印在了两具不同的身体里，他们彼此连接，互相纠缠，导致另一边本该走向死亡的命运迟迟不能终结，所以才需要主人您回到原来的身体里结束这一切。是让他亲手杀了自己吗？对，他本该在固定的时间死去。是你的出现打破了星星守护者的规则。那家伙不甘心，曾试图多次强制召回艾琳的灵魂，让一切回到既定的命运。想来你应该在梦里回到过那个身体，但最终你还是会以艾琳的身份醒来，全是因为这孩子为保护你，他不惜捣碎自己的记忆，尽可能的让你有更多的时间在这个世界接受新的家人和朋友，甚至得到那份可望而不可及的爱。当你开始热爱这个世界，即便回到原来的身体，你也会坚定的以艾琳的身份醒来。可与星星守护者的博弈也在不断消耗那具身体的灵魂，一旦力量耗完，你就再也变不回艾琳了，而失去主角的世界会因没了力量的支撑再次崩塌。女儿，埃尔诺紧抓着他的手哽咽道：“按你想的做吧，无论是谁都没资格强迫你。”陷入纠结的艾琳露出一抹复杂的情绪。至于要怎么做，其实也不难，你只需要回到那具身体，让他放下执念。所谓的执念，你在那个世界不都体验过了，不是吗？当他放下生前所渴望的一切，星星守护者便再也无法禁锢你的灵魂，因此他会不惜一切将你困在原主的世界，让你舍不得离开。所以你真的爱你的爸爸、你的家人和你所在的这个世界吗？面对阿尔玛充满希冀的眼神，那么艾琳又会做出怎样的选择呢？保护艾琳的唯一办法就是让你干掉阿琳。那么在座的各位小仙女，舍得扣个一，不舍得就飘朵小花花吧。哈哈，知晓真相的艾琳尽管舍不得，但还是祈求阿尔玛能给她一个道别的时间。隔天醒来的女孩一开门便看见朝着走来的埃尔诺。早上好啊，爸爸。听艾琳像平常一样的打招呼，就连吃饭也还在逗她开心，忍不住心疼女儿的懂事。埃尔诺向她招招手，随后亲昵地抚上女孩的小脑袋，告诉她别担心，爸爸会一直陪在你的身边哦。然而女孩刚离开，埃尔诺便忍不住开始自责，什么忙也帮不上的他，到现在也只能说些没用的废话。而早早守在门口的温央求艾琳带上他，说狗狗可是一刻都离不开主人呢。就这样，两人坐上前往皇城的马车。察觉女孩心不在焉的，我可以牵您的手吗？尽管不理解，但艾琳还是将手递了过去。别怕，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在您抵抗命运的时候，我也会不顾一切的守在您的身边哦。然而藏着心事的女孩，面对三皇子的嘲笑也提不起精神。怎么回事？你一张苦瓜脸到底要给谁看？嗨嗨！听不下去的莉莉安连忙打断，殿下是因为担心才这样说的了。不过你又要陷入沉睡，是哪不舒服吗？这好像是因为成长期吧，可能很长一段时间都见不到你了，才醒又要睡，这龙的成长还真麻烦啊。听了这话的温温表示自己会好好照顾主人，所以这次来也是为了跟两位道别哦。不知情的艾诺西让他加油，甚至打趣让他下次醒来可以长高些。在回去的路上，艾琳不断埋怨自己为什么要对关心她的人撒谎。不是这样的，经历过试炼的您会变得更加强大，这难道不是另外一种成长吗？爷爷奶奶我来了。望着蹦蹦跳跳的小毛球，是因为成长期吗？你爹都和我说了，为不让老爷子担心，他会拜托爸爸处理好家族的事情。这时突然砰的一声，疯婆娘兰里老头的气急败坏，他让艾琳过来一下。听说龙要独自经历一段痛苦的生长期，本该被人照顾的年纪，却在担心他们这些老家伙。艾琳奶奶很喜欢你，更想看到你长大的那天。奶奶，情难自禁的艾琳抱着这个熟悉又陌生的老人，希望下次见面的时候，你们都要健健康康的哟。终于到了临别的时刻，艾琳感谢大家这段时间对她的照顾，当然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告诉大家，那就是祝放假的、还没放假的或者即将放假的宝宝暑假快乐哟！科科。明知道那是骗人的玩意，却还是忍不住为自己许下一个成功的愿望。对不起，仗着有个任性能打的爹，年纪轻轻的就成为了埃达姆的家主。虽然还在努力获得大家的认可，奶奶让他不要觉得自己是在给大家添麻烦。可面对即将陷入沉睡的不负责任，却仍厚着脸皮希望获得大家的谅解。不认可的给我站出来！任谁也没想到说话的居然是克鲁诺。他认为家主大人实至名归，更何况那还是埃达姆的孩子。至于不认可，或许您可以听听大家的想法哦。老五说的对，即便您暂时离开也不会有事的，因为在家主大人需要的时候，我们都愿成为您的依靠，所以请您放心的交给我们吧。好呢，闻言的艾琳笑得十分开心。等会议结束之后，她立马拦下要离开的老五。叔叔，刚谢谢您帮我说话，毕竟当初最不认可我的就是您了。傲娇的大神官用轻可掩饰尴尬，更气急败坏的想要离开，可谁料那人走着走着又说那猫取好名字了，问他要不要去看看。原来您一直都还记得，于是开心的说他一定会去的。没一会，再次拿出信封的艾琳让罗兰带给哥哥姐姐，虽遗憾，但留给他的时间不多了。至于那孩子，而就在这时，听温温已经准备好了马车。由于魔塔的关系，他始终联系不到里哈尔特，为弥补不能道别的遗憾，他决定亲自将信送去克林公爵府。可就在进门时的一声呼喊，艾琳看见那人浑身湿漉漉的站在雨里，原来是不忍主人伤心难过的温温，偷偷通知了那个讨厌的家伙。小西，这次我还会等很久吗？或者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对不起，里哈尔特。满怀愧疚的艾琳不知道要怎么回答，只能一遍遍的嘱咐少年，让他一定要好好生活。可无论他表现得多么勇敢，却在疼爱自己的爸爸面前露出了内心的害怕与挣扎，担心离开真爱自己的家人会在那边受到冷酷的对待。那不然，不爸爸，我要克服这场失恋，只有这样才能和我所爱的人幸福的生活下去。宝贝女儿，你想做就去做吧，记得把这个带上，掉了也没关系哦，反正被人捡到也只会当个玩具。知道了爸爸。受到鼓舞的艾琳不再感到遗憾和悲伤，因为她坚信自己一定会回来的。坐床上看许久的艾琳，终究还是虔诚的许下了。喜欢阿狸的宝宝们，祝你们每天都要开心快乐哟。而就在这时，赶来的温温询问女孩准备好了吗？接着让人握紧她的手，等再次睁眼的时候，您便会从那个世界醒来。可不论您经历了什么，记住要坚守本心，千万不要被迷惑了。那么这场杀死自己的试炼，艾琳她会成功吗？